这天我独自来到路边摊，看着眼前的一群美女，挑了一个漂亮的询问美女有没有专业补习班。美女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告诉我她们是最专业正规的。随后我便和美女来到了教室里，美女刚关上门，我不由得害羞地捂住了眼睛偷瞄起来。同学，昨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完了吗？老师要开始检查作业喽。闻言我一阵脸红，便准备掏出作业，这时候突然弹出提示音：恭喜宿主激活人生赢家系统，功能1可看见对方充电次数，功能2获得专属基金消费返现。我精神一振，没想到系统这么贴心，那我以后岂不是要走上人生赢家？人生富豪系统已激活，检测当前交流对象危险，检测到宿主当前的交流对象已达到艾滋晚期。闻言我一愣，系统提示，请宿主放心，即将开启幸福路线。女人看我愣神，便甩了一下手里的小皮鞭，我连忙后退，随后便开口道：我突然想起自己今天有点阳痿，随后便起身立马离开。女人看着慌不择路的我，嘴里骂骂咧咧，还没给钱呢。气愤的她甩了一下手里的皮鞭。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，不禁一阵后怕。随后我便想起来，系统说为美女消费就可以获得返现。我连忙打开手机，给爱慕的女神白洁发去消息，想约她出来吃饭。白洁看到手机弹来的消息，一阵诧异。阿斌平时作为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怎么突然有空情我吃饭了？我看到白洁的回复，感觉有戏，便说道：自己最近得了一笔小钱，第一个就想到了你，看晚上能不能赏脸一起消费一顿。白洁表示可以，但她想吃火锅，还贴心的问我能不能吃辣。看到白洁同意我，连忙兴奋的起身，立马回复晚上6点不见不散。一想到梦寐以求的女神，我立马欢呼雀跃起来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，这边系统提示：充电次数1次，颜值95分，当前好感度10分。看他笑了。你走了吗？没有，刚到。今天人好多啊。对啊，好香啊，我们进去吧。小心脚下。我去，这也太正了吧！老四也能交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好感度减5，当前好感度5。看着女神的美貌，我全程盯着白洁的胸部。白洁见此，用手托着胸前的2个大雷。阿斌，好看吗？我连忙辩解，是看你吃的好香。白洁却说，你一直乱看，占我便宜，得用美食补偿一下我。我连忙答应。白洁随后招手叫来服务员，要再来5只帝王蟹。服务员询问是否还需要再加点其他的，我表示就先这些吧，一会有需要再麻烦你。但我心里却暗道，这次系统给我的额度有1万多呢，这地方能花多少钱啊？不怕你吃？看着对面的家人，我殷勤的询问，你需要什么调料，我去帮你打。白洁想了想，想要点麻酱，再加点香菜就行。不一会，我把打好的调料递给白洁。阿斌今天怎么不一样了？情绪价值这么高，仔细一看还是挺帅的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啊？系统提示：白洁好感度加10，当前好感度15。这时白洁想让我帮她加点香菜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可系统却再次响起，当前好感度加10，额度提升至2万。看着离去的白洁，我疑惑着，被拒绝还加好感度，这女人难不成有受虐的倾向吗？看什么看？漂亮啊！老娘没长啊！男人还想解释什么？还敢解释？吃你的菜！随即白洁优雅地走到桌边，主动询问我要不要喝点啤酒。我说既然姐姐有兴致，我自然乐意奉陪。随后拿起啤酒递给白洁，来吧，美女，吹一个。白洁害羞询问怎么吹啊？我看着她，这个你应该会的呀，不用教吧？白洁眨了眨大眼睛，害羞地看着我，表示自己不会。闻言，白洁竟害羞地低下头去，看着眼前楚楚动人的白洁，我立马正色道：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说的是用酒瓶子对着嘴直接喝。白洁拿起酒瓶放到嘴，是这样吗？我看着眼前一幕，立马夸赞道：就是这样，学得真快。白洁撒娇道：人家不会啊，这种我不是很擅长啊。我立马表示，我说的是喝酒呀，你想到哪去了？要不是系统必须刷好感度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坐骑一起。白洁想，的确是，阿斌不是喜欢我吗？约我出来吃饭不是想追我吗？可是说话哪有这样对人家女孩子的？不过好想知道他说的得到了一笔小钱到底是多少钱啊？难不成他中彩票了50万、500万或者是5000万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当我的男朋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啊。不过也不行，就算是中了大奖有钱了，但是你要挣钱的能力也还是不行啊。对面的我不知道白洁的心理活动，系统却是一会加分一会减分的。我疑惑，难不成这系统坏掉了？这时一个穿着格子西装的男人走了过来，询问美女，难得缘分相遇，能赏脸和你喝杯酒吗？白洁愣了一下，随即看向我说道，阿斌，这只烦人的苍蝇就交给你了。我却有点不太在意的表示，你还不是我女朋友呢。这时西装男的声音传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非凡装饰集团的董事长杨伟，想跟美女加个微信。白洁扭头看向我，你先问我男朋友同不同意。他绝经了，那我可以加你老婆的微信吗？加你女儿的也行。西装男指着我就骂骂咧咧的走了。见此白洁一笑，没看出来你还挺幽默的。我解释自己并不算内向，只是以前条件不好，有一些自卑，不过现在想通了。闻言白洁更加确信了，我肯定是中彩票了，连忙笑着说，谢谢你刚替我解围，一起干一个。这时我不小心碰到了白洁的手，看着眼前微醺的白洁，我不禁心猿意马，刚刚那个触感好软啊，现在的她的样子好美啊，跟个狐狸精一样。想着我不禁流出了鼻血。白洁见此立马瞪大眼睛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不该想的事？随后给我递来纸巾，我立马捂在鼻子上，解释自己是吃多了，海鲜太补了。白洁却拿着纸巾主动站起来说，我来帮你吧。看着眼前白洁那2个雪白的大白兔，我的鼻血跟水龙头一样喷涌而出。咦，怎么还越流越多了？见此我立马夺路而逃，表示自己对大白兔过敏，先去一下卫生间。回来后我梳理了一下，
发现长叹一口气。吃饱后，我跟白洁说，要不我们回去吧。白洁乖巧的嗯了一声。系统提示：消费成功1万元。来到外面马路上，白洁主动的牵住了我的手。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和跟你这样的大美女一起散步。闻言，白洁呵呵一笑，用手梳理了一下长发。这个侧颜场景看得我如痴如醉。此时的她真的好美啊！白洁回头看到愣住的我，主动上来和我亲在一起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吹着口哨来到公司。Good morning, my neighbors. Hey, fuck you. Yes, yes. Fuck you too. Why? 随后我拿着买好的早餐径直来到白洁面前。给你带的早餐，趁热吃吧。公司老板见此一幕，愤恨不平。阿斌竟然敢打白洁的主意，这可是我苦追了2年，连手都没牵过的女人。随后便大声呵斥起来：“还吃早餐？你小子没睡醒吗？”还有，我宣布个事，明天周末公司团建，天赐温泉送温暖，老规矩，男的 AA， 女的免费，要去的报名。下面的同事议论起来，组织这么多次，从来都没有成功过，白洁从来都不去的。谁不知道狗经理就是想看她穿泳装啊？我连忙举起手表示我去。白洁见此，停下手中的工作表示：“那我也去吧。”狗经理闻言兴奋地跳了起来，终于可以看到白洁穿泳装了，太爽了！这时我坐在工位上搜索，怎么样才能获得女孩子的欢心？看着攻略，我知道系统好感度提升的机会来了。不一会，有外卖小哥拿着一束鲜花站在门口，狗经理连忙跑过去接过小哥手里的花，随后来到白洁面前：“白洁，送给你的，希望你喜欢。”闻言，白洁面露难色。这时我抱着更大一束的蓝色妖姬缓缓走了过来，旁边的同事都怀疑我吃错药了，怎么这么大方？看见经理，我故意询问：“这不是翔哥吗？怎么这么小气，还送人家花啊？”孙飞翔指着我厉声道：“阿斌，你以为白洁这种级别的女神是你1-2束花就能搞定的吗？我身价1000万都不敢这样花，你1万1个月还想逆天吗？我可提前跟你说好，到时候没钱可别来求我。”我冷眼看着经理，平静地说：“孙飞翔，你别以为自己是个小老板，就在这里逼逼叨叨，老子不缺你这仨瓜俩枣，奶凉快，给老子奶待着去。”随后我把花拿到白洁面前，送给你的，你喜欢吗？白洁轻声道：“谢谢阿斌。”此时系统提示：白洁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35。我没想到1000块钱的花就提升了5点好感度，得赶紧趁热打铁，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在向我招手。另一边，孙飞翔气呼呼的：“阿斌，你他妈的忘了谁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？在我面前是装逼是吧？我看看你有多少钱来装。”此时毫不知情的我还在工位上研究该怎么提升好感度。不一会，孙飞翔拿着最新出的苹果17递给白洁：“这是单独给你的工作奖励。”见此，白洁连忙表示：“谢谢孙总，但是公司里有很多同事都比我努力，你送给我不太合适。”这时我走了过来，我替白洁谢谢孙总了。孙飞翔恼羞成怒大喝：“阿斌，工作时间你瞎溜达干啥？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？”我淡然表示自己只是不想看到喜欢的女人被苍蝇骚扰而已。见此一幕，同事们深感诧异：“阿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今天好刚啊，怎么敢直接表白女神？”白洁见氛围不对，立马出声：“阿斌，孙总也是好心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要工作了。”阿斌你真傻，就算你中了彩票，丢掉工作也不值得啊。这时门口走过来一对穿职业装的女销售，哪位是白洁女士？这是阿斌先生送您的价值88万的足金手镯。我拿起手镯对白洁说道：“送你的。”白洁惊讶了一下，随即表示：“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如果自己要了，岂不是默认当他女朋友了？”看着尴尬的白洁，我立马表示放心，这是无偿的，我只想你开心。可白洁却表示自己不能要。随即我直接吻住了白洁，公司同事们都惊呆了，阿斌居然强吻了女神。随后我起身表示，这就当是我强吻你的赔偿。白洁连忙捂住脸，这么多人，你说这个干嘛？羞死人了！我拿着黄金手镯问白洁，你确定不要吗？那我也不要了。随后随手一扔，手镯应声落地。此时孙飞翔大声喝道：“阿斌，你居然对白洁图谋不轨，老子要开除你！”阿斌理都不理，又问了一遍：“你确定不要？”白洁态度坚决，还是摇头。哐当，阿斌松手，手镯掉落，滚到了文文身前。那我也不要了，就当他送你了。文文，真的吗？阿斌哥哥。文文捧着镯子满脸惊喜。阿斌摆摆手走了，他也想要啊，但套现系统就跑了。阿斌回到工位，总结了一下经验，白洁可能不那么拜金，否则以他的条件，不知道有多少舔狗上赶着送钱。孙飞翔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，他绝对愿意出大价钱。白洁还何至于在公司老老实实上班？还有一种可能，这点钱还突破不了他的心理防线。要是送豪车送豪宅，可能就不一样了。阿斌握拳，等额度提高，看我砸不死你！但现在想提升好感度，只能从细节入手。刚才帮他骂孙飞翔就涨了5点好感度，昨天那个吻更是加了10点。白洁比较容易被情绪影响，明天不是要泡温泉吗？到时候再好好操作。一日无话，到下班竟有几个人主动朝阿斌工位走来。阿斌，明天休息，晚上喝点。对，咱们，你那份我帮你出了。阿斌都婉拒了。这时前台牛翠花呼呼跑过来，阿斌哥哥，晚上我们去吃西餐，我在山野餐吧订了位置。几个同事面容扭曲，阿斌猜到他现在肯定一脸娇羞，看都不敢看。牛翠，安妮，我真的有事，你跟他们去吧。牛翠花生气的一脚跺在地上，哼，果然男人有钱就变坏。阿斌，你中了彩票怎么就变样了呢？阿斌一脸黑人问号，不是牛翠花，这跟你有关系吗？牛翠花听见真名直接原地爆炸，你叫谁牛翠花呢？你才是牛翠花，你全家都是牛翠花。然后指着阿斌鼻子骂，狗男人，贱男人，以前天天帮我扛水、修打印机、弄电脑献殷勤，我本来还想说给你一个机会，没想到你有点钱就飘成这样，真的让人觉得恶心。阿斌觉得天大的冤枉。大姐，现在是7月天，外面要飘雪了啊，你他妈是老板表妹，又喜欢告状，喊到我能不去吗？那时候我有多珍惜这份工作你知道吗？感情你他妈还把我当备胎了。阿斌做了2次深呼吸，你误会了牛翠花，我只是比较热心肠，我才没误会。阿斌，你就是喜欢我，暗恋我，小芳和小马都知道，
你现在有钱了，不承认了是吧？你个渣男！阿斌也有点恼了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对你完全没有任何想法。说白了，我单身一辈子也不可能找你，明白了吗？牛翠花原地爆炸，拖着阿斌开始撒泼，各种国粹妙语连珠。阿斌一把甩开，牛翠花，你他妈有病吧？我说白了，你这种造型，别人看见只会上来问猪肉多少钱一斤，没点逼数吗？牛翠花哇的一声嚎了出来，一屁股坐地上开始咒骂。阿斌像吃了翔一样恶心，背起电脑包疾步离开。出了公司，他点燃根烟吸，到过滤嘴，心情才缓和过来。一定要快些拿到白洁的返现，这破逼公司我是再也不想来了。碾灭烟头，他迈步进了旁边一家形象设计工作室，听同事说这里简单理发都是88起，以前绝不会来，但百度说自身形象是提升女生好感度的最高效途径，这钱得花。帅哥想做个什么造型？发型师拿起梳子在他头上扒拉了2下，硬是没梳开。你给我设计一下吧，看我这脸型适合留什么发型？发型师捧起他头发看了看，帅哥你脸小，身高高肩又宽，韩式3-7分很适合你，做完绝对帅。就这个吧，88吗？要烫点弧度得加钱，给你会员价888。阿斌只考虑了半秒，整。洗完吹完，阿斌自己都恍惚了，这好像也不比明星差。发型师转着他的脑袋，一个劲咂舌，绝了，给666就行。好的，老板，下次我还来。慢走啊，兄弟。对了，你换身衣服，跟发型更搭。下一站本就打算去商场。重磅圆领白 T 恤，微喇休闲裤，麦昆小白鞋，上衣扎在裤子里。还真像那么回事。阿斌狠心买了3套差不多风格的。另一边，白洁和于文文在吃石锅拌饭。白洁，这镯子你真送给我啊？镯子正在于文文腕上戴着，给你戴2天过过瘾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真敢收啊？怕什么？大不了嫁给阿斌。于文文嘿嘿笑了笑，开玩笑的白洁，我知道他喜欢的是你。白洁心情复杂，叹了口气，都不知道他突然怎么了，变了个人似的。然后立马补充，我跟他可没啥，你想处自己去处。但说完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于文文也跟着叹气，我可不敢。你没看咱们部门的聊天群吗？阿斌都把安妮损成什么样了？白洁马上掏出手机，看完扑哧笑了出来。他嘴怎么这么多啊？以前怎么一点没看出来？反正他中彩票是肯定的了，本性暴露出来了呗。不过我反而觉得这样更好，有生气。以前的确太过沉闷了点。白洁搭了一枪，你明天开车吗？白洁，太远了不想开，坐你的吧。那好，吃完我们去看泳衣怎么样？白洁考虑了一会，点头。好，集合时间是下午2点。阿斌吃完饭收拾好，才慢悠悠朝公司走。停车场里，同事们已经到了一大半，3、5成群开心聊着，都只是看了一眼就不再理他。阿斌乐得清闲，找了个位置蹲下，点燃根烟，等待着白洁的到来。一阵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由远及近，一台骚黄色奥迪 R8迎面而来，车辆到近前才刹停，主驾门打开，孙飞翔满脸逼气走了下来。他今天也是一身新行头，上衣黑白条纹拉夫劳伦 polo 衫，下身一条纯白色休闲裤，腰带上系着亮闪闪的 LV 皮带。呵呵，都到了。孙飞翔提了提皮带，白洁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正说着，迎面驶来一辆长城好猫2厢电动车，车辆入位，于文文、白洁同时开门下车。孙飞翔眼睛都亮了，马上迎上去，到了白洁，你今天真漂亮。白洁敷衍笑了笑，呵呵，对，孙总麻烦让让。好猫2侧都有车，只容1人通过。孙飞翔很有绅士风度的退了2步，然后拉开横在路中间的228，坐我的车吧，白洁，这辆228很有感觉，换个人开白洁是愿意的。20出头的女生谁没有点虚荣心呢？但跟孙飞翔坐在一起不自在，还有点生理性厌恶。白洁假笑着摇头，不用了，孙总，我和文文约好了，坐一台车。孙飞翔看了一眼于文文，小于你这辆车是5座吧？那干脆我也跟你们一起得了。于文文一时间尬住了，他怎么敢拒绝老板的要求？正不知该如何回答，边上的阿斌站了起来，那你不开给我开吧，反正停着也是停着。孙飞翔打量了他2眼，一脸敌意。你他妈谁啊？我们公司团建有你什么事？去啊！阿斌略吃惊，眼睛出问题了吗？建翔，我都不认识了。孙飞翔听声音是觉得耳熟，再看2眼还是没想起。于文文愣愣道：你是阿斌？阿斌摸了摸脸，变化那么大吗？我就说咋没人理我。白洁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45，额度提升至60万。白洁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心脏狂跳了2下，刚才他都不由得多看了前方2眼，没想到那个有点像偶像练习生的帅哥竟然是阿斌。其他同事也惊奇的围上来。这时牛翠花扒开人群挤进来，你是阿斌？我原谅你了，阿斌，我可以当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我们不生气了好吗？阿斌闭眼深吸一口气，不是牛翠，安妮，你心里还没数吗？大家同事一场，别把关系搞得那么僵好不好？牛翠花静听话点头，临走又问，我今天开车了，要一起吗？不用谢谢。孙飞翔这时察觉出不对劲了，挺了挺胸。阿斌啊，打扮的还挺人模狗样的，但男人最重要的是气质，是能力。帅哥哪个厂子没有？没啥用。阿斌都懒得理他，指着228，你就说借不借，少说废话。孙飞翔本想嘲讽几句，白洁先道，孙总你要不借给他吧，反正停着也是停着。孙飞翔哪里拒绝得了梦中女神，故作大度抛出钥匙，行吧，念在你是我员工的份上，满足你一次，谢了。阿斌钻进车内，朝白洁招手，要上来吗？我载你。白洁甜甜一笑，带着香风坐进车内。轰，发动机燃起，228如离弦之箭飙射出去。慢点，等等，你妹的阿斌，老子不借给你了！孙飞翔在后面狼狈追赶，第一次开跑车，非常不习惯，油门一点就来，声浪让人肾上腺素飙升。慢一点，阿斌，太快了好。阿斌缓缓踩下刹车，我估计建翔会气吐血吧。白洁捂嘴咯咯了2声。阿斌侧头看了他2眼，谁叫副驾坐的是你？不过你要喜欢跑车，我改天也买一辆，天天带你兜风怎么样？白洁摇头，算了吧，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先买套房子，湘西郡就很不错，200多万就能入手。阿斌洒脱一笑，不存在的吗？可以一起买。白洁微微靠过来，
阿斌你一共中了多少奖？阿斌想了想，10块钱的双色球头奖。白洁心里有数了，10块钱5注，1注500万，2500万，到手近2000万。其实这样看来阿斌还行，只比我大2岁，身高长相都达标，经济实力上佳，就是突然乍富有些飘，得再观察观察。白洁好感度加5，当前好感度50，额度提升至10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50，白洁为幸运值携带者，点数为6，好感度达80可解锁。神秘商店开启，宿主可前往查看。阿斌心念一动，意识深处一个类似游戏商店的界面凭空显现。光看第一页，他就大惊失色：皱纱符、辟邪符、五行符。详细看了第一张符箓的介绍，10点幸运值兑换。使用方法：符上书写生辰，脑海冥想面容，燃烧殆尽，可根据被咒杀对象的精神力强弱，造成不同程度伤害。限购3张，我滴个乖乖，这玩意不是能杀人于无形吗？10点幸运值也不算多。浏览完所有符箓，又切换到丹药页面，驻颜丹、祛病丸、强骨散之后，切换到法宝页面，冰残帛，抵御物理攻击10幸运值，灵光佩抵挡1次致命攻击20幸运值。最后看到那一本古籍，子府金丹神功大眼清心诀，但价格后缀都带着备注，检测到宿主所在空间无灵气波动，请谨慎兑换。尼玛不能修炼，你干脆不放出来吗哥？不过2秒后他就想通，凭商城里的法宝我也能牛逼带闪电。阿斌你发什么呆呢？白洁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哦没。阿斌从精神世界抽离，突然想到了以前的事情。中彩票之前吗？想到什么了？前女友吗？白洁咯咯笑了2声。阿斌摇头，没，我还没谈过朋友，25岁了，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一下。白洁心里哼哼，昨晚分开时不是还强吻了我吗？他撇撇嘴，你现在应该不愁找不到女朋友了吧？那倒是，昨晚好几个女同事都约我出去吃饭。白洁违心道，其实公司有几个女同事挺不错的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然后补了一句，那你去了吗？阿斌侧头盯了他半秒，摇头，我其实在等你的电话，可惜没等到。说完又没头没脑来了一句，你知道如何让世界上多出来2个开心的人吗？不知道，就是让他看看腿，接受他的赞美。色狼！白洁马上把裙子往下拉了拉，我可以摸摸吗？不可以。他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那行吧。白洁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，以前谈过吗？大学时候谈了一个，不过2个月不到就分开了。他追了我2年，后来发现他跟太多女孩纠缠不清了，要追这么久啊？阿斌有点打退堂鼓，夸父追日都追到了吧？其实也不是啦，当时是初恋，肯定的慎重。那你做我女朋友怎么样啊？这太快了哦！阿斌也不生气，伸出右手直接在白洁大腿上抓了一把啊！白洁惊叫，阿斌你怎么这样？沉默，你要再动手动脚我下车了。还是沉默。到目的地停车场，阿斌没事人一样帮白洁拉开车门，撑起太阳伞。我们第一个到吗？要不先去那边超市等着？行，我去给你买水，我要苏打。好，给。怎么只有1瓶？节约点，你喝完了我喝。白洁。几分钟后，车队陆续到了。好猫还没停稳，孙飞翔就火急火燎跳下来，扫视一圈，发现了扎眼的28，又看见阿斌和白洁有说有笑，他冲过去就要骂，一串钥匙飞来，阿斌声音先到，毕刚听到烦，你，好你个阿斌，我在公司群发了那么多条消息，让你停车。你假装看不到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把我这个老板放在眼里？我陪白洁聊天都搞不赢，我理你，一边待着去，别逼我扁你，你敢？孙飞翔梗着脖子往前迈了一步，阿斌作势要打，他马上就退后半步，抬手挡，我就挠挠痒。你怕什么？阿斌顺势抹了抹头发，你退半步的样子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噗嗤！白洁没忍住，白洁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51，额度提升至110万。好，你很好，阿斌，你给我等着。白洁手肘碰了碰他，你还是别捉弄剑翔了，他心眼很小。没事，你开心就行。白洁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52，额度提升至120万。阿斌，你是不是准备辞职了？有这个打算，不过我还想多陪你几天。白洁挺怅然的，阿斌现在的条件流向社会，很快就会被小狐狸精勾走的。怎么了？舍不得我？没。他故作洒脱笑笑，祝你越来越好，走吧，集合了。泡温泉太晒，行程是下午到峰溪谷徒步，晚上再洗涮疲惫，晚饭在温泉边一家大排档。刚坐下，天空骤然乌云密布，接着瓢泼大雨砸下，哇，阵雨夜。不过这个环境泡温泉挺有感觉的。同事们开心聊着，一声苍老的吆喝打破了愉快气氛。卖花了，新鲜的栀子花5块钱一朵。老汉挨桌问，无一人搭理。到管理层那桌，孙飞翔不耐烦的挥手，到别处问，我们不买。老汉声音小了下去，神情颓唐。他看了一眼毫不见小的雨势，紧了紧背篓就要走。等等，老汉回头，阿斌举着手。你这一共还有多少？老汉受宠若惊的取下背篓，应该还有30-40只。小伙子，你全要的话，算你100。阿斌看了看老汉身上没挂2维码，你们谁有100现金？于文文拉开包包，我这有，你先给我，我等会转给你。老汉揉了揉，捏了捏钞票，郑重揣进内兜。没问题，小伙子，谢谢你啊，你真是个好人。阿斌刚接过花，对捉孙飞翔就忍不住了。你可真是会挣表现的阿斌，白洁你肯定感动死了吧？花小钱又装这么大个逼。阿斌顺手把花放在脚边，我没那么无聊，雨那么大，我只是想让老人早点回家。白洁好感度加8，当前好感度60，额度提升至200万，这可把阿斌高兴坏了，没想到一下子暴涨了8点，距离返现越来越近了。于文文看他的眼神更是吃了。哇，阿斌，没想到你这么有爱，花可以送我1朵吗？阿斌递过去1朵，这朵是专门买给你的。于文文接过的瞬间，系统提示响起，已产生消费行为，解锁详细信息。姓名于文文，年龄24，身高161，体重57千克，前任3，综合颜值58，好感度69，额度10万，好感度已经69点了，但额度太低，隐藏奖励也没有。阿斌又摸到一个规律，似乎好的奖励只有漂亮女生才有，那你剩下的花怎么办？是在座的女同事1人1朵吗？白洁问。阿斌摇头，我送给他们干嘛？都是你的，太多了不好拿，先放我这里。白洁红唇微微勾起，伸手给他夹了一只小龙虾。你刚才做的很好，这是奖励你的。阿斌上纲上线，剥开啊！白洁愣了半秒，竟真开始戴手套剥虾啊！阿斌眼看包好，张嘴凑过去，白洁秀眉一蹙，直接砸到了他碗里。开玩笑，那么多同事看着，要真喂你嘴里那关系，不就坐实了？阿斌一点没所谓，夹起就塞进嘴里，美美嚼着。真别说美女包的虾
感觉真要鲜甜一点。他主动结的账，想验证颜值分高低是不是真与隐藏奖励挂钩，好感度都挺高的，全在50以上。女人果然是视觉加感性加慕强的动物。遗憾的是没收到系统提示音，白瞎这800多块了。到天赐温泉8点出头，换好装备，阿斌和几个男同事就兴冲冲往浴池跑。大家心头都一个目的，都想一睹泳装白洁的盛世美颜。天赐温泉大的可怕，大小浴池加起来100多个，几人搜寻了好几分钟，硬是一个女同事没碰到。这时一个男的主动靠了过来，自称是熟客，小的挨着女浴区的几个池子要帮忙带路。转了一圈一无所获，他指着边上的药池，他们出来肯定会经过这边，要不就在这儿等着吧，前面岔路很多，别错过了。正好药池对面的花池有几个泳装美女正在拍摄，几个男同事直接就蹦了进去。阿斌找了个鹅卵石斜坡躺下，扫描起几个女孩的信息，颜值都在60左右，10有8、9是人造人。阿斌你长得帅，要不去要个电话啊？阿斌正在四下搜寻美女，随便敷衍了一句我对女人没有兴趣。此话一出，他边上的带路男子眼睛都亮了，马上就往阿斌身边挪了挪。帅哥，你是东海本市人吗？不啊，怎么了？那你是0还是1？阿斌闻言马上往边上一弹，站稳后不停朝前挥拳，滚啊！尼玛的滚开！那人锲而不舍撵了他5、6分钟啊！突然一声惊叫和背部传来的软蛋感使得他停下，回头一看，对上了白洁羞愤的脸。他双手护在胸前，正要开骂，见是阿斌，脸色才缓和下来。你干嘛呢？怎么反着走路？阿斌还在隔空踢腿，老子叫你滚啊！你个死变态！那人幽怨的看了白洁一眼，转身引入黑暗。你不会被老嫂子看上了吧？哈哈哈！白洁笑得花枝乱颤，还不是因为着急找你？我就说他怎么那么好心要带路，妈的，原来是想打老子的主意。不过有一说一，阿斌你的样子真挺讨那个群体喜欢的，我趟当直男好吗？阿斌看了看自己肌肉线条流畅的身体，白洁也没忍住多瞟了2眼。说起来是我救了你，你要怎么感谢我？阿斌左右看了看，见四下无人，欺身过去搂紧白洁俯身，就是一记重吻。这次比第一次多亲了2秒才被推开。白洁嗔怒道：阿斌你疯了，要是被人看见我杀了你。没人看见不就行了？阿斌踏步上前，孤颈美人再次霸道下嘴，放开啊！白洁小拳拳在他腰子上敲了几下，文文他们马上过来了。阿斌意犹未尽的松嘴，话说他们去哪里了？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逛？多危险！白洁愣了他一眼，最危险的就是你。正说着，后面传来喊声：白洁，阿斌你也在？白洁整理好情绪回头，你们怎么上厕所这么久？我都在门口等10多分钟了。哎呀，偷偷补了个妆。于文文朝白洁眨巴了下眼睛，然后看向阿斌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阿斌，他们呢？白洁要抢答，阿斌一把捂住他嘴，都在前面，走吧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如阿斌所料，男同事全泡在药池里打望，那边花池多出来几个人，能听到孙飞翔的声音。我们公司正好需要泳装模特，费用你不用担心，现款现结，留个电话，明天我联系你。孙飞翔回头见白洁到了，马上告别几个网红，朝这边走来。他胸挺得很高，特地买的3D 囊袋显大泳裤让他充满自信。白洁身上泳衣比较保守，是一件嫩绿色连体款的，下摆也是裙子装，但也完全不是花池里那几个庸脂俗粉可比的。白洁你来了，我刚刚找你好一会儿都没找到，那边有个可以冲浪的大池子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玩。大家没意见，一起朝前走去。到地方后，男同事、女同事泾渭分明的分成了2队，隔水而望。不是他们不想混在一起，是没这个狗胆，但眼神总会时不时瞟向白洁这边。阿斌只坚持了1分钟就忍不住了，非要挨着白洁才能缓解。他一个标准的猛子扎进水里，水下也能清晰分辨出白洁的位置，腿又长又白的那个就是。几次蹬腿，他就抓住了白洁的美腿，偷偷捏了2把后才从水里现身。我可以插个位置吗？阿斌双手把湿发往后梳，一双漆黑星眸盯着于文文。可以。于文文感觉自己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阿斌挤进去和白洁挨在一起，心头顿时就舒坦了。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？白洁故作嫌弃的往边上挪了挪，阿斌复古之躯一样贴上。你要再敢动我，马上亲在你嘴唇上。白洁跟个受气小媳妇一样，蹙眉撇着嘴，任由阿斌欺负，不敢动弹。好了，孙飞翔一张脸阴沉的可怕。我看人差不多到齐了，既然是团建，就要听公司安排。张经理，你来提2个促进同事友谊的小游戏。人事总监张文上前一步，普通的游戏我想大家都不喜欢，那直接来真心话大冒险吧。挨着来，就从孙总开始。几个管理鼓掌拍马屁。孙飞翔提了提泳裤站起来，那我选白洁吧，石头剪刀布，赢家指定游戏。他早就和管理层商量好了，都选白洁，都玩大冒险，赢了就让他和自己互动。白洁面露难色。阿斌说话了，建翔，你以为大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早就跟几个狗腿子商量好了要占白洁便宜？你真的是油的没边了。阿斌，你要玩就玩，不玩就滚。孙飞翔指着他鼻子吼。阿斌轻笑一声，你看你还急了，说白了出来玩是大家 A 的钱，凭什么听你狗叫？几个管理层马上就站出来帮腔，阿斌强势压了回去，都他妈逼杠，老子看到你们那副走狗连嘴就觉得恶心，够了！孙飞翔大吼，这次团建公司出钱，不配合的明天自己交离职报告。阿斌就要问候他祖宗，白洁扯了扯他裤腿，好了阿斌，阿斌侧头，不要委屈自己，这班别上了，我养你。白洁好感度+2，当前好感度62，额度提升至240万。白洁轻轻摇头，凝向孙飞翔，孙总，我不想玩这个游戏，如果公司能找这种理由开除员工，我觉得离开可能会更好。孙飞翔狠狠瞪了阿斌一眼，算了，大家自由活动。哎，白洁叹了口气，早知道就不来了，我不知道你那么怕建翔干嘛，大不了就不干了呗，有啥的吗？你说的轻松。你以为现在年薪20万的工作那么好找？我说了养你的呀。白洁愣了他一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？色狼就想弄我，钱花完了呢。喝西北风啊！阿斌凑近他耳朵嘿嘿道，你给我弄一下，我把钱都给你。那你先给钱，多少？1000万。你怎么不去抢？分期付款行不行？不行。2人声音不大，其他人没听到。于文文凑过来问白洁，阿斌，你们在聊什么呀？谈价格别打岔。什么价格？肉价。呸呸呸！白洁一脸杀气。阿斌，你是不是想死？哎呀，开个玩笑，分期付款行不行吗？我真给。不行。白洁背过身去，
你刚刚那话什么意思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把你当宝贝啊？什么逼玩意能值1000万？白洁听完，噗呲笑了出来，哼，低俗，肤浅。然后绕过去挽着于文文，文文我们玩，别理他。于文文嘴巴嘟嘟，可是我想让阿斌教我游泳。好啊，阿斌马上答应下来。你等等，文文，我订个东西。他拿起手机，在珠宝店下单了一对9.9万的耳环。于文文的消费额度有10万，蚊子再小也是肉。走吧，你想学什么姿势我都会，蛙泳可以吗？我的强项，走，咱们去中间。于文文游了几圈，阿斌从水里站起来，你是我教过最有天赋的徒弟，所以我要送你件东西。他打开手机招招手，你过来看。哇，这是送给我的吗？你看收件人不是留的你的姓名电话吗？于文文激动的直接跳到了阿斌身上，谢谢你阿斌哥哥。于文文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70，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70，额度提升至20万，获得返现9万9千元。阿斌抱起于文文，一把砸到水中，马上拿起手机查看短信，余额真多出来9万9千块，变成27万多了，而且转款方式正规银行，来源是家族信托，干净的钱。他马上问系统，奖励到100点好感度，完全攻略为止，每增加10点好感度可返现1次，爽！一个女生可以提现4次。正思索间，阿斌瞥见脚边一条黑影一窜而过，是孙飞翔，他正朝白洁那边潜水过去。阿斌不敢耽搁，马上一个猛子扎进水中，双腿双手疯狂朝前滑。就在黑影将要撞上白洁时，阿斌猛然从水中窜出，抬起43码的大脚，狠狠朝黑影头部踹去。孙飞翔脑袋被闷了一下，眼睁睁看着那双白玉般的美腿从眼前移走，接着温泉水疯狂倒灌进口鼻，他着急忙慌的爬起，弓着身差点把肺叶子咳出来。白洁拍着胸脯一阵后怕，还好你及时赶到。孙飞翔真是恶心到没边了。阿斌抹了把脸，这狗东西一直没安好心，我时刻都盯着他，妈的差点吃了大亏。白洁盯着他，你为什么吃亏？我值1000万的宝贝差点被别人碰了，你说我为什么吃亏？切！白洁微微撇嘴，你不是和文文玩的正欢吗？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要吃醋了，我跟他是逢场作戏，不是一场交易。那我也想学，你教我。好啊，你喜欢什么姿势？白洁拖着美腿朝中心区走，下流！我说泳姿啊，泳姿。白洁比于文文笨多了，怎么教都不会。大姐，先蹬腿再抱水，一下一下的来，同手同脚怎么游吗？哦好，咕噜噜噜噜，他刚换动作人就沉了下去。阿斌走近一把抓起，可嗨嗨，他一阵咳嗽，缓过劲后一甩脸，转头就走。哎，阿斌招呼，这是正确动作啊，大姐，我没整你。白洁不停，闷着脑袋朝前走。阿斌回忆了一下。难道刚刚碰到的事？我不是故意的啊，白洁，我发誓。白洁回了女更衣区，阿斌也赶忙回男更衣区换好衣服，坐在大厅等他。10多分钟，白洁才出来，头发已经干了。阿斌赶忙靠过去，真不是故意的，我要想的话可以直接做，没必要搞小动作。白洁狐狸眼瞪着他，你还很得意是不是？没，眼看巨额返现就要到手，阿斌态度非常端正。对不起，白洁，我的错，你惩罚我吧，什么我都愿意。那你给我1000万。阿斌苦着脸，我存的死期，白洁，分期付款给你可以吗？我真愿意。白洁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63，额度提升至280万。当我没说。他转身朝吧台走去，脚步轻快了许多。我帮你买单，把房费一起给了。你今晚不回去，明天去市区还有事，那我也不回去了。阿斌把手牌递给前台，买单，再开2个房间，只剩1间了，先生。套房带露台的1688元一晚，要吗？阿斌感觉到有杀意，侧头看去，白洁正恨恨瞪着他。我真没打过招呼。我他妈对天发誓，毒誓，杀气还是未消。那什么，要吗？反正是套房，咱们1人1间呗。哼！白洁跺跺脚朝客房电梯去了。阿斌马上付款要了房间。孙飞翔想整死阿斌的心都有了。在公司要不是因为他，今天要不是因为他，他早就和白洁更进一步了。他进大厅刚好看到白洁，阿斌上客房部电梯，心跳都漏了一拍，赶紧跑到前台。我问一下，刚才过去那2个订的哪间房？前台盯着他不说话。别误会，我们是朋友，一起出来玩的。我想开在他们旁边。对不起先生，周末游客太多，已经没房间了。孙飞翔回到大厅坐下，越想越冒火。他决定上楼看看，若真是阿斌对白洁有什么不轨举动，他很乐意破门而入。他运气很好，刚下电梯就看到阿斌在露台抽烟，偷偷溜到旁边房间，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动静。不多时，真听到2人谈话。白洁，咱就住1间呗，我保证不动你一下。不可能，阿斌，我让你睡次卧已经非常破例了。你要敢进我房间一步，我腰子给你嘎了。孙飞翔满意勾唇，果然是阿斌死皮赖脸跟上去的。正想着，开门声响起，然后是带着怒气的质问。你是干嘛的？偷偷摸摸在我门前弄啥？孙飞翔一脸歉意转过身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确实不好意思。我看到我老婆和其他男人开房，就在你们隔壁，所以才在这观察。那人伸头望了一眼，的确是个俊得很的小白脸嘞。那兄弟，你就在这看着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哎，等一下！孙飞翔喊住，要不你们把房间让给我吧，我出双倍不3倍价钱。那人想了一会儿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哎，我就当做个好人好事，我去推了你续上吧。谢谢谢谢。阿斌完全不知道隔壁发生的情况，他还在软磨硬泡，就让我再待一会儿嘛，就一会儿，10分钟我就走。白洁从门口走过来坐床上，那行吧，正好我下午走累了，小腿很酸，你帮我捶捶。没问题啊，我对口啊，我健身酸胀了，常常自己按，手法很好的。白洁钻进被子里，只露出来一截小腿。那你开始吧，不准碰我其他地方。阿斌捧起那对仿若艺术品的白玉摩挲着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好痒，你到底爱不爱啊？阿斌稍稍加了点力道，这不得循序渐进的来吗？力道怎么样？哈哈哈哈，轻点，疼就说明按对地方了，你忍着点，哈哈哈哈，轻一点啊，疼。一墙之隔的对面房间，孙飞翔一只耳朵紧贴在墙上，那叫声虽然微弱还很清晰，他甚至能听出来白洁享受的情绪。臭婊子，烂货！而这边阿斌又换了手法，连续不断的拍打着腿肚，那急促的啪啪声听在孙飞翔耳中无比尖刺。他狠狠一拳干在墙壁上，操！胸口起伏了好一阵。他打开通讯录，找到个鸡哥的备注拨过去，给我挑个质量好的，马上安排到天赐温泉307，要快。收到，我附近有人，半小时就过来。
来。不多时，房门被敲响，来人28、9岁，妆容很厚，1分钟3000块，这钱跟捡的一样。308号房，白洁起身揉了揉小腿，好了，再弄要抽筋了，你出去吧。阿斌依依不舍地放下，其他还有哪里不舒服的吗？腰啊、大腿啥的。白洁一脚给他蹬过来，你在想屁吃呢？赶紧出去！阿斌捉住他想缩回去的腿，食指中只轻轻挠着他的脚心板。白洁痒得在床上打滚，放开我阿斌，我怕痒，赶紧放开我，还敢不赶我出去？不敢了，今天晚上线上忠诚行不行？笑声停了。白洁好感度1，当前好感度62。不好意思，阿斌马上变了一副面孔，我和你开玩笑呢，白洁，对不起，然后乖乖退出房间。白洁坐在床边懵逼了好一会儿，怎么回事？这个阿斌怎么刚刚还跟个淫贼似的，突然就转性了？其实阿斌挺有分寸的，按摩的时候都没愉悦，应该是错怪他了。白洁好感度+2，当前好感度64，额度提升至320万。他打开微信给阿斌发去一条消息，按摩得很舒服，现在小腿暖暖的，明天请你吃饭，晚安。阿斌回复梦里见，你会很惨。白洁看着回复甜甜的笑了。翌日清早，阿斌是被开门声惊醒的。白洁换了一件翠绿色抹胸碎花连衣裙，手上端着个餐盘，小心翼翼地往床边走。阿斌掀开被子立起，这是爱心早餐，太贤惠了，不是说了请你吃饭吗？赶紧吃，不够我再去打。你管这叫请吃饭？将就吗？我今天去市区还有事，改天再请你吃好的。去干嘛？我和你一起啊。白洁犹豫了2秒，那好吧，我和我闺蜜说一声。闺蜜漂亮吗？白洁狐狸眼愣过来，人家已经订婚了。阿斌你现在怎么色眯眯的？阿斌扯了扯四角裤，25年了还没开过婚，你说呢？白洁俏脸浮上一抹红，赶紧往出跑，快点吃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是一辆白色奥迪 A4L 过来接的，车主就是白洁闺蜜，戴着个黑框墨镜。阿斌递上提前买好的水，查看了她的详细资料，姓名朱星星，年龄24，身高165，体重51，前任3，综合颜值82，好感度25，额度8000。出神间，朱星星又回头看了他一次，白洁什么时候交了这么帅的男朋友？你嘴巴挺严实的。副驾的白洁一巴掌拍在他大腿上，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只是同事，我在追求白洁。阿斌耿直道，你看，人家都承认了，你还在掩饰。哎呀，他嘴很滑头，刚刚还问我你乖不乖嘞。朱星星回头摘下眼镜，我怎么样，阿斌帅哥？和白洁差不多。哼。朱星星骄傲地看了白洁一眼，听到没有？咱们半斤8两。朱星星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30，额度提升至15000。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猪猪美女，叫我星星。我和白洁约好了去看家具啊，我还以为你一起是要帮忙付钱咧。朱星星看似玩笑，但阿斌知道是试探。说实话，这正合他意。白洁好感度已经逼近70，但消费额度才5万出头。罗意威是个什么牌子吗？他故意扯些不沾边的话题。他家的每一件东西都很有设计感，就是有点贵，全套配齐可能得小10万了。又一句暗示，但阿斌装作听不懂，先看看呗，又不一定非得买。到地方逛了2圈，东西确实很不错，价格也属实不便宜，最高端的一张床的大几万。怎么样，白洁有喜欢的吗？朱星星切了一声，刚才白洁都是睡，怎么可能不喜欢？多余问。哎呀，星星，白洁把他拉到一边，小声道：“阿斌很有钱的，只是很节约，你别这样。”朱星星表情顿时明媚起来，有多有钱 ？A7 有吗 ？A8 了。朱星星好感度+10，当前好感度40，额度提升至6万。他捏了白洁腰肢一下，我以为你还是傻乎乎的，只认颜值不看现实，那很可以啊，高富帅了。所以你别再说那些话了，他真送我还不一定敢收呢。二人私语间，边上响起个激动的声音：“哎呀！”红发大美女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杨伟觉得自己太幸运了，自从上次在火锅店看到白洁后，他就茶不思饭不想，没想到今天能在江潭市再次相遇。白洁回头看去，眉头不自觉蹙起。他记得这人第一次和阿斌吃饭，他端着酒杯搭讪，被对得满脸发绿。杨伟屁颠跑来，抽出名片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，美女？我们在明豪街的火锅店见过。再次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杨伟，非凡装饰集团董事长。见到你非常高兴。白洁牵着朱星星想走，朱星星微微摇头，停下接过了名片。杨伟，你名字还蛮搞笑的，找我们白洁干嘛？我很想认识你朋友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留个联系方式。朱星星贴近白洁耳朵，非凡装饰我听说过，是个挺大的公司，要不加个微信？白洁拧他腰，你真是我的好闺蜜，这人最少40了。你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交个朋友又没啥，装修还能省不少钱呢。杨伟是个人精，堆起笑。要不我加个你的吧，美女？我看你们在选家具，家里应该在装修吧？有啥不懂的都可以问我。朱星星拿出手机就扫，杨伟郑重通过，给个自认为和煦的微笑。家具都选好了吗？我和罗一威老板很熟，可以给你们打折，最少对折。朱星星带头重新转回去逛了一遍，直接下定了一大堆东西。白洁主动靠到阿斌这边来，不好意思啊，阿斌，星星他就是这种性格，你别在意。阿斌完全不介意，拜金才好呢，好感度涨得才快。很快朱星星购置完毕，罗一威老板亲自来少的价，4.5折，17万多的东西8万出头就拿下了。朱星星到前台潇洒摸出卡，你好买单。阿斌终于是说话了，要不我来吧？朱星星拿卡的手颤抖了。你说什么？白洁也偷偷扯了他一下，狐狸眼愣着，意思是你疯了？没关系的，白洁，只要是你的朋友，我都愿意付出，就当是他们结婚随的份子钱吧。朱星星好感度+8，当前好感度48，额度提升至15万。白洁幽怨地剐了他一眼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朱星星高兴坏了，跑过来挽住阿斌胳膊，仰面天真道：“真的吗？阿斌哥哥，太谢谢你了。”阿斌抽出手臂，你要谢就谢白洁吧，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白洁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65，额度提升至340万。杨伟看得非常难受，但为了朝思暮想的梦中女神，他还是开口了：“要不我来吧，星星美女，我感觉跟你非常投缘。新家的家具算我送你的。”杨总才刚认识，这不太好吧？乃至阿斌又蹦出一句：“我看刚才选的家具都是基础款，要不星星你全部升级吧，还是我买单。”朱星星好感度+7，当前好感度55，额度提升至3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50。赵星星为幸运值携带者，点数为2，好感度达80可解锁。朱星星就差捧着阿斌的脸播一个了，他可爱死那些高端款了。最终落地价
28.8万。等待过程中，杨伟是最煎熬的，他卡里也就能刷出30来万。他轻咳了一下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好啊，没想到阿斌脆生生就答应了下来。你请。杨伟一下子尬住了。正好这时杨伟电话响了，他贴在耳朵上就往外面走，脚步之快。切朱星星不屑哼声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然后他跑过来拉住阿斌手，阿斌哥，你不会骗我吧？阿斌指着吧台只说了一个字：刷。热敏打印纸从 POS 机吐出时，朱星星嘴角的弧度再也压制不住了。朱星星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60，额度提升至40万。浅喝了2杯白杰就要走，理由是明天要上班。阿斌追出去，不是才中午啊，白杰，今天中午关明天早上什么事？白杰不理他，埋着脑袋往前冲。阿斌扒拉了好几次才把他拉停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哼，白杰根本不看他。你真是大方啊，阿斌，份子钱几十万的随，你太厉害了。那不是你闺蜜吗？我肯定得拿出来啊，我还以为你会开心脸。对，你们都开心，你们开心去吧。阿斌其实知道他为何炸毛，一是责怪他瞎花钱，二是闺蜜都这样送了，你问都不问我一句，你谁的人啊？别生气了，白杰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开开心心的玩嘛。我玩你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你玩开心，然后招了辆出租，直接走了。阿斌笑着摇摇头，重新回到餐馆。白杰这是怎么了？你没追上吗？不管他，我们喝。喝完了，你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你应该知道白杰喜欢什么款式，等会儿再回罗意威帮忙选选。你是要给白杰一个惊喜？保密，东东，我太了解他了，绝对会让他满意到尖叫。当然也不白让你帮忙，我看你那台 A4L 是21款的吧？等会儿去 4S 店送你一辆新款奔驰。朱星星好感度+6，当前好感度66，额度提升至60万。阿斌最终刷卡50多万给白杰配齐家具。朱星星离他很近，阿斌手背感觉到一丝滑腻，他在蹭他。阿斌哥，你也太有钱了，八真羡慕白杰他从小命就好，我怎么就遇不到又高又帅又有钱的男生呢？朱星星好感度+3，当前好感度69，额度提升至100万。那走吧，去奔驰 4S 店，我帮你提车。好。朱星星仰面灿烂一笑，紧紧抱住了阿斌的手臂。阿斌哥，这台怎么样？朱星星指着一辆白色 A 级。阿斌摇头，还没你的 A4 档次高，重新选。他走到 C260 前，那这个呢？会不会太贵了？阿斌瞟了一眼价格，太小气了。我觉得 CLS 挺不错，优雅，适合女生开，可以吗？朱星星扭着腰肢上了车，招手让阿斌到副驾来。他细长双手轻轻抚摸着打孔方向盘，那就这个了。他侧过脸来，长长的睫毛合上，红唇微微嘟起，这很男人住不清。阿斌拧了自己大腿一下，刚正不阿下了车。现在和白杰正处于关键时期，绝不能出任何岔子。朱星星跟下来，抱着他胳膊解释，我就是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，阿斌哥，你别介意啊。没，我比较传统，而且白杰说已经订婚了，订婚又不一定非要结婚，再说就把持不住了。阿斌找来销售，就这台吧，有现车吗？全款。合同写完，他把笔递给朱星星，签吧，落你的户。朱星星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70，额度提升至150万。恭喜宿主获得返现97.66万，手续办完已经下午2点。朱星星直接把车开出了 4S 店。阿斌哥，我带你去丰西谷玩吧，那里很凉快，晚上我们再喝点酒。阿斌怕耍出事情，摇头，我回东海还有事，你送我吧。CLS 停在湘西郡售楼处，阿斌径直走了进去，选了一套极简风格的精装顶岳，带一个屋顶花园，正上面积135平，单价18000，算上税250万出头，全款已付，要是拿到就等白杰来签合同。第二天一早，江潭那边就打来电话，家具已发出。阿斌忙完下午5点出头，徒步走到公司，点了根烟，坐在星巴克外摆桌，等待白杰下班。那团耀眼的火红色和白到发光的窈窕身姿一出现，便能紧紧锁住目光。阿斌拍拍屁股站起，大步迎了上去。白杰也发现了他，掉头朝反方向走。阿斌扯住，停车场在这边，车不要了。白杰赌气甩头，我今天想走路，怎么了？放开，我去城东有事，送我，关我什么事？他甩开就走。哎，阿斌跟上，咋的了吗？还在生气啊？呵呵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去找朱星星啊。你们郎才女貌，情投意合，我看合适的很脸，我怎么可能霍霍你闺蜜？别瞎说，切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我还是识相一点，不打扰。没完了是不是？信不信我当街怀中爆朱砂？你敢？走啊！大不了我让他把钱退回来就是。白杰又犹豫了，说的好像是我在背后指使一样。不过我觉得应该让他退一半，你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好，退了，都给你好吧？可以送我了吗？谁要你的？白杰转身朝停车场走去。宝马 Mini 挺适合女生开的，小巧操控也好。白杰盘得很熟练，左转再左转，右转进车库。白杰侧头，这不是湘西郡的车库入口吗？去这里干嘛？不是你让我先买房子吗？我选了几个户型，你帮我看看哪个合适？湘西郡是纯洋房社区，2梯2户，合金门打开。白杰左右望了望，你想买顶楼？顶楼价格更贵，但多个花园也不一定。阿斌上前打开门，但我觉得这套的装修可以，要是你喜欢的话，就直接拿下了。白杰跟着走近，弯腰穿鞋套，但他突然觉得不对，客厅的沙发、电视柜怎么跟罗意威看到的那套这么像？他快速穿好，再次抬头，小嘴已经微微张开了。这套的装修规格那么高吗？不会是假的吧？他上前坐了坐，心率蓦地加快，这质感和正品一模一样。阿斌，你不会？阿斌耸耸肩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白杰起身，赶紧又去卧室看了一眼，里面摆着的床就是他是睡那款。这张要7万多，你也买了？阿斌已经绕到他身后，伸手环住纤腰，万一是房子自带的呢？白杰转过身，你当我傻啊？自带的怎么可能和我喜欢的几件都一模一样？开心吗？阿斌轻轻啄了啄他光洁的额头，咚咚咚，白杰能听到自己激烈的心跳。你这2天瞒着我是去买家具和房子了？当然，我怎么舍得让你难过，只是想给你个惊喜而已。白杰好感度+4，当前好感度69，额度提升至500万。讨厌！小拳拳捶在阿斌胸口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不贵，加起来才300万出头，还不贵呢。你嘴那么笨，都不会讲价，也不和我商量一下。阿斌在年上养到你老都够了。白杰扭捏着坐到床上，你老实说，彩票一共中了多少钱？卡里还剩了多少钱？阿斌压住他，脸几乎贴着脸，我哪舍得买彩票？再说彩票哪有那么好中？那你的钱哪来的？我
我是顶级富豪的私生子，你信不信？我每个月都有源源不断的家族信托到账。真的吗？那你不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了？如假包换。阿冰也激动的全身颤抖。那个以前连觊觎都不敢的女神，最终会属于自己。等一等，关窗帘。白洁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70，额度提升至1000万，获得返现355.87万。白洁好感度加1 71，额度1100万，加1 72，额度1200万，加1 73，额度1300万。最终好感度停在73点。从进门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小时，一身汗，去洗洗。一起？我才不要！去不去？又来了哟！哎呀，人家都走不动了，赶紧的！这一晚是阿冰此生最幸福的时刻，他抱着她，嘴角勾着，笑得安宁。哎呀，都迟到了！拿到手机的那一刻，白洁天都塌了，已经早上10点。感觉空落落的阿冰一把拉回他，双腿夹住，继续睡觉。放开我！下个月还要买车险呢，都跟了富豪私生子你。还上毛的班呢？你让我面子往哪儿放？那你养我，1个月给我2万，不5万零花钱。阿冰抓起手机，点开微信，给他转了10笔20万，够不够？不够我再转。够了，生哥，这真是给我的吗？阿冰搂得更紧了些，拿去开个公司，老厂亮点，别给我丢脸。主要是白洁天天跟着，不利于他赚返现赚幸运值。但是我没创过业，我怕给你亏了额度，还有近千万呢，就当练手了。没钱了，只管找我要。白洁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74，额度提升至1400万。那我去给你做早餐，你等着哦。家里啥都没有，拿什么做？点外卖呀。下午，白洁高高兴兴找小姐妹看写字楼去了。阿冰慢悠悠摇到了附近一家豪车卖场，他很喜欢迈巴赫 S480，以前只能想想，现在直接全款拿下。算上于文文的9万9，朱星星的97万，白洁的355万，加上自己存的10几万，他现在可支配财富已近500万。欢迎光临麦驰名车，先生想看哪款？销售迎上来，是个挺漂亮的御姐，综合颜值73分。你们这里有迈巴赫 S480吗？有的先生。他领他到展厅中央，这台配置很高，带大百灵4D 环绕音响，主动氛围灯，流星雨数字大灯。阿冰直接拉开门坐进去，真舒服。内饰也是他喜欢的成色。这车现在什么价？车价168万，目前有12万优惠，如果做按揭还可以谈，能谈到多少？150万应该就能落地。贵了。他又指着边上一台冰美粉的帕拉梅拉，这台呢？销售表情有了细微变化。先生，男士开这个颜色的话不太合适，我准备送给我女朋友。这台帕梅配置也很高，150多万的价格。销售兴致缺缺，帕梅我不给你讲价 ，S480能不能给我少点？可以啊，2台一共300万，给你打8折怎么样？行。阿冰摸出2张卡，给我分开刷。销售直接懵逼了，去找老板。老板30左右，社会气息很足。帅哥，你是说要2台一起买？全款？对，价格都谈好了，240万。老板递出支烟，不好意思兄弟，销售业务不熟，他乱说的。帕梅我可以原价买 ，S480能不能给我个骨折价？行。老板带他到洽谈区，很快说好价格。迈巴赫138万包牌包税，帕梅158万送5年保养，打印好临牌。阿冰直接开车走人。30几度的天，车窗全开着。他这样做不是要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，而是开上迈巴赫。第一个要接回的就是曾经自卑的自己。记得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出租屋内泪水打失猪脚饭，当时他就发誓要挣到1000万。短短3年，迈巴赫进行曲已经单曲循环了。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车上，阿冰给白洁拨去电话，办公室找好了吗？就在新天地这边，530多平，月租金4万，可以吗？申哥，你自己决定就行。对了，我在麦驰名车给你订了台车，你空了去取啊？啊，可我不是有台妹，什么车啊，申哥？你去了就知道，告诉我呗，好奇心都被你勾起来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还有事要忙。挂断电话，他去了最近的一家华为店。小米11已坚持4年，该换了，直接提了一台3折叠。如今装备搞齐，是时候全力赚取幸运值了。神秘商店的东西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阿冰指头敲击着方向盘，记得前几天老杨说过，紫兰会来了一批鲜货，个个都闭月羞花，这辈子还没唱过婚歌，反正有额度可以白嫖，去感受一下。晚上8点，阿冰独自走进了会所，一长串果盘站在包厢的时候，画面还是很震撼。他眼睛缓缓从女孩们脸上扫过，看得很认真。这个62分，不行，这个有79，就差一点。一圈下来，阿冰点了2个，一个80分，一个81分，都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有纹身，都黄毛，精神小妹既视感。不过他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腐败，谁能有家里的白洁香，有幸运值赚就行。哥哥，我叫星星，敬你一杯。哥哥，我叫婷婷，我作陪。阿冰一饮而尽，从兜里掏出刚才在超市买的2包中华细枝，都抽烟吧，拿着吧。谢谢哥哥。2人收下，阿冰解锁了他们的详细资料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主要是好感度。初始还挺高的，一个30，一个35，这就是长得帅的优势。那什么，你们一晚上的小费是多少？阿冰问。15张哥哥，我给你们双倍，喜欢吃啥自己点，酒也是，乐意喝哪种喝哪种。你太好了，八哥哥，再敬你一杯。星星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31，额度提升至2万。我也敬你哥哥，祝你天天开心。婷婷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36，额度提升至5万。怎么这么慢？我还以为最少能涨5点呢。阿冰没过多纠结，和2个女孩谈起人生来，他能想到的话题几乎聊完了，还承诺之后几天继续点他们作陪，但好感度只区涨了2点。尼玛，真像网上所说，夜场女孩都爱无能。阿冰也懒得装了，要把这2个的好感度提升到80点，可能比登天还难。他拿起桌上的中华四开，点燃一根，将剩下的揣进裤兜，指着点歌台去，给我点一首最好的安排。好的哥哥。星星贴心的递过来话筒，哥哥长得这么帅，唱歌一定很好听。谁说我要唱了啊？2个女孩不会了，你们2个对唱，我今天乐意听这首歌。好的哥哥。阿冰翘着2郎腿，品着酒，享受着难得的安逸。晴天突然下起大雨，冲刷干净这些年所有委屈，1遍、2遍、8遍、20遍结束。2个女孩声音都哑了。哥哥别唱了好吗？你摸一会儿行不行？继续，求你了哥，我们来玩游戏吧。七星瓢虫怎么样？那结账。小妹喊来服务生，阿冰一人只给了1500小费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出了包厢。刚出大门，一个女生喊住他。
你是阿斌？阿斌侧头，一个有几分面熟的女人站在3米开外。他扫了一眼资料，张翠翠，高中同学。好久不见。记忆中，张翠翠有点水性杨花，当时和好几个高年级学生都耍过朋友，也挺物质的。阿斌当时穷的尿血，所以高中3年没什么接触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变化真大啊！我刚才都差点没敢喊，你变化也挺大的。你是来这儿唱歌？我在等我男朋友，他停车去了。末了，张翠翠还加了一句宝马 X5，呵呵，挺好的，那回见。阿斌摆摆手，哎，等等，张翠翠2步过来，加个微信吧。要不这周末要举行同学会，大家都很多年不见了，联络。阿斌想了半秒，掏出手机，当时东海3中的校花就是他们班的李婉如的话，说不定有90分，可以去看看。刚扫完码，一位瞅着40来岁的冬瓜选手扒开阿斌，你干什么的？张翠翠拉走他男人，一个熟人，不是男模。阿斌没回湘西郡，线下的不行，那就在线上找。抖音擦边女主播那么多，随便都能筛出来几个。回公寓冲了个澡，阿斌躺在沙发上翻找起来。他的第一目标是同城，太远懒得跑，眼睛快迷离时，终于是找到了一个。阿斌瞬间从葛优瘫作证，屏幕中的主播带着猪头特效，但阿斌能看到他的资料有94分，他马上送出去一颗小星星。主播的详细资料显示在眼前，姓名苏里夏，年龄21，身高166，体重49千克，前任0，综合颜值94，好感度0，额度0，隐藏奖励魔术师是会变魔术吗？这个奖励可以，系统的很多东西不好解释，以后不知道还会得到什么稀奇古怪的奖励，正好可以用魔术掩盖。感谢孤勇者送来的小星星，主播是头像锐评博主，送墨镜可以解锁专属评价哦。阿斌看了看直播间，只有30多人，他1毛钱的打赏已经是榜3了。苏里夏没有作品，粉丝也不多，应该挣不了什么钱。这么高的颜值分，摘掉特效，随便扭2下，不知道要迷死多少老色批，舍近求远干嘛？不过也好，没有榜1大哥苏里夏的，前任是0。阿斌兴趣很大，正想刷个墨镜出去，直播间一阵特效闪过，一个63级大哥进来了，欢迎珍妮玛带进大哥进入直播间。话刚说完，一架粉红色飞机划过屏幕，珍妮玛带进发话了，老规矩，摘特效飞飞。好的大哥，猪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青春洋溢的脸，这位太正了，完全就是标准的校园剧女主长相。弹幕也炸了，瞬间就多出来几10条评论。只10多秒，苏里夏猪头特效又带上了，铃铛般的清脆声音从屏幕传出，感谢小处女大哥送来的墨镜，大哥需要头像锐评吗？小处女，请狠狠的暴击我。阿斌看了一眼这位水友的头像，露背绷着2头肌的肌肉男。苏里夏开始了，感觉你是在各种交友软件到处发约吗的那种普信男，真人应该1.64米，200来斤，半糖的那种，开个玩笑哈大哥。说完就咯咯咯的笑，声音真的像银铃一样。然而还没完，现在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应该躺在300元1月湿气超标的地下室，跟那种臭老鼠一样，地上全是卫生纸，对着屏幕傻笑。开玩笑的哈大哥，咯，阿斌也笑了，这女孩还真有点意思，居然嘲讽刷礼物的大哥。小处女，你 IP 地址东海的是吧？你以为我在东海没有人脉，找人弄你信不信？都说开玩笑的啦，有没有心态好的大哥？一个墨镜解锁专属锐评，阿斌充了100钻石送了一个，他头像是一只手在摸一条土狗，狗笑得很开心。苏里夏开始表演，孤勇者。你给我一种想要装爱心人士，但真实身份可能是偷狗的感觉。真人的话，应该很喜欢借钱，而且从来不还，学历估计初中没读完，整天待在农村到处乱晃的那种。开玩笑的大哥，咯，阿斌反手又给他刷了一架飞机，因为苏里夏的好感度涨了5点，额度来到5000。谢谢孤勇者大哥送来的私人飞机，可以给你表演一个夸夸模式，需要吗大哥？阿斌敲字。我还是喜欢你毒舌后笑得没心没肺的样子。苏里夏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10，额度提升至1万。苏里夏还在推销他的锐评，弹幕全是让在露脸的，说是刚刚又收到了飞机。让阿斌没想到的是，他扔下句话就直接下播了，吃饱了拜拜，明天见。这么任性的吗？这姑娘，我还说再消费点呢。阿斌马上点了关注，进到主页发过去一条私信，加个微信，别装逼，赶紧发过来。对面立马就回了。你很拽吗？阿斌笑了笑，敲字拽有个屁用，出来混要有势力，赶紧，明天继续给你刷。苏里夏加微信500，阿斌好。苏里夏不对，我说错了，是1000。阿斌发。苏里夏的微信名还是叫菲菲，这个应该是商务号，朋友圈发的都是些不露脸的背影照，不过能看出来身材很好，腿又长又直，腰也细。阿斌点开加号，转过去1000。苏里夏，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？阿斌略懂些起瓜断补，刚看了你面相，猜到你是浙东一脉苏家人。苏里夏，哇，好神奇啊！呵呵，表情。老实说，你是不是调查过我？我很反感被人窥探隐私。阿斌，我有这能耐，直接线下堵你了，还费那劲加微信干啥？苏里夏，你真会看相。阿斌，略懂。苏里夏，那你再说说我其他特征。阿斌，我看你天中饱满，日月角明黄，今年不是20就是21。千山雨，东海高端小区。苏里夏从床上直起身，真的假的？这也能猜到？这个禅勇不会真是个跟踪调查狂魔吧？苏里夏翻了翻阿斌朋友圈，只有2条写代码的图片，还是几个月前发的，这不程序员吗？而且多半是肥胖、秃顶、抠脚那种，怎么可能和算命扯上关系？正准备痛骂一通拉黑，聊天框又蹦出来一条消息，姑娘身高应该是1.66米吧，体重天2，刚好100。苏里夏这下惊麻了，她对外一直都谎报1.68米，爹妈都没怀疑过，体重也是早上才上的秤，不多不少，刚好98斤。这除非是架着她去体检，不然绝不可能说的分毫不差。这人真有东西。苏里夏，不是你真大事啊，麻烦帮我看看财运怎么样？阿斌，急中急，姑娘最近有贵人相助，财运亨通。苏里夏从头皮麻到了脚心，完全说对了。半月前，珍妮玛带进空降直播间，已经给他刷了20多万礼物，不过他不敢见面，连微信都不敢回，怕被潜规则。没想到这也算出来了。苏里夏，大师你太厉害了，支个摊吧。
别写程序了。阿斌，好主意，明天出来帮我看看地方行不行？苏里夏，不行。之后任凭阿斌怎么发消息，苏里夏都不再回复。好消息是好感度涨到了20点，额度也提高到了10万。不过转过去的1000一直没收，这倒让阿斌多出来不少好感。这个女孩一定要约出来试试。不仅是因为隐藏奖励和幸运值，单说性格和长相，他就很喜欢。后续又在同城刷了好久，再也没遇到达标的主播。阿斌抱着手机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第二天11点，阿斌才睡醒过来，随便吃了个盖饭，开车径直朝公司而去。对，就是孙飞翔的公司，东海商务区，还有个绝世美女。以前上班偶尔能遇到，阿斌暗恋了她好久，之前有自知之明不敢表露，只能晚上睡前幻想一下。现在嘛，他要照进现实。在一个抖音同城找美女太难了，必须线上线下同时进行，不然神秘商店的宝物不知何时才能兑换出来。到商务区，阿斌停好车来到7号楼，那个美女的公司就在楼上。今天运气挺好，刚到饭点，阿斌就在人群中发现了她，开启扫描，姓名何秋氏，年龄24，前任0，综合颜值96。何秋氏，好有诗意的名字，24岁，比我还小1岁，已经是公司总裁了。听同事说她公司规模好像还不小，富家女应该没那么好搞定。不过那么漂亮前任怎么是0呢？她要求可能不是一般的高，96分，比白洁还高了1分，不知道能开出多少幸运值。正分析着，何秋氏已经过来了，阿斌就直立立的站在前方，他看都没看一眼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阿斌追上去，假装问路，请问粤海楼粤菜餐厅怎么走？何秋氏嘴角微微勾了一丢丢弧度，你不是翔天商务的技术员吗？上班这么久还认不得路？阿斌瞬间尬住了，尼玛，今天特地穿了最帅的一套衣服，还抓了抓发型，眼镜也没戴，怎么被一眼认出来的？他硬着头皮，对，我想和你搭讪，又实在想不到其他好办法，我还以为你认不出来。何秋氏没有说话，笑一笑朝前走了。讲真，他路过的风都是香甜的。阿斌追上，其实我是想请你吃饭和美。何总就在粤海楼，可以吗？不用谢谢，我有约了。漂亮、自信、气场强大、有礼貌，又给人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。饶氏系统在深阿斌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卑，面对朱星星，包括白洁时，完全没有这种情况。段位差的太多，不过阿斌并不打算放弃，就算邀约不成详细资料，先得解锁吧，看看初始好感度和隐藏奖励，方便日后行事。他跟在美女总裁后面一起进了餐厅，他去的就是粤海楼。阿斌找了个靠边的位置，点好菜，等了10多分钟都不见何秋氏。那桌有人来，刚刚是礼貌的拒绝，他3两下吃完，到前台一起结了账。再次看向何秋氏，他的资料多出来几行，姓名何秋氏，年龄24，身高170，体重52千克，前任0，综合颜值96，好感度15，额度5万，隐藏奖励雄风，初始好感度居然有15点，印象不算坏，有机会。隐藏奖励也很nice，现在天天都得和美女打交道，身体差了可不行。前天跟白洁4个小时，就脚趴手软的，这个技能来的正好。阿斌看得入神，何秋氏似有所感抬起头，他马上闪身躲到绿植后面，然后蹑手蹑脚出了门。车上白洁的好感度提示终于来了，加了2点，涨到了76，额度也来到1600万。看来他是现在才去提的车。电话头腻歪了一阵，阿斌方向盘一打，径直往东海最大的一家台球室开去。现在助教之风盛行，而且干这个的全是年轻小妹，线下寻觅目标台球室是最适合的场所。说实话，他以前从来没碰过这玩意，哪有闲钱和闲情呢？但抖音上经常刷到，还算轻车熟路。麻烦给我开个包房，空着的助教全都叫来。全部吗，帅哥？我们助教每人118元1小时哦。再拿些零食喝酒。好的，帅哥，助教妹的质量比果盘好多了，年龄都差不多20上下，颜值在60至80区间，可惜了没有90加的。阿斌捏着迈巴赫钥匙转了转，其实我不会打台球，就是无聊了，想找人聊聊天。好呀好呀，女孩们很热情，团团围了过来。沙发上坐吧，边喝边说。零食拆开，啤酒下肚，所有女孩的详细资料都显示了出来。阿斌的策略很成功，有钱人设加上自己这身皮囊，有2个女孩初始好感度就已经40加，其中一个还是全场最高颜值86分。然而还没完，喝完一瓶，他摇摇头，虽然不会打台球，但是我每次心情不好都会来台球室转转。我初恋就是在台球室认识的，当时陪朋友玩1来2去就熟悉了，记得一共帮他冲了差不多300万业绩吧，可惜最后还是没能走到一起。这是阿斌设计好的。昨天 KTV 失利，他反思出一个道理，助教也好，果盘也罢，干这个的大多虚荣拜金，那就给他们画的天大的饼，他们自己会脑补我为什么不可以是下一个。深情高富帅男友吸引力多大，而且他还不嫌弃这个职业，只要掏上一次以后还上毛的班啊！阿斌就是要让他们雌竞，总有好感度长得快的。果不其然，台词刚说完，86分一名叫雪梨的女孩好感度直接就突破到50，她身上足足带了4点幸运值。阿斌马上清退了其他助教，单对单和她培养感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斌问。雪梨啊，哥哥这么快就忘吗？我是说真名，梁慧燕，艳丽的艳，有点土，倒是没说谎。阿斌又问，有男朋友吗？现在没有，单身很久了。哥哥，资料显示他有2个前任，这话可信度不高。阿斌也不纠结，不好意思啊，刚见面就问这些问题，你和我初恋长得很像，说实话我很喜欢，所以就了解的细了些。梁慧燕好感度加7，当前好感度57，额度提升至44万。其实我也很喜欢哥哥，你这么帅的客人还是第一次遇见。我上个月刚去看了蔡徐坤的演唱会，你比他更好看。哥哥吗？我是他的黑粉头子，哈哈，是吗？网上好多黑他的，大多数都是图个乐子，他人还是挺不错的。说实话，黑着黑着都黑出感情来了。那我下次可以约你去看他的演唱会吗？可以啊，我请你。梁慧燕好感度加3，当前好感度60，额度提升至55万。阿斌揉了揉他的头，照以往的经验来看，60点好感度女生就不再抗拒肢体接触。那我们打会儿台球吧，我不怎么会，教我。可以啊。雪梨主动捉着他的手，身子贴得很近。阿斌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，味道很好，果香混着花香那种。生哥，我觉得你好有天赋，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捅都捅不准，我感觉你已经可以和我对打了，是吗？那来一局。雪梨双手撑在球桌上，歪着脑袋看着他，超短 JK 裙下打底微露。那我们要不要定个惩罚？说完他还眨了眨眼睛。好啊。阿斌抹了抹枪粉，你来定吧，我们可以玩大一点。说完他也抛了个媚眼。雪梨小脸微微一红，那我赢了你，满足我一个条件。你赢了我，
满足你一个条件。可以。阿斌将涂好枪粉的球杆递给他，雪梨你先来。第一局阿斌输了，雪梨让驮着他做10个俯卧撑。阿斌宽厚的背上，他笑得花枝乱颤。女孩子要主动起来，比男孩还会撩。第二局雪梨放了海，阿斌艰难拿下，他背靠在球桌，朝他勾手过来。雪梨俏生生地站到他身前，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他，犹若一只待宰羔羊。阿斌时只抬起他下巴，拇指轻轻捏住，稍稍用力送到了嘴边。雪梨从人均采撷到慢慢回应，最终搂着阿斌脖子被动变主动。86分的女孩，身材颜值已是极品，又如此热烈，阿斌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，一时间竟有些痴迷。不是男人有钱就变坏，是花花世界迷人眼，方丈都把持不住，更遑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。雪梨同样舍不得分开，她从未有过如此想亲近一个男生的感觉。以往被碰一下都觉得吃亏，现在只想紧拥着，永远不放开。梁慧燕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65，额度提升至70万。好了，阿斌拍了拍她的臀，房间里有监控，忍一忍，我们换个地方再来。雪梨恋恋不舍地分开唇，又猛地扑进阿斌怀中，紧紧锁着他的腰。生哥，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？好啊。阿斌半秒都没犹豫，他没有道德洁癖，只要能赚返现赚幸运值，什么都行。他更多的是把这看成一项工作，一切都为了达成指标。对女孩，他也谈不上多少歉疚。你得不到我的人，但钱管够。雪梨情不自禁主动右线上唇瓣。梁慧燕好感度+4，当前好感度69，额度提升至100万。好了，阿斌赶紧分开推他到一边，别在这里，出去再说。尼玛的，还差一点就能拿到返现了，才消费了几百块钱，你可别给我坏事。你是嫌弃我吗？雪梨嘴巴嘟嘟，没有。阿斌揪了揪他的脸，给了个宠溺的笑，我是怕忍不住在房间里就把你吃了。你们店有监控啊，传出去怎么办？那好吧。雪梨马上就变得开心，贴上来挽住他胳膊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去万象城吧，既然是我女朋友了，我送你点东西。真的吗？雪梨很开心，万象城全是卖奢侈品的，申哥果然大方。阿斌直接把他往理查德米勒店里领，这妮子好感度不要太好涨，他怕随便买只包就到70了，浪费返现。逛了一圈，阿斌来到中间柜台，让店员拿出一只98万的白色腕表，直接就往雪梨手上戴。好看吗？雪梨嫩嫩点头，好看，就这只吧，刷卡啊！雪梨手下意识就往怀里缩，申哥这太贵重了。阿斌理都不理他，已经刷了卡。梁慧燕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70，额度提升至20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70，获得返现98.07万。愣着干什么？走了啊！好，雪梨魂都丢了，她不敢相信，和阿斌刚认识不到3小时，竟然收到了近100万的礼物。申哥一定是真的爱我，我一定要好好对他。梁慧燕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75，额度提升至300万。申哥，万象城附近就有酒店，我们去那里吧，房费我来给。好啊！刚进酒店大门，就听身后传来愤怒嘶吼：梁慧燕，你竟然背着老子出来开房！我操！星号，骂得真脏。阿斌猜到多半是雪梨男友，刚刚转身，衣领就被揪住了。来人身高和他差不多，金色韩式男头，看得出来有点小帅，但面容扭曲。你他妈敢搞我女朋友？你是不是想死？阿斌抹了抹脸上的口水，淡淡道：他说他单身啊兄弟。雪梨着急解释：没有申哥，我已经和他分手了，我现在是单身。来人怒目瞪过去，我他妈就说你刚刚为什么突然给我发了句分手？找到下家了是吧？一脚就把老子踢了。我告诉你们都没有。齐超，我跟你说了很多次，我们不合适。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申哥，我们走，别理他。这种情况，雪梨还过来挽住阿斌，要朝酒店走，这直接把齐超点炸了。招呼了随行2个兄弟，一声抬手就打。还好阿斌时常有锻炼，身体素质良好，一撩就把他掀翻了。但双拳难敌4手，身上还是挨了不少下，嘴角都破皮了。是酒店保安将场面控制住的。阿斌点了根烟，凝向雪梨去开房。你他妈敢！齐超目眦欲裂，雪梨只愣了半秒，就小跑着去了前台。阿斌往地上啐了一口血沫，这事儿还不算完，然后看向保安。我不认识他们敢闹事就报警。梁慧燕，你这个臭婊子，我他妈操你全家！阿斌不理齐超的狂吠，转身进了酒店。房间内，雪梨小心翼翼帮他热敷着。申哥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追到这里来。他怎么知道你位置的？刚才逛街被熟人撞见了。不是，雪梨摸出苹果手机，他这个人控制欲很强，我的 Apple 是他注册的，能看到我的定位。又蠢又憨，你突然说分手，人家肯定会发了疯的找人啊，估计手机也是那男的买的。阿斌有些下头，但心头那股气不吐不快，给他打电话啊？为什么啊？叫你打你就打哦！接通之后，阿斌一把锁住了雪梨的脖颈，他要狠狠的出气。此处省略具体描写。申哥，你别走好不好？我害怕。阿斌理都不理，自顾自穿衣服。临走前，他给雪梨赚了1万，回头淡淡说了一句：去换个新手机。还有今天我很不开心。砰！房门关上，独留雪梨抱着被子，泪眼婆娑。阿斌也不想这么狠，但必须这样做。网上有句热梗说得好：舔狗一无所有，战狼应有尽有，就是要让他后悔纠结，让他患得患失，好感度才会涨。说不定之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4点幸运值就会自动到账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阿斌得回去看苏里夏直播，搞事业才最重要，怎么能现在温柔乡？晚上9点出头，终于是收到了开播提醒，点进直播间，珍妮玛戴静也在。苏里夏现在有10万消费额度，阿斌想都不想就是一个私人飞机送出，感谢孤勇。苏里夏说到一半直接闭了麦，仿佛没看见礼物特效。他昨天仔细想了想，孤勇者也在东海刷礼物，肯定是想约见面，他怎么可能催没折腰事权贵？阿斌不纠结，又送了架飞机。但榜一大哥珍妮玛戴静不乐意了，屏幕上出现他异常醒目的高级弹幕：菲菲，你和他怎么回事？你们线下聊过了？苏里夏撇撇嘴，对啊，他昨天给我刷了飞机。再说和谁聊天是我的自由吧。珍妮玛戴静送出火箭 X1 X2，一直到第10发特效才停下来。珍妮玛戴静，
你要多少礼物我都可以刷给你，我不希望你去舔任何人。哥这给我装什么犊子呢？阿斌如法炮制，也是10发火箭刷屏，弹幕瞬间热闹起来。苏里夏完全没有收到大额礼物的兴奋，眼里全是对 LSP 水友的厌恶。他蹙着眉，有房管吗？把这个想入非非插出去。阿斌觉得挺好玩，刷了一个墨镜出去，并扣字：小苏不是头像锐评博主吗？帮我评榜2呗。榜2就是真尼玛带劲，头像是录着钉钉的蜡笔小新。可以，苏里夏答应的干脆。苏里夏也不是很喜欢这个榜一大哥，总是说些很神经的话，在微信上也是。以前想锐评他还不同意，看我这次怎么训你。带劲哥只是开玩笑啊，你别生气。苏里夏先给自己打了个补丁，说实话，一般用这个头像的都是2次元肥宅，我猜带劲哥应该30好几了，可能胆子小长得丑不好找女朋友，恰巧家里拆迁分了些钱，所以隔着屏幕哐哐打赏女主播。听我一句劝，带劲哥赶紧让你妈妈联系个厉害点的媒婆，说不定还能找个离异带俩儿子的大妈。哥，开玩笑的哈哥。阿斌爽了，随手又刷出去3个嘉年华。苏里夏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21，额度提升至11万。尼玛的，今天都消费2万了，才涨一点好感度，你是吞金兽啊？真尼玛带劲，估计脸都黑了。弹幕带着怨气，很好，菲菲你很好。接着五花八门的特效闪过，真尼玛带劲，很快就超过阿斌，成为榜1。房管在吗？给我把孤勇者踢出去！紧接着画面一黑，屏幕上弹出来一行提示：你观看的直播间已关闭。尼玛的，又跑了！阿斌赶紧发出去一条私信：干嘛？我还要消费阿伟。这次有回复，累了。你打赏给其他女主播吧。阿斌，不是我的钱有用啊，大哥，我送给他们干嘛？苏里夏，算我做好人好事了。阿斌。你真是个好人，竖大拇指表情。苏里夏，我要追剧了，拜拜。阿斌，不是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没跟你说啊。等了一会儿没回复，阿斌只好出此下策。其实这件事我一直不好开口。昨日我观你面相，发现你极恶公暗沉，眼皮下还有一条不易察觉的阴质纹，这是大凶之兆啊，不及时化解会出大问题的。那边果然很快回复，你妹的，你别吓我。阿斌，骗你我是你儿子。千山雨粉色系房间内，苏里夏凝神看着屏幕，呼吸都忘了。他又想起半月前发生的恐怖一幕，今天直播间吵得这么厉害，说不定孤勇者说的是真的。苏里夏赶忙敲字，你真有办法化解？阿斌，我专业的，都验证过几次了，还不放心吗？苏里夏。那好，明天中午我们千山雨大门见。阿斌，给个你的电话，到了好联系。苏里夏188，存好备注。阿斌长松一口气，只要能线下见面，再把第一印象搞好，不怕以后没机会。正准备睡觉，脑海传来系统提示：梁慧燕好感度+2，当前好感度77，额度提升至340万。紧接着微信消息接连响起，阿斌看都不要看，就知道是他发来的。火候还没到，还得让他再换10几天。给手机充上电，阿斌美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，阿斌特地去商务区吹了个头发，又上万象城斥巨资买了身巴黎世家，这才驱车朝千山雨走。他很重视苏里夏，不仅仅因为颜值，阿斌没事的时候爱想问题。魔术师这个隐藏奖励必须要拿到，不然后期会有很多麻烦。再者，幸运值也多益善，他可是觊觎神秘商店2件宝物好久了。导航距离还剩200多米，阿斌远远就看见千山雨大门前一个热衣热裤、皮肤白皙的长发姑娘。就算完全看不清面容，他也笃定这就是苏里夏。到地方刹停，在车上抽完根烟，阿斌才慢悠悠走下。苏里夏瞟了这边2眼，但没过多留意，他满心想的都是大凶之兆的问题。这时电话响起，他赶忙接通，喂蚕蛹，我就在大门前，你到了没？我叫孤勇者阿大姐，谁是蚕宝宝了？哎呀，都差不多，你到底？说到这里，苏里夏胳膊垂了下来，他侧头惊异地盯着阿斌，你就是蚕蛹？对啊，用得着这么惊讶吗？苏里夏好感度+8，当前好感度29，额度提升至27万。苏里夏有点结巴，我还以为自己锐评的很准呢。阿斌笑着摇摇头，你真以为我是偷狗的？哎呀，不说这个，赶紧说说我的大凶之兆要怎么化解。阿斌可算是知道他为何提前这么早到了，肯定是在家里带的心慌。不必着急，我看前面有家餐馆挺不错，我们边吃边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饭？鲤鱼。阿斌看着他，我人都在这里了，你怕什么？镇得住的。什么鲤鱼？我叫李夏。说完，苏里夏就觉得不对，哎，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？你以为干这行的没点说法？阿斌拉开车门，走吧，早饭都没吃，肚子饿了。苏里夏没理，拉开后排坐了进去，脚很自然就翘起，跟我爸的车一模一样。蚕蛹你这也是 S580吗？可阿斌轻咳一声，差不多吧，你爸挺有品的。苏里夏嘀咕，招摇撞骗这么赚钱吗？哎，对了，帮我化灾需要多少钱啊？我很穷的，别敲我，都朋友谈钱多俗。苏里夏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30，额度提升至30万的坛元18万8千元。苏里夏好感度2，当前好感度28，额度30万不变。开门，我要下车。他疯狂扣门锁。阿斌不敢拿好感度开玩笑，道逗你玩呢，中午你请就行了。苏里夏好感度+3，当前好感度31，额度提升至33万。真尼玛带劲，昨天很生气，今天一大早他就往东海赶了。直播间的闹剧必须得有一个交代。餐厅，阿斌很绅士，帮忙拉开凳子，请坐，谢谢。苏里夏入座，翻开菜单就点了几个菜，我就点自己爱吃的咯。没事，我都行。等菜的功夫，苏里夏紧张兮兮地问蚕蛹，我的大凶之兆到底是什么？具体要怎么才能化解？阿斌哪里知道，开始瞎扯。你仔细想想，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他觉得苏里夏这么毒舌，很容易与人发生过节。我去，真被他算中了。苏里夏稍稍探过来脑袋，不瞒你说，真尼玛带进来东海找过我。阿斌抬眸拧过来，你真和榜一大哥见面了，这不是个好兆头。阿斌决定狠狠吓他。不是，苏里夏挽了挽耳发，他不知道从哪儿找到我住址的，到小区大门直接给我发消息，让我下楼。我一点不想和网络上的人产生联系，只是想打发走，于是全副武装前到楼下，问他在哪里。然后呢，他报了个车牌，是一台奔驰越野车。我找好角度，打开相机拉近一看，驾驶位上坐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，大夏天还穿着西装，吓得我赶紧溜了。所以你就不怕他天天来堵你？所以我那段时间都没出门，幸好没多久他自己走了，之后也没再出现过。直到你昨天说起我面相阴质什么的，我才想起他有可能来报复。阿斌哼了一声，你就说算的准不准吧，还不是因为你让我锐评什么吗？现在你说要怎么化解？不是，阿斌端起茶水喝了一口，
你说那人开什么车？奔驰越野车啊，就是大 G。正好这时，餐厅门口刹停一辆 G63，车头直直对着门口，极其嚣张。那人长什么样？满脸横肉的大胖子，还穿着西装。餐厅门推开，一个将近1.9米的壮汉直直往他们这桌走，就是穿的西装。阿斌扯了张纸巾擦擦脸，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。苏里夏刚才就觉得奇怪，怎么蚕蛹老师问才说过的问题，而且眼睛一直盯着外面，扭头一看，心跳都漏了一拍，真尼玛带劲杀过来了。这种时候顶不住也要顶啊！阿斌起身上前一步，挡在苏里夏身前。苏里夏好感度+3，当前好感度34，额度提升至42万。但壮汉隔着2米突然停了，侧身负手站在一边。此时餐厅门在推开，一个一身黑哥特式打扮的短裙女子踩着猫步往这边来了，颜值身段都非常惊人。阿斌下意识开启扫描，姓名白糖，年龄20，前任0，综合颜值95。今天踩狗屎运了啊！路上白捡一个极品。但这个女生是谁？为什么真尼玛带劲，跟个保镖一样站在边上？不是，未必正主是她。这个壮汉一直都是司机保镖的角色，被苏里夏认错了，极有可能。但她一个女的给女主播打赏干嘛？难道是个拉拉？这未免也太可惜了吧！白糖走得很慢，他在故作优雅，与菲菲第一次见面，一定得留下好印象。到边上，他微微抿笑：“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苏里夏这下也反应过来了，食指指着他：“你才是真尼玛带劲。”对啊，白糖颔首，我觉得我们有误会，想当面说清楚。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白糖勾唇，我有我的办法，先坐吧。阿斌放松下来，只要不是来干架的就行。吃饭了吗？这位小姐，我让店员再拿一副碗筷。没有，谢谢。阿斌干脆自己起身去了吧台，预付1000后，从消毒柜拿了碗筷。落座后，假装不经意一瞟，白糖的详细资料出现在眼前：姓名白糖，年龄20，身高165，体重48千克，前任0，综合颜值95，好感度30，额度0，隐藏奖励赛车手，又是一个清纯少女，奖励也不错。我喜欢驾驶，不过好感度3是什么鬼？我他妈哪里得罪他了？难道因为是情敌关系？谢谢。白糖抿嘴接过，侧头问苏里夏：“菲菲他是你男朋友吗？”没。苏里夏摇头，他就是孤勇者啊，昨天还让我锐评你来着。啊，你是孤勇者？白糖很惊讶。接着阿斌脑海中系统提示狂响：白糖好感度+10，-20，+10，-10，+10，0，+10，10，额度1万，+5，15，额度5万，是每次好感度最多只能涨10点，还是白糖连续在涨？闹妈了！还有他果然是个拉拉，知道我不是苏里夏男朋友后，态度变化这么大。阿斌面上笑嘻嘻的。我也没想到，真尼玛带劲竟然是个大美女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白糖没有伸手，侧头看了眼保镖。壮汉马上会意，抬手按着耳麦，对白总：“惹小姐生气的人找到了，明白。”然后他大步跨来，提起阿斌就是一顿胖揍。尼玛，体格、力量、身手都不在一个层面。阿斌老惨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白糖一脸焦急，蝰蛇你在干嘛？谁叫你打我朋友的？壮汉不停，沙包大的拳头还在往阿斌肚皮上呢，又挨了7、8下。白糖才一跺脚，你再不住手我马上给爸爸打电话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壮汉这才停下，白糖满脸怒容。你滚回车上去！然后他歉意看向阿斌、苏里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，你们等我，我去狠狠训他。车门关上，白糖狡黠一笑，你做得很好，蝰蛇，活该这个孤勇者，谁叫他惹我生气？壮汉憨厚道，我记得小姐你的指令，不要打了就是继续打，跺脚才停。不错。白糖拉开包包，从中拿出一沓钞票给你的奖励。不用小姐，白总现在收了你的卡，还规定每周只能用2万现金，你自己留着花吧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是。餐厅，苏里夏一脸紧张看着阿斌，你没事吧？蚕蛹，要不要去医院？没事。阿斌抬手，我算到有这一节，这不帮你挡下了吗？苏里夏好感度+2，当前好感度36，额度提升至48万。可是我看到你流口水了耶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赶紧治疗。我治好了也流，别担心，我的身体自己清楚。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苏里夏递过来一张纸，不过真尼玛的保镖也太狠了，我都吓懵了。所以这就是你不来救我的理由？哎，没有苏里夏有些难为情，不是命中注定要帮我挡下这一劫吗？谢谢你了，蚕蛹。我叫阿斌，谢谢你，阿斌。正说着，白糖进来了，他一脸歉意，坐到阿斌边上，抓住他的手。怎么样，孤勇者，有没有伤到哪里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阿斌还以为他是真心实意，摇头，还行。但你让那个盲子记住，我迟早还回去。好，我回去先让老爹收拾他一顿。那我们先去医院包扎一下。好的，快些，不用麻烦，小伤。白糖坚决摇头，不行，必须要去看看，万一留下什么隐患呢？阿斌觉得对，检查稳当先。医院检查后，医生让他到外科1号室上药。阿斌本以为简单包扎就能走，没想到科室外排着长长的队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挨打的这么多吗？而且都是年轻男性。走近2步，他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冲着里面那漂亮护士来的，的确是非常不错，宽松护理服都遮不住他傲人的身形。阿斌马上开了扫描，姓名黎姿，年龄22，前任0，综合颜值92。尼玛，又是个90分以上的，前任也是0，今天运气爆棚了呀！阿斌转给苏里夏2块钱，有些口渴，麻烦帮我买瓶水。苏里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求你了，快去，我不习惯花女生钱。苏里夏叫了白糖一起，白糖欣然答应，走过来挽住他手。苏里夏轻轻扒开，那个白糖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？什么？白糖以为初次见面就这样亲密他不习惯，也没在意。苏里夏很郑重的凝视过来，你是不是喜欢女生？什么啊？白糖比他还诧异，双手赶忙护在胸前，我很正常的，你不会，我也正常。那你为什么会给我刷礼物，还刷那么多？你很对我口味啊，菲菲。现实中遇到的人都太无趣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朋友。真的？苏里夏很欣喜。那以后可能给你刷不了多少礼物了，我的钻石余额只剩几十万了，那没关系，我本来就是拨着玩玩。那好，以后谁要敢欺负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出头。我还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白糖，你爸爸是不是黑社会啊？白糖耿直道，对啊，但他不承认，他说这叫社团。医院，阿斌脚都站麻了，终于排到，他递过去水，看你一直在忙，都没时间喝水，诺，给你。这种情况，梨子每天都要遇到好多次，一般都是不理，但眼前这个男生是他的理想型，这不太好吧？
这不是刚才那个漂亮女生送给你的吗？黎姿表面客气，实则试探。哦，你说李夏，她是我妹妹。阿斌张口就来。那好吧，谢谢。黎姿甜甜一笑，接过的刹那，阿斌眼前浮现出她的详细资料：姓名黎姿，年龄22，身高167，体重50.5千克，前任0，综合颜值92，好感度40，额度55万，隐藏奖励吉他手。阿斌心头很是激动，初始好感度竟然有40点，这还不随便拿返现？不，要是操作得当，幸运值都能很快拿到。他绝对没记错，这是第一次见到黎姿这么漂亮的女孩。他不可能没印象，竟然能遇到对自己有意思的高分异性，太幸运了。话说苏李夏是不是自己的幸运女神啊？刚见面就爆了2个极品，看什么呢？黎姿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阿斌眨了眨眼睛回神，看你呢，美呆我了。好感度高，他皮了一句。黎姿脸蛋肉眼可见由白变红，他微微低头伸出手，把你的衣嘱给我。阿斌递上，他仔细看了看，纸桌边上的病床，躺上去把衣服脱了。阿斌照做。黎姿端着托盘过来时，好感度莫名其妙的又涨了。黎姿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45，额度提升至75万，可能会有点痛。你忍一下。他素手蘸着酒精在阿斌腹肌上抹，平时手套不离身，这次故意没戴。疼吗？一点。你可以吭声的。那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饭。黎姿脸更红了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本是浓情蜜意的一幕，后面排队的不干了，干嘛干嘛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还让你谈上恋爱了？就是，大家都等着呢，赶紧的，留好电话。阿斌歪着脑袋轻轻挥手。黎姿笑得比蜜还甜。出门找了一圈，不见苏李夏人，他拨出去电话。你俩浪哪去了？看电影啊？怎么了？不是你。我阿斌噎得沸腾，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好歹等等我，才几分钟就被别人裹跑了，他啦啦呀！行，玩得开心。阿斌故意说的伤感，哎呀，别难过了，大不了下次陪你嘛。好吧，再见。下次出来也还行，正好今晚可以约黎姿。阿斌回到车上发了条消息，就打开抖音，4点出头。阿斌收到短信，我下班了，你在哪儿呢？阿斌，这么快？黎姿，我今天是白班。阿斌，就门诊部对面的车位，一辆没上牌的黑色奔驰。黎姿便装很素，上身圆领白 T 恤，下身浅蓝牛仔裤，一双小白鞋，就像一朵纤尘不染的水仙。这边。阿斌站在车头挥手，黎姿好感度+3，当前好感度48，额度提升至92万。他没想到阿斌说的奔驰是一辆迈巴赫，他认得这车，脑外科陈教授就有一辆，听说的150多万。黎姿知道自己拜金，医院这爹妈强行安排的每月几千块还要熬夜的工作，他早就不想干了。同时他又颜控，颜值不达标，再有钱都白搭。而阿斌就是他理想的择偶对象。你一直在医院啊？黎姿轻点着脚尖走过来，离得阿斌很近。风吹得他发丝微乱。阿斌帮忙捋好，我想在你下班的第一时间就见到你。黎姿好感度+2，当前好感度50，额度提升至10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50。黎姿为幸运值携带者，点数为5，好感度达80可解锁。我也是。黎姿羞红着脸低下头，真是如白纸般纯真的妹子啊！她前任是0，绝对不是装的，真好。阿斌牵起她小手，很绅士将她送进了副驾驶。迈巴赫打燃，阿斌手又伸过去，想吃什么？我带你去。黎姿依旧娇羞，我都可以，跟你的话。新天地有一家日料很不错。我们去试试。阿斌其实不大爱吃这玩意，但女生普遍喜欢。好呀，黎姿点头。不过现在去吗？还挺早的耶，吃完再看看电影什么的呗。好呀，黎姿昂起头，眼睛弯弯。不过你们医院下班是真早，我以前做梦都想有个这种工作。阿斌现在想起被建祥压榨的日子，都甚是唏嘘。也不是了，早上也很早的，我每天7点就要起床，而且2班倒，每周一换，生物钟一直都是乱的，那还是蛮辛苦的。待遇呢？薪资应该不低吧？到手只有6、7千。其实在东海这种伪2线城市，女生能有这个收入已经算很不错了。但阿斌懂她的弦外之音。那要不你来帮我吧，我每月给你2万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是做什么？我其他工作不怎么会耶，做什么我还没想好，反正包吃包住。阿斌想的是留在身边，随叫随到，方便刷好感度，反正有的是额度。听在黎姿耳朵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他心跳的厉害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包养我？不，这不能算是包养，特地说了包吃包住，应该是想同居吧。虽然我不介意，但这也太快了，真的太快了。阿斌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阿斌头摇的坚定，可能是要求太高了吧。母胎单身，真的吗？我也是。阿斌紧了紧他的手，所以才能等到你啊。黎姿，以后我叫你荔枝吧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黎姿心跳如打鼓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完全没有准备。他不是犹豫，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。阿斌侧过头，深情凝着他，我没有其他意思，我只是想拿出诚意，先给你买套房子，我们可以慢慢谈。轰！黎姿本就濒临崩溃的心理防线彻底轰塌，他抬眸对上那双漆黑眼睛，重重点头。阿斌方向盘一打刹停，迈巴赫拖着黎姿后脑勺，霸道印上去唇。黎姿好感度+10，当前好感度60，额度提升至200万。黎姿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65，额度提升至300万。好了，斌哥。黎姿胸口剧烈起伏，我不是故意要推开，实在喘不过气了。我知道。黎姿虽有回应，但笨拙，肯定是没经验。阿斌扯了张纸巾，轻轻蘸着她嘴角，不好意思，口红弄得到处都是。没事的，斌哥要是嫌麻烦，我下次可以先擦掉。真是个傻白甜恋爱脑。阿斌刮了刮她的鼻梁，可爱过头了，傻姑娘，多照顾自己的感受啊。斌哥的话，我愿意这样。尼玛，到底是我在攻略，你还是你在攻略我啊喂？阿斌觉得，如果自己的好感度能数字化，此刻估计已经到70了。好活儿，给鞋。他伸手捏住黎姿下巴，花都花了。那别浪费，再来一次。然后解开安全带，整个压了上去。吃饭的时候，两人眼神也是不断在挑逗。明明才认识半天，活像是热恋期的情侣。阿斌感觉自己都不像在演戏，这种甜甜的感觉是他学生时期梦寐以求的。他很享受你侬我侬的时候，膀胱不争气。本来就在医院憋了一下午，他起身，我去趟洗手间。荔枝，你想吃什么自己夹。好的。黎姿笑起来，2个小酒窝很可爱。带阿斌走进转角，他马上招来服务生，麻烦再给我们拿一个勺子。好的，稍等。服务生走后，他快速拿起阿斌那只装进包里，四下看了看，无人发现。这边又捡了一团阿斌擦过鼻涕的纸巾。阿斌很奇怪，怎么撒个尿的功夫，好感度就涨了4点？不是比亚荔枝，这就69了。我400万额度才消费了这一顿饭。
饭呢。他急急忙忙回到桌上，不好意思，荔枝刚刚接到个紧急电话，要马上赶回公司处理突发情况，我们下次再约好不好？黎姿乖巧点头，起身拿起包包，工作重要，你先去忙兵哥。阿斌都不敢送他，结完账扛起迈巴赫就跑。如果白白浪费掉这400万返现，会比杀了他还难受。阿斌去了新买的爱巢，食髓知味后，他是越来越喜欢白洁这个妖精。黎姿换好拖鞋就往卧室走，关上房门，他轻轻扭转了反锁旋钮，来到床前，他郑重拉开包包，将木勺子拿出来嗅了嗅，舔了舔，然后直接放进床头的咖啡杯中。那团纸也被反复打开又合拢。心满意足后，黎姿拆开枕套，将纸塞了进去。白糖和苏里夏疯到半夜，两人看完电影吃完饭还去唱了歌。回到家已经凌晨2点，白糖本想偷偷摸摸溜回房间，打开别墅门，老爹正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。糖糖回来了。白之贤跺跺脚，渝州市都得抖3抖的人物，面对女儿时却不敢大声说话。对啊，白糖索性大大咧咧坐到沙发上，这么晚了你不睡觉，想猝死啊？可白之贤噎了一下，爸爸担心你，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。糖糖你太漂亮，大晚上的在渝州怎么都无所谓。东海行了行了。白糖抬手打住，唐僧都没你会念老爹。好了好了，我要睡觉了。目送女儿回到房间，白之贤拨通了魁蛇的电话，进来，是白总。魁蛇恭恭敬敬站在一边，白之贤剪断支雪茄点燃。今天小姐都去了哪些地方？我先送小姐去了千山屿附近一家餐厅，白总吃完饭又去了等等。白之贤稍稍拧了魁蛇一眼，魁蛇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说细节，都吃了什么？有哪些人？聊天内容记得的都说。是白总，餐厅有2人，一男一女。白之贤缓缓吐出口烟雾，所以说糖糖很开心。是的，白总，今天小姐笑容多了很多。白之贤沉吟了2秒，查一查那2人的底细。算了，我让狄龙去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别墅房间，白糖还没睡，他抱着手机在等回复。湘西郡，阿斌靠在床头，不停切换着直播间。白洁每天还是会回爸妈家很早走了，他一个人没什么瞌睡。突然微信弹出消息提示，点开一看，是一条好友申请，理由很霸道，给本小姐速速通过。阿斌看了眼头像，录着钉钉的蜡笔小新，网名白糖，这不是真尼玛带劲吗？他加我干嘛？反正闲着没事。阿斌点了通过。聊天框弹出的瞬间，脑海传来系统提示：白糖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20，额度提升至10万。有何稀奇？阿斌挺意外，他好感度居然会涨，把我打到医院都没动弹过，抽风了这是。他发过去一个，白糖想问问你身体怎么样？我现在都愧疚的无法入眠，所以找菲菲要了你的微信。阿斌死不了，他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，尼玛！你自己才发的朋友圈，跟苏里夏笑得没心没肺，哪有半点内疚的样子？这是玩的哪一出？白糖，真的。对了，医药费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阿斌10万，精神损失费90万，正好100万赚吧。白糖，好，下周我先给你2万现金，剩下的分期付款。阿斌，白糖，我乱花钱被停了卡，吐舌头表情，现在每周只有2万生活费。阿斌捏了捏下巴，要是真话，那这妞还挺耿直啊。他回复，行吧，那你抽时间给我送过来。白糖，好，下周1我联系你。发完白糖就锁了手机，闭上眼睛，每每进入了梦乡。叮叮叮叮叮叮，一连串微信提示音把阿斌吵醒，抓起手机一看，被人拉进了个群，揉了揉眼睛，凑近屏幕，阿斌勉强看清楚了群名：东海3中2018届同学群。妈的，是谁大清早拉群？张什么？张翠翠。信息提示字体太小，阿斌眼睛都快瞪到屏幕里去了。还是看不真切，他跑到卫生间戴上隐形，世界总算是清明起来。眼睛度数是不是又高了？看来得想办法尽快拿下白洁的隐藏奖励。回到床上，阿斌点了根烟，刚拿起手机，马上就收到一条张翠翠雇佣者。阿斌把群名改成自己的名字，还有周6的同学会记得来参加哟。阿斌没有回复，消息很快就沉下去。他点开群资料，找到李婉如备注的头像，结果打开主页什么都看不到，设置了仅好友可见吗？阿斌随手点了添加好友，迟迟没收到回复，他退回到群聊，敲字，谁有班花李婉如的照片发出来看看。王成，这是阿斌，你什么时候惦记上班花了？哦不，准确来说，人家是校花。陈景，卧槽，好多年没有你的消息了。阿斌，你现在在干嘛？还在东海吗？阿斌，谁有？挺急的。王成，你干嘛？航班准备起飞。阿斌，陈那啥懂的都懂，老毛病了。王成，牛逼 JPG。阿斌马上开了扫描，姓名李婉如，年龄25，前任2，综合颜值90，果然有90分。这个分段有隐藏奖励，幸运值肯定也不少。若是不到这个标准，同学会阿斌不打算去。阿斌，谢了王成。王成哪儿存在啊？同学会见。王成唐飞。对了，班长地点在哪？还有你说全场消费由你买单算数吗？李婉如退出了群聊。唐飞，你们能不能聊一点正能量的话题？组建同学会是为了联络同学感情，乌烟瘴气的搞得像什么？唐飞邀请李婉如加入了群聊。唐飞李婉如，婉如他们开玩笑呢。周6你有时间吧？地方就定在海天宴，离你家近。李婉如，到时候看吧，大家开玩笑可以，别太过分。阿斌看到这里就关了聊天窗口，他深吸了口烟。李校花还是那么傲啊，可能不太好搞，去看看吧。如果隐藏奖励可以就想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就先放简单洗漱。阿斌拨通了黎姿电话，睡醒了吗？我已经工作1个小时了，斌哥还上班呢，昨天说的你就忘了？可是我认真的，我10分钟到医院，你下楼。好，阿斌直接带黎姿去了博翠园，这里的双拼别墅很舒服，他昨晚看过了，价格就在400万左右，刚好可以把额度刷完。迈巴赫停稳，一个女销售已经恭恭敬敬在门口等着了。欢迎莅临博翠园售楼处，先生，你们是看婚房吗？阿斌不敢吭声，他生怕一说话黎姿好感度直接就破70了。黎姿紧了紧他胳膊，笑靥如花，我们就随便看看。进到厅内，黎姿拉着阿斌就朝最边上的小高层沙盘走。博翠园是高档小区，最便宜的房子都得150万往上，他都没往别墅那方面想。斌哥，你看这一栋怎么样？美女，这一栋朝向很好，天气好能看到海岸线，现在房型不多了，只剩最后几套。销售跟过来，站在阿斌身边热情介绍。黎姿眉毛微不可察的皱了一下，稍微小气了些。
我们去那边看看吧，荔枝。好。黎姿听话点头。阿斌径直往别墅区域走，销售如影随形，马上就贴了上去。从业多年，识人本领早就炉火纯青。他看出来阿斌是有实力的客户，不仅因为迈巴赫，还有那份从容。先生，这是我们博翠园的尊享中央区，占地面积5亩，只建了8栋别墅，目前在售的还有1号楼和7号楼。阿斌借来激光笔指了指，1号是一整栋都在吗？双拼别墅是2套房子合在一起修建成独栋的外形，相当于1栋2户。是的，先生，因为1号楼面积比较大，总价要贵些。你帮我算算，如果价格合适，阿斌就决定要这套，以后有条件可以把另一边也买下来。总价428万，先生，现在购买还有3年物业费5折的权益。阿斌就回了一句话：400万卖，马上签合同，不卖我转身就走。销售请示过后，合作达成。签合同时，他嘴角都压不住了。售房提点是5%，这一单就有2万。好了，先生，您看看有没有问题？没有的话，就在我折好的地方签字。阿斌接过笔，递给边上的黎姿，和预想中不大一样，他并没有多开心，反倒是有些阴郁。阿斌没想太多，只以为他被这天大的惊喜吓到了，惴惴不安而已，直接去财务室刷了卡。全部办完，到坐回车上，黎姿的好感度还是没变化。阿斌奇了怪了，刚才那房子你不喜欢吗？荔枝，喜欢啊。黎姿点头，只要是斌哥买的，我都喜欢，但我感觉你好像不太高兴。黎姿撇了撇嘴，沉默一阵后，抬眸盯着阿斌，斌哥，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看其他女生啊？阿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你说啥？黎姿缓缓垂眸下去，双手扣在一起，指节都掐出了白痕。刚才那个销售和你对视了17次，最久的一次足足有3秒。阿斌摸着他的额头，你没事吧？荔枝，人家给我讲解我不看人的吗？这是基本礼貌好吧？黎姿强压下想要反驳的欲望，他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，退而求其次道：那你能不能不要和其他女生有肢体接触？我有吗？阿斌满脸黑人问号，其他时候不谈，刚才肯定没有的吧？黎姿重重点头，销售给你激光笔的时候，你们指尖触碰过1次，签合同的时候又碰到1次，不是你有病吧？这话阿斌只敢在心里说，当下是返现的关键时期，千万不能出问题。黎姿，接东西递东西，碰到难免的吧？还有你管这叫肢体接触？黎姿看出来阿斌脸色不太对，主动抓住他的手。没有，斌哥，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。我很爱你，知道吗？阿斌心里暗叹口气，手上紧了紧。我也很爱你，你别想那么多。我知道了，斌哥。黎姿探过头来，趴在他怀里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听同事说有家私人影院很不错，要不我们去试试？要不你还是先回医院把离职办了吧，之后再安安心心的耍。昨晚和白姐小别胜新婚，折腾了好几个小时，他现在是一点邪念都没有。而且他感觉黎姿这人好像很矛盾，占有欲也强，要是真把关系做实了，可能会很麻烦，得再观察观察，最好是拿到返现和幸运之前都保持现状。人生巅峰系统在手，我不可能不去奋斗吧？还好黎姿在这件事情上善解人意。好吧，斌哥，那你送我回去吧。目送黎姿下车，阿斌心头五味杂陈，这么漂亮，这么温柔，这么单纯的女孩，可千万别是个病娇啊！点燃根烟，阿斌方向盘一打，掉头朝白洁公司驶去，欢迎阿斌莅临白洁商务检查工作。正擦拭前台的朱星星最先看到他，扔掉帕子，蹦蹦跳跳过来挽住胳膊。是阿斌让白洁叫朱星星入伙的，没其他原因，就是方便刷好感度。眼看就要拿到幸运值了，江潭东海来回跑麻烦。阿斌低头看了一眼，下意识的忍不住，你就穿这个打扫清洁。朱星星提了提修身抹胸小短裙，将雪白遮住了一些，娇羞道：哎呀，公司现在又没人，再说谁叫你长那么高的，人家穿鞋1.7米，谁能像你这么看？说完他马上甩开阿斌，跑回前台，急忙拿起帕子擦大理石。阿斌也听到有脚步声，偏头一看，一身热衣热裤的白洁从里面出来了，灰头土脸的，腿上还有灰。斌哥你怎么来了？还没收拾好，里面很乱，顺道过来看看。阿斌帮他拍掉灰尘，怎么自己在弄？请几个人啊？白洁还笑得蛮甜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再说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能动手的就自己动手呗。你能省下来几个钱？阿斌拿出来手机，又是5个20万转过去，这100万收了，我让你出来是享福的，谁叫你受罪？白洁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77，额度提升至1700万。那好吧，你等我去洗手间整理一下，咱们去新天地吃饭。白洁一走，朱星星又贴上来。斌哥，你刚刚又给白洁赚了100万，你也太大方了吧？真羡慕他。阿斌不否认自己好色，但朱星星这关系不一样，胳膊上的柔软让他略显尴尬。珠儿，你抱松一点，遭不住真的遭不住。哥，朱星星娇笑2声，松开了一丢丢。斌哥，我觉得你单纯的样子好可爱啊，不过不准叫我猪。哎呀，算了，斌哥。你可以叫。朱星星是真的会，男人很难拒绝烧杯，一不注意就可能犯错。阿斌抽出手臂，到前台找了个位置，点开他微信。对了，这家公司你占股多少来着？20%。谢谢你哈，斌哥，这么大的公司，免费给我这么多股份，星星以后一定会努力报答你。小事。阿斌摆手，你和白洁是好闺蜜吗？你陪着他会开心些。然后输入密码，又转给朱星星20万，在东海租房，这些都得花钱，算是公司给你的补贴。朱星星高兴的跳了起来，谢谢你斌哥。朱星星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75，额度提升至200万。阿斌摸了摸左脸颊，指尖上还带着些红，他扯了张纸擦干净。不是珠儿，你这样真的很容易被收拾啊。朱星星勾着红唇，凑近小声道。你来啊，我房子就租在新天地22-3，门锁密码777666。阿斌呼吸明显变粗重，你等我哪天喝醉的？朱星星捂嘴娇笑，哥，好呀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。白洁背着包包走过来，阿斌说上次再将他没喝好，今晚不醉不归。好啊，白洁点头，去家里吧，冰箱正好有菜。好呀。朱星星挥舞拳头，我有一个成名菜，必须给你们露2手。那我们先吃饭，吃完了再去超市买些东西。一人一车。阿斌刚刚发动就收到朱星星的消息。阿斌，你刚刚说的算数吗？阿斌单手打字，呵，你是说在白洁新家？朱星星，反正我不怕。阿斌，不是，你不有未婚夫吗？合适吗？朱星星，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当曹贼？再说阿斌给我花了那么多钱，难道不是这个意思？都因为是你，其他人再多钱都不可能。我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姑娘。但你这样考验干部。阿斌稳了稳心神，你不要太离谱，你当白洁瞎。朱星星，我们把他灌醉啊，
再锁上门，他应该发现不了吧？真尼玛刺激，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。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玩玩可以，但得等幸运值到账之后。阿斌，今天不行。朱星星啊，为什么？阿斌，昨天累着了。朱星星，一天了还没恢复。阿斌，现在还是亏着的，真的不行。朱星星，切软弱无能星星。你怎么尽是买韭菜、生蚝这些？我给啊，我喜欢吃呀。我做的韭菜炒蛋和蒜蓉粉丝生蚝可好吃了，必须让你们尝尝。我说白酒就不必了吧，喝多了头晕。朱星星放下国教，拿了2支红酒，那喝这个总可以了吧？好吧，好吧。白洁红酒也喝不了多少，总归比白的好。阿斌提了2大袋子食材放进后备箱，3辆车连成串朝湘西郡驶去。2个女生厨艺只能说糟糕，不如阿斌一根。也是2025年了，谁像他一样天天自己做饭？好在是能勉强下咽。怎么样，阿斌？生蚝味道还行吗？朱星星一脸期待的问。算下锅的油温不对，时间也不够，粉丝偏硬，没有口感，生蚝处理的不够干净。朱星星嘴巴已经瘪起了。阿斌话锋一转，这些都是我做这道菜的问题，而你，我的朋友，你简直就是厨艺界的天才。朱星星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76，额度提升至220万。真的吗，阿斌？阿斌违心话张口就来。确实非常好吃，特别合我的胃口。朱星星高兴地把半锅生蚝端到了阿斌身前，都给你吃，阿斌。行，为了不让好感度掉地上，阿斌连吃几个。尼玛，真的味如嚼蜡啊，咽都咽不下去。美味。来，喝酒，干了，也不管人家同不同意。阿斌仰面就是一杯，2瓶红酒见底，白洁俏脸已经酡红。朱星星才不管他受得了受不了，又兴冲冲去冰箱抱了几瓶1664，继续，今天必须尽兴。连着喝了几杯，白洁抚着额头摆手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你们喝，我去床上躺一会儿。目送他歪歪扭扭跌进卧室，朱星星马上坐到阿斌边上，眼神都拉丝了。阿斌好机会。阿斌点燃根烟，一双漆黑眸子直直的看着他，也不说话。他想的是，如果你再敢涨好感度，老子今天就豁出去把幸运值拿了，不涨那就忍住。阿斌给自己定的时间是10秒钟，刚刚才数到3，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就响起，朱星星好感度+2，当前好感度78，额度提升至240万。然后2只手水蛇一样的缠上来，嘴巴也被火热的唇瓣堵住。暖色的灯光，微醺的神经，闺蜜的房子和男人，偷感十足的环境，加上越发强烈的生理性喜欢，朱星星非常忘情。朱星星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79，额度提升至250万。阿斌知道时机到了，贴着他的耳垂，用磁性十足的嗓音低声道：星星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性感的女人，比白洁还要性感吗？朱星星声音迷离，那你喜不喜欢我？喜欢。朱星星脑袋直接炸了。阿斌是他的究极理想型，高大帅气有米，舍得付出，会哄人，简直不要太完美。他说他喜欢我，刚刚他亲口说的，他喜欢我。朱星星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80，额度提升至30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80，获得返现20万，幸运值2。宿主可前往神秘商店购买特殊物品。阿斌觉得够了，抓住朱星星肩膀猛地把他分开。好了，白洁要出来了。朱星星猛了一瞬，转身就往卫生间跑。白洁等我，我上个厕所。涂好口红出来，白洁果然回到桌上了。阿斌打电话叫的，真他妈和朱星星在客厅滚，绝对出事。现在幸运值已经拿下，没必要冒险，反正想要以后随时都有机会。他都可成啥了？你们俩没怎么喝吗？没。朱星星语气有些不自然，等着你啊，等你睡醒，谁喝得过？星星你今天怎么这么厉害？平时咱们也差不多啊。其实我也有点晕了，就到这里吧。阿斌起身，这里有多的房间，星星你随便找一间睡，我先去洗澡。阿斌走开，朱星星拿起杯子，又和白洁碰了一个，好开心啊，白洁，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。白洁白嫩小手插到头发里面，露出光洁额头。我也是，生活突然就好起来了，遇到阿斌真幸运，嘿嘿。朱星星贼白洁的靠近，白洁，今晚你们要贴贴吗？白洁轻笑一声，侧头，怎么？你要偷看啊？可以吗？可以你个鬼啊！白洁敲了他一下，一天没个正经。朱星星嘟嘴，人家孤单寂寞嘛，谁像你一天那么滋润，叫你未婚夫过来啊？将谈到东海也就2个小时吧，没结婚之前我才不会给他呢。白洁端起杯子，小抿了一口，这样最好了，我都没想到和阿斌会这么快，嘿嘿。斌哥厉害吗？白洁摇头，简直受不了他。要不姐妹帮帮你，我看你是皮痒了是吧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红酒后劲挺大的。阿斌快到中午才起来，拿起手机一看，同学群已经有好几百条消息。他猛然想起今天是同学聚会，简单洗漱，知会了白洁一声，拿起车钥匙就出门。海天宴最大的包间，容20几人就餐的圆桌上已经坐了7七8八。张翠翠还是那般长袖善舞，坐在班长唐飞和家境最好的同学杨帅中间，有说有笑。唐飞兴趣不大，道：你有李婉如微信，问问他怎么还不来，需不需要开车去接？他说不是很想参加，都怪那个阿斌，居然在群里聊那么恶心的问题。唐飞皱着眉，明显心情不是很好。你再给劝劝他，实在不行就说阿斌没来。那好吧。张翠翠打开微信，对话框里的消息明明是在做指甲。还有一会儿，说了，婉如说她收拾就出门。唐飞眉头化开，摸出中华细枝打了一拳。不过说起来，你是怎么联系上阿斌的？读书的时候他就不合群，毕业后更是一点消息没有。哦，就前几天在 KTV 门口碰着了。他现在变化好大，我差点没敢认。唐飞呵了一声，确实变化大，以前屁都放不出来一个，妈的，现在都敢在群里开黄腔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张翠翠道，我是说他长相，现在好帅，穿着打扮也时尚，跟明星一样。你说的是模子吧？唐飞左右看了看，一桌人哈哈大笑。张翠翠深以为然的点点头，还别说，真有可能。唱歌哪有一个人的？他估计是去上班，也难怪，接触什么样的环境就成什么样的人。不过年纪轻轻不学好，去当鸭子，废都废了。边上的杨帅冷哼道，也是靠自己挣钱，不寒碜，说不定比你还挣得多呢。杨帅已经对了他几次，唐飞一直没还嘴。论条件，全班唯一比不上的就是他，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也是他。不过杨帅出了名的纨绔，李婉如应该看不上他。不说那些扫兴的人，大家聊点开心的。哎，你们还记得高3的时候给班主任茶杯放巴豆布，包厢一时间热闹起来。追忆往昔，大家热情都很高。这时房门打开，热闹氛围陡然一滞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望向门口。几秒后，张翠翠先开口，是阿斌来了，快过来坐。窃窃私语响起，马上就变得大声。卧槽，你是阿斌？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吧！
去韩国整容了，真帅啊！我去，三中校草比起你都差远了吧？阿斌客气点头，找了个空位坐下。第一句话就是李婉如呢？怎么没看到她？气氛再度陷入沉默，所有人都一个想法。你他妈还好意思说呢？就是因为你人家才不想来。同学一场没人点破，也都没提刚才的事情。这时包房门再度被推开，一个穿着奶白色收腰蕾丝短裙带薄纱的女孩出现在门前。惊艳阅美无数的阿斌都有这种感觉，她真的很会打扮，发型、配饰、美甲、妆容，身上每一处都透着精致，特别是那微低的领口，让人挪不开眼睛。系统打出90分的女孩就没有差的，都称得上一声极品。孰强孰弱更看个人喜好，阿斌就挺喜欢这种纯欲的。尼玛的男人就是贱！来之前只想看看他的隐藏奖励，见到人了就想吃干抹净。有高中校花这层 buff 加持，一定会别有一番滋味吧。婉如来了，唐飞激动站起，给你留了位置，这边坐。李婉如走路的姿态很好，翩跹婀娜的落座后，马上问服务员要了一张毯子盖腿上。大家好，他这才轻轻挥手打招呼，一股子名媛风。开饭吧，开饭！大家边吃边聊。唐飞张罗着，无时无刻不想展现领导风范。王成不是还没到吗？阿斌看了2圈都没发现他的身影，高中时也就和他能聊上2句，他自己没有时间观念，全班同学就等他一个吗？确实也是，阿斌没有多说。这时，一个穿着黄色战袍的黑小子风风火火闯了进来，手上还提着瑞幸喜茶的袋子。不好意思迟到了，中午单子太多，还有几杯奶茶没送，你们谁要？没人说话。阿斌站起来，正好渴了，给我一杯。王成走过来地上，试探着问：“你是阿斌？”“是我。”阿斌指了指边上的位置，加张凳子。“卧槽，真的是你？”王成绕了2圈，太离谱了吧？你有这么帅？唐飞不乐意了，一声冷哼，赶紧端凳子来坐下。大家还要等你多久？好好好。王成飞奔出去，又飞奔回来，刚坐下就是一个马屁给杨帅拍过去。杨总又换新车了，新款迈巴赫真帅，打工人的心酸。大家目光齐齐看向杨帅，杨帅摆手，不是我的，还是那辆破 GT2 开着呢。王成又看向唐飞，班长你的，真厉害，咱们班就数你混得最好。唐飞也摇头，我确实是奔驰，不过是 E300，迈巴赫的话30岁以前应该问题不大。班长你的话肯定可以，到时候让我们做做也沾沾光。想开啊你！阿斌拿出来钥匙，今天下午随便用。卧槽，是你的！王成惊喜接过，不会吧阿斌，你发了？还行吧。议论声响起，李婉如也有些惊诧的看了阿斌一眼。唐飞重哼一声，王成阿斌你俩眼双黄呢？我组织同学会的目的是为了联络感情，有必要租车来装逼吗？啊，不是。王成有些急了，我没有啊班长，我之前和阿斌都没联系，不用解释了。唐飞斜睨了一眼阿斌，大家都知道你什么工作，一笑大方。唐飞骨子里就嫌贫爱富，阿斌高中时期穷得尿血，打扫卫生、擦黑板什么的，没少被穿小鞋。以前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我不计较，现在还当老子好欺负呢。阿斌冷冷盯了他一眼，我就不能买车？呵呵。唐飞简直笑尿，大家同学一场，我给你留点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阿斌环视了一圈，你们刚刚是不是蛐我什么了？我什么工作那么见不得人？没人说话。杨帅夹了片卤牛肉放嘴里，往椅子上一摊，吊儿郎当道：“张翠翠说在会所撞见你了。”唐飞分析出你应该在里面当鸭。张翠翠说在会所撞见你了。唐飞分析出你应该在里面当鸭。阿斌直接就对了回去，我还说你强迫你外婆卖淫呢，自己是坨屎，看什么都像苍蝇，哈哈哈哈！满桌子哄堂大笑。李婉如也捂嘴，噗嗤了一声。唐飞脸都白了。阿斌在他眼里就是底层中的底层，纯种农民，上学连学费都缴不起，每天穿校服，解放鞋的傻子，竟敢当着所有同学，特别是李婉如的面，如此侮辱自己，简直不可原谅。他太阳穴青筋凸起，牙缝里的字一个一个挤出来。阿斌，你就是在会所出卖尊严的小嘎嘎租车仔，在这装什么王八犊子？你以为这样大家就会高看你一眼？真是滑稽，大家都当你是小丑懂不懂？其实我没什么所谓。阿斌耸耸肩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你在李婉如面前开屏，拉扯我干嘛？我可以很大胆的说喜欢她，就像在群里一样，大家也都知道你的想法，别耍这些阴招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光明正大竞争。哈哈哈哈！杨帅摇这头鼓掌，妙啊妙，这小子还防着我呢。我也可以大大方方说喜欢李婉如，但唐飞你不一样，你就跟没见过女人似的，又舔又馋，还偷感十足，接二连三下不来台。唐飞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，主要是李婉如一脸看热闹的姿态，完全没有打圆场的意思。他知道这一场不能丢，不然就落下风了，梗着脖子。杨帅你素质很低，所以我不想理你。还有我这不叫舔，只是一个男士起码的绅士风度。另外我再重申一遍，我组织这场同学会的目的很单纯，只是想联络同学情谊，没你们这么肤浅。还有追求一个女生，不是吃一顿饭那么简单，得付出真心，付诸实践。是。杨帅冷笑，我说白了，喜欢组织同学会的就是你这种稍微有点起色、自我感觉良好的选手。你装什么呢？阿斌点头，妄图在精神上压倒男同学，肉体上压倒女同学。杨帅又道，说实话我都不惜得来，让王成这种气氛组拍马屁，你很有成就感，你就能假装成功人士了。要是李婉如回我消息，我早就单独约出去了。我哥这跟你玩虚假友情游戏呢。唐飞小心思被说中了，他也是约不出来李婉如，更不愿意搭理这帮穷同学，才借着同学会的名义。但这种事情打死也不能承认，我没你这么无聊。杨帅，我是觉得同学间的感情很纯粹，有必要保持联系，仅此而已。联系个灯啊！大家只是凑巧分在一个班上了3年学，毕业后就会回到各自的阶级，你可不可能和王成成为好朋友？好了，越说越变味。李婉如出声打住，你们再吵我走了，我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。能压得住杨帅的也只有李婉如了。他切了一声就不再出声。阿斌本以为这些话说出来，穷哥们些该老伤心了，他还是万万小看了现实的威力。马上就有人上去舔臭脚，杨总，你那传媒公司还在缺人吗？我有个妹妹刚刚大学毕业，是新媒体专业的，早就干黄了。这个世道耍笔创业省钱。是。唐飞接过话头，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我们公司在招运营岗，你可以让他来试试。真的吗？谢谢班长，我让他隔天联系你。小事，大家都同学。李婉如侧头问了一句，唐飞听说你毕业后一直在大厂工作？唐飞腰背都挺得直了些。是的，婉如，我运气比较好，今年刚提了部门主管，那工资一定很高吧？
有同学问，不多，年薪才30出头。卧槽，顶我5年了，班长果然厉害啊！杨帅听得脑壳痛，干脆转头找阿斌聊天。阿斌，你那迈巴赫多少钱一天？不贵。阿斌懒得解释了，4座5座的，4座，4座的还不错，等会借我开开。不借，切。张翠翠觉得没有存在感补了一句，阿斌，我觉得还是脚踏实地的好，就算你骑电瓶车来，大家也不会嘲笑你。是啊，我随便都能借一辆大 G， 还不是把破 GT2 开出来了。有人开团，其他同学也忍不住上来也语2句，要不我们一人给你凑点阿斌，大家都体验体验豪车。听说申请进去不了的地方，迈巴赫能带你进去。其实租这车去商 K 性价比最高，人家阿斌不就天天在那吗？哈哈哈。这就是人性的总想踩一个比自己更差的，显示优越感。不过阿斌无所谓，反正这些人以后也不会有接触，他的目标只有李婉如，于是直接发问：李婉如，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杨帅差点喷出来，不是阿斌，你不会真想泡校花吧？唐飞也笑了，好了阿斌，你本来已经很不礼貌了，再无礼就是骚扰了。王成也劝他别自找没趣，咱们坐一起合适些。阿斌充耳不闻，又问可以吗？李婉如抿了个假笑，就这样吧，换来换去挺麻烦的。那好吧。阿斌伸手在裤兜里扣了扣，拿出顺手在超市买的一块巧克力，但这个礼物我希望你能收下，我特地为你准备的。桌上立马就传来好多偷笑声，不是阿斌什么时候这么抽象了？尼玛，哪有给女生送士力架的？还是在吃饭的时候还他喵特地准备？我怀疑他参加同学会纯是来搞笑的，在群里面发言也神经白结，可能是上学的时候憋坏了，现在想加倍表现出来。李婉如哪里可能收？摆手，谢谢，我最近在减肥，哈哈哈。又是一阵爆笑，但阿斌又有什么错呢？他只是想解锁李婉如的详细资料。整顿饭阿斌大多时间都在被调侃，不过他心态很好，时而还跟着笑。电影都没有小丑真人秀精彩。饭局末尾，唐飞高调起身，钱已经给过了，咱们下一场去唱歌怎么样？要不阿斌你订个房？王成已经完全相信他是个模子了，这话也是好心一片，毕竟有提成。好啊，阿斌随口就答应下来。杨帅抬手，不用。凯斯曼吧，我表哥开的，第2场我来，大家都没意见，唐飞也没吭声，吃个饭2、3千块无伤大雅。KTV 的酒贵的吓人，20多号人不得花费上万呢，他不会装这种逼，性价比太低。出门阿斌早就喊好了代驾，但李婉如被杨帅和唐飞围着，坐我的车吧，婉如，我没喝多，绝对稳当。李婉如谢绝了唐飞的好意，他可不会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，那坐我的，我叫代驾。杨帅拿出手机就要下单，阿斌不咸不淡来了一句，2个座位你打滴滴啊，等你追上去。校花跟代驾都好上了，呵呵呵呵。李婉如笑得身子微颤，其实他对阿斌不很反感，只当他是个乐子人。再者，帅哥对女生的杀伤力远比想象中要大，即使做不了情侣，他们也愿意做朋友。阿斌，这是你的车吗？李婉如指着边上的迈巴赫，要上车吗？阿斌解开锁，李婉如拉开车门坐进后排，狗日的张翠翠也挤了进去，阿斌只好坐副驾。KTV 旁边有个超市，阿斌跑去买了2瓶水，给你们，喝了酒要多补水。张翠翠结果又调笑了一句，阿斌你真细节，不愧是做服务行业的，跑得也快，一溜烟就回来了。李婉如道，阿斌眨了眨左眼，又细又快，妹妹才爱。哈哈，2人狂笑。等人的功夫，阿斌查看了李婉如的详细资料，姓名李婉如，年龄25，身高167，体重51千克，前任2，综合颜值90，好感度20，额度5万，隐藏奖励食神。怎么全是职业系技能啊？我要牛逼的能力啊哥！尼玛，上次被雪梨那个黄毛男友打破嘴，前几天又被白糖保镖差点把苦胆干出来，我堂堂系统持有者，很没面子的阿哥。阿斌你便秘吗？怎么这个表情？没。阿斌收拾好情绪，又顺便看了眼张翠翠的详细资料，姓名张翠翠，年龄25，身高164，体重52.5千克，前任7，综合颜值65，好感度25，额度3000，其实还行。阿斌以前想找个这种都得烧高香，现在嘛食欲全无。你要是不舒服就先去包房。杨帅在群里发了房间号 VIP 888。好，校花你要一起吗？不。李婉如很防备，我等大家一起。不是我看着很像痴汉吗？没。行了。你待着吧。阿斌点燃根烟，独自去了包房。房间很大，有上下2层，装修也很前卫。进门就是一张台球桌，他选了个角落位置落下，刷了几分钟抖音。门外传来喧闹声。卧槽，杨总，这 KTV 真豪华，装修得花不少钱吧？全部弄好2000多万。我哥他条件好，除了这个还有其他产业，太厉害了。我平时不在主城区，都不知道东海开了家这样牛逼的 KTV。哎，刚才你们不是要找工作吗？可以来这干，少爷。女同学也可以来吃果盘，替我明稳当。房门推开，杨帅打头进来，他一个响指，服务员恭恭敬敬递上来酒水单。杨少，您看今天喝点什么？杨帅只问了李婉如的意见。你要喝香槟吗？啤酒就行。那行，先给我们拿10打加士伯，要铝罐的。这种酒阿斌在抖音上刷到过，酒吧卖60一瓶，杨帅还真是舍得。阿斌开了1罐，也不去划拳碰杯，拖着下巴思索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他现在跟个公关一样，天天找女生陪女生，主要是想尽快凑齐20点幸运值，拿下神秘商店的灵光配。有这玩意护身，相当于多了一件复活甲。巴的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，现在怕死的要命，生怕出个意外，这泼天的富贵就戛然而止了。目前已经有2点幸运值到账，雪梨身上有4点，不知道他这几天在搞鸡毛，好感度停在79点，居然不涨了，很有可能是刷到了毒鸡汤。间歇性思想觉醒了，得抽空再去补1针。除此之外，好感度最高的是白洁，她身上有6点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能拿到2+4+6，12点，还差8点。黎姿身上有5点，但我他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她应该是有点毛病，性格沾点极端，现身了容易变空中飞人，拿到幸运值就撤吧。还剩3点，苏里夏、白糖、何秋氏、李婉如肯定都不止这个数，看谁的好感度最容易涨，先全力攻下一个再说。阿斌，你哥这桩忧郁呢？王成提着酒瓶子过来，喝酒，今天开心，弄1瓶。阿斌碰杯后刚昂头，包房门推开，进来个一身白的寸头男。杨帅噌的站起，夺过正在高歌的同学的话筒，声音带点激动，暂停，我哥来了，大家把酒倒满。王成马上停了吹瓶，屁颠的
就往那边凑。很高兴认识大家，我是杨帅的哥哥杨震，欢迎大家来凯斯曼玩。以后有聚会过来，可以报我的名字，送果盘送酒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敬你。敬震哥，杨震只是来走个过场，浅喝了半杯就准备走。刚刚转身，余光瞟到张熟悉的脸，惊喜道：“罗总，你也在这里？你和小帅是同学吗？”阿斌打进门就认出来了这人，一身白，带点社会气息，卖驰名车的老板。没想到这家 KTV 也是他开的，还是杨帅的哥哥。人家都客客气气的，阿斌也笑脸相迎，起身端起酒杯。这要巧啊，杨总，在这儿都能遇见你，就是缘分呐。上次你走的匆忙，我都没好好感谢，今天这场算我的，你们随便玩。杨帅听到这里急了，不是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是什么罗总啊？他就一个在夜场上班的。杨震眉头微皱，说什么呢？小帅，罗总怎么可能在夜场上班？真的。杨帅担心他哥被骗，之前吃饭的时候他也怀疑王成是阿斌请的演员，指不定又是用同样的套路骗过他哥一次。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哪里干男模张翠翠，紫兰会是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杨震轻轻推了杨帅脑袋一把，成天耍脑子耍秀逗了是不是？杨帅狠狠瞪了阿斌一眼，你自己说。阿斌无奈摇头，我就不能是去唱歌的吗？唱歌怎么可能一个人？张翠翠小声道。那行吧，我就是在紫兰会干男模。阿斌朝杨震抿嘴，谢杨总的好意，不过这场不用你请，已经有人买单了，他才不会去欠这个人情。哎，不行，好不容易遇到你，这次必须我来。杨震是个人精，能眼睛都不眨一下刷300万的年轻人，家里绝对有巨大的能量。唱个歌万把块钱是小事，而且成本根本花不了多少，要是能结交上，以后绝对有大用。不是哥，杨帅不懂，一向精明的大哥怎么突然就糊涂了？他阿斌哪里看着像老总了？阿斌是我们班出了名的贫困户，头发都半年剪一次，你别被他骗了大哥，他很会装，同学会都租车来。什么车？迈巴赫还是帕拉梅拉？迈巴赫啊，哥你怎么知道？杨震这次直接反手削在杨帅头皮上，罗总裁在我车行买的，我能不知道？2台都是全款，300多万。李婉如好感度加10，当前好感度30，额度提升至20万。张翠翠好感度加20，当前好感度45，额度提升至5万。什么？杨帅直接懵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包间顿时议论声四起。我去，不是吧？那辆车真是阿斌的？尼玛，不会跟抓娃娃一样，他家是故意在穷养他吧？可能性很大。王成友可能是演员，但杨帅的哥哥会配合他演戏吗？行了，罗总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们玩好，有事随时叫我。行，阿斌抬手，但账正常算啊，今天不是我买单。好的。杨震双手合十做了个揖，转身时愣了一眼杨帅，你跟我出来。办公室，杨震抽出根烟砸杨帅身上，我真替你爹着急。出社会这么多年，事情做不好，处事不好，有现成的同学资源还不晓得用，你他妈还凶人家，你配吗？杨帅捡起点燃，还是不敢相信，哥你会不会是认错人了？阿斌真的很穷，再说300万买2台车怎么了？谁又不是买不起？你问问你爹，现在能掏出来300万现金吗？一分不挣几百万张口就来，我他妈搞这个大个 KTV 才入了200万。你要有这钱，投你在东海也可以昂着头走。万一他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看着同学会快到了，到处借钱撸网贷买车呢？是。杨震气笑了，那租车不是更好？搞按揭行不行？人家全款的2台，行吧。杨帅有些不耐烦，他牛逼好了吧？但关我什么事？你在包房打我干嘛？脸都给我丢完了。杨震上去又是头皮攻击。你有毛的脸呐！你他妈但凡还有一点点脑子，就回去包房给人家认错，要处成朋友，今后说不定能有发展，不然你就一辈子废下去吧。杨帅起身就走，不过不是回包房，而是回到了车上。他油门踩得很深，情绪宣泄之后又慢慢松开了。思来想去，他觉得大哥好像说的对，思想挣扎了一番，又掉头朝 KTV 走。包房内，唐飞看着不断过去敬酒的同学，神情很纠结。他今天是把阿斌得罪的最惨的一个，江海不大，有钱有势的基本都互相认识。他知道能随随便便掏300万买车的，要搞他一个打工的，不要太简单。要是阿斌记仇，说不定引以为傲的工作的泡汤。算了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过去道歉。唐飞兴起了瓶酒，嘴角连续咧了咧，努出个满意的笑，才往阿斌那边走。他姿态摆得很低，双手敬上。罗总，之前多有得罪，是我目光短浅了。都说迈巴赫处理起来的标代表车主的稳重大气，还希望你不要与我一般见识，这瓶我干了，你随意。阿斌没有说话，只浅浅舔了一口。斌哥厉害啊，这么年轻就开迈巴赫了，以后要带我们这帮老同学啊。其实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斌哥行，性格比我们沉稳多了。斌哥当时我们还做过同桌，你记得吗？奉承声中，包房门推开，杨帅闷着脑袋进来了。他也新开了瓶酒，来到阿斌面前吹完了才说话。对不起阿斌，之前我嘴巴臭，我自罚1瓶。没事，你就是这德行。阿斌喝了半杯，看着的同学，我去杨帅都服软了，是不是他哥跟他说了什么？肯定是了。阿斌是杨震都惹不起的人，他好低调啊，早知道读书的时候就跟他多玩玩了。这时张翠翠跑过来，阿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帮你点。阿斌看向李婉如，迈巴赫进行曲你会吗？李婉如点头，一起唱。好。音乐声响起，阿斌拍了拍边上的座位，李婉如踩着猫步走过来，阿斌手下意识就要去还腰，李婉如挪了挪躲开。你养成习惯了吗？啊，你是不是经常去 KTV 点小妹？去过一次。阿斌老实道，他们求着我摸，我没同意。切，李婉如白了他一眼，明显不信。阿斌懒得解释，开始了，你先我先，你先吧。阿斌声音很有磁性，技能也好，再加上唱这首歌很有感情，第一句出来就有人啪啪鼓掌。唐飞马屁更是信手拈来，厉害啊斌哥！网上说迈巴赫进行曲那么忧伤，是因为来的路上有太多不易，那份心酸你简直演绎的淋漓尽致。看来每一份成功的背后都有难以想象的艰难啊！向你学习。李婉如的声音也很好听，而且唱功不俗。一曲完毕，掌声雷动。我去，这也太好听了吧！突然感觉斌哥和校花好般配啊！磕了。杨帅都强忍着不是拍了一句郎才女貌，当真是郎才女貌。唯一不开心的只有张翠翠，她万万没想到阿斌竟然是隐藏的公子哥，要早知道带他来同学会干嘛呀？自己直接就拿下了。现在去和李婉如争，怎么争？不过他也没完全放弃，男人花心，拒绝不了主动的，他已经百试不灵好多次，于是拿出手机发微信：阿斌，你喜欢小动物吗？我家的猫咪会叫爸爸，
你要不要去看看？阿斌，好啊 ，yes。张翠翠心中欢呼了一声，她有经验，只要把男人伺候舒服了，就能源源不断爆金币。现在崩的这个老头有点恶心，她早就不想干了。要是换成又高又帅的阿斌，既赚钱又享受，简直完美。她回了一句。那现在去吗？阿斌，晚点再说。张翠翠怕李婉如把人拐跑了，干脆坐了过去。斌哥，我们合唱一首怎么样？乏了，你自己唱吧。那我们来玩骰子。阿斌看了眼李婉如，一起可以。玩了2把，张翠翠就开始打探消息。斌哥毕业后就没你的消息了，你这几年都在干嘛？瞎玩。阿斌敷衍道。婉如你呢？我在做自媒体，抖音。李婉如点头，本来只是拍了些照片发着玩，没想到涨了很多粉丝，干脆就全职了。张翠翠撇了撇嘴，婉如可是大网红呢，有150多万关注。卧槽，这么厉害，我怎么没刷到过 ？ID 叫什么？我看看。李婉如还有些不好意思，张翠翠直接就说出来了。青青草原第一深情。阿斌点进主页一看，我尼玛全是扭屁股，一只马，穿的也性感，都是包臀裙、瑜伽裤之类的，每个视频都戴着口罩。擦边主播啊，哎呀，只是视频风格，不这样没流量。你露脸就行了呀，我怕被妈妈打。那直播怎么办？也戴口罩，不过跑车可取。李婉如说完，还甜甜笑了一下。你收到礼物的时候就这样笑？这尼玛不迷死一大片 LSP。不过阿斌更喜欢了，够反差，而且视频里李婉如舞跳得很好，柔韧性极佳，他都不敢想象有多棒。你一般什么时候开播？改天我来给你捧捧场。张翠翠听到这里马上插话，斌哥我偶尔也直播，你也关注我的抖音号吧。阿斌顺便看了眼，也有3、4万粉丝。而且美颜滤镜一开，视觉效果跟李婉如比都差不了多少，门框都拉变形了，你不尴尬吗？哎呀，没事，大家都这样。斌哥，我直播的时候滴滴你，记得来哦。你这么烧，还差榜一大哥。张翠翠幽怨的看了他一眼，人家没有了，我又不和粉丝线下见面，谁会刷礼物？其实紫兰会撞见那个秃顶老baby，就是刷了1万就把他约出来了。不过张翠翠聪明，崩了10多万才给他。你呢，校花？你有榜一大哥吗？李婉如摇头，没有，我很少维护大哥，直播间流动性很大。阿斌漆黑星眸凝着他，嘴角微勾，从今以后你就有了。李婉如心脏蓦地剧跳了2下，阿斌真的很帅，比很多颜值男网红都帅，突然来这么一下，杀伤力还挺大。李婉如好感度加5，当前好感度35，额度提升至30万。斌哥，我那张翠翠嫉妒的嘴巴都快嘟天上去了，明明人家都答应给你了。你还什么表示没有？真想白嫖。阿斌假笑了一下，明天再说。张翠翠马上笑了，她懂阿斌的意思，不就是今晚看自己表现吗？我最拿手了。好的，斌哥鸽子尾音，拖得阿斌冒鸡皮疙瘩，一把推在他脸上。行了，唱歌去吧。李婉如捂嘴偷笑，阿斌你也太暴力了吧，嗲得心烦。阿斌擦了擦手，校花你晚上有安排吗？今天特地休息来参加同学会，那我们去看看电影，这里结束再说吧。晚上11点半把李婉如送回了家，好感度才35。阿斌知道拿不下，摸出手机，他拨通了张翠翠的微信语音，那边秒接。阿斌你在干嘛？人家给你发了好多消息，你都不回，有事？你在哪里？我来接你。阳光汇3栋12-4，人家穿着好看的衣服在等你呢。下楼，衣服别换啊！不在我家吗？别废话，我5分钟到。好，迈巴赫一路疾驰往城外的方向。张翠翠没觉得不对，娇滴滴的问阿斌：男模那个乌龙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其实我只说在 KTV 遇到你了，是他们在乱想。当然不会，对这些事情我无所谓的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我怎么感觉出城了？前面有个民宿，环境很好。哦，阿斌你真浪漫，又开了几分钟。张翠翠有点怕了，阿斌怎么到荒山上来了？好黑啊！民宿怎么会开在这种地方？到了，下车吧。好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张翠翠落脚都怕。阿斌你过来牵着我。来了。阿斌过去砰的关上车门，上车一脚油门飞走了。张翠翠站在原地妈了，脸色瞬间惨白。阿斌你个骗子，你等等我，你等等我啊！我真的害怕，求你了，你快回来！回应他的只有呜呜的阴风和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怪叫。张翠翠哆哆嗦嗦拿出手机，发现这个地方连滴滴都打不了。阿斌一觉睡到了天亮，打开手机有好多微信消息，戴上眼镜点燃支烟，他一一查看。首先就是张翠翠的未读好几百条，含妈量极高，时而还夹杂着60秒的语音。阿斌随便点开了一段，骂得真脏，他直接拉黑加删除，张翠翠从他世界永远消失。接着是朱星星的阿斌，我昨天在房间里等了你一天，委屈巴巴表情。阿斌回了个有事，然后是黎姿的辞职了好无聊，斌哥我们去看装修怎么样？阿斌你先去看看吧，有合适的了我们再一起去定下来。最后是白糖的，今天周一了，阿斌我在哪里给你钱？阿斌东海啊，你开车过来呗，别让我看到上次那个保镖。白糖马上就回复过来，好吧，还是在上次见面那里。阿斌可以，你叫一声苏里夏呢，我带你们去玩。白糖玩什么？阿斌天气那么热，去耍水吧，东海的水世界不错。白糖对自己的身材很自信，马上就答应下来。好吧，我问下菲菲，渝州市莱蒙半岛1号别墅。白糖看着屏幕勾了勾嘴角，他找到苏里夏微信发过去消息，在骂菲菲，2分钟没收到消息，他马上回信，菲菲不出来，我们2个还去吗？阿斌想了想，问了一嘴黎姿，要不今天我带你去玩水吧，别墅的装修不急。黎姿好呀，斌哥什么时候？阿斌下午2点我来接你。黎姿阿斌觉得黎姿的幸运值不能拖，越拖认识的女生越多，到时候会很麻烦。今天只有白糖在，他是个拉拉，这吃不了醋。健了会儿身，差不多12点，阿斌换好衣服出发，点好菜，等了10来分钟，白糖蹦蹦跳跳的来了。他今天还是哥特风穿搭，美甲也是黑色的，显得皮肤超白。No， 给你的赔偿。见面白糖就掏出来2沓钱，阿斌毫不客气的揣上，这是实打实挨打的来的，该拿。算你有良心。阿斌这样说不是因为收了米，是刚见面，白糖的好感度就涨了10点，来到30点，剩下的就算了。不过你那保镖我必须揍回去，或者你替他挨2下也行。我才不要！白糖撅着小嘴，你们的事情自己解决，不关我事。行，吃饭吧，我请客。结账时，阿斌又提了一嘴，要不你再问问苏里夏，他家就在附近。白糖微微翻了翻白眼，扯了扯嘴角，早就问过了。你以为我想和你一个臭男人单独去水世界吗？哼，这有啥的？咱不都哥们吗？谁和你是哥们？阿伟，你不要乱扯关系好不好？神经！阿斌心头腹诽了一句。你喜欢女的，我们不是哥们是啥？不是单独了。他道，我还交了一个朋友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阿斌音调高了几分，这下
你高兴了吧？白糖又是一顿小白眼，迈巴赫大 G 一前一后停在黎姿楼下。上车后，他还扭头看了一眼，咦，后面那辆车是你的朋友吗？阿斌，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黎姿脸色肉眼可见的沉了下去，里面有个女孩一直在看着我。阿斌揉了揉她的脑袋，说明你漂亮啊，她是个拉拉，喜欢女的。黎姿鼻头微微皱了皱，但我感觉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有敌意。你别想那么多，荔枝就普通朋友，可能还算不上。好吧，买好票进园。阿斌两下换好泳裤，就蹲在女宾区边抽烟边等。是白糖先出来，一脚踢在他屁股上。喂，阿斌，那个女的是你女朋友啊？阿斌站起来拍了拍，怎么了？你有想法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白糖语气酸唧唧的，我只是觉得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其实也算不上。阿斌碾灭烟蒂，算是很好的朋友吧，我跟他性格不怎么合得来。阿斌怕他去跟苏里瞎乱说，但这本来也是句实话。白糖嘴角明显多了丝弧度，他指着对面的小吃摊去给我买一根烤肠，还要一碗西瓜刨冰。你自己没长腿？白糖指着自己的皮肤。我这么白晒黑了，你不觉得可惜？关我什么事？哎呀，阿斌哥，求求你了吗？好不好吗？行行行，阿斌赶紧打住。虽然白糖是个拉拉，但硬实力在这摆着，撒起娇来也遭不住。阿斌刚走，白糖就露出狡黠笑容。他旁边摊位的镜子玩具里，能看到黎姿站在身后。你叫白糖是吧？黎姿走到他身边，看起来异常平静。对啊，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白糖抿嘴的样子，人畜无害，甚至还带点傻傻的可爱。黎姿，你跟阿斌怎么认识的？白糖大眼睛闪了闪，就昨天他找我搭讪啊。搭讪？昨天？白糖点头。今天一早就约我到水世界玩，我本来不想来的，他说有个女性朋友。朋友？难道你们不是普通朋友吗？反正阿斌哥是这样说的。黎姿没再说话，但拳头攥得发白。昨天他找过阿斌，回复在忙。今早约他去看装修，也推脱，原来是约了其他女孩。自己之所以能来，还是因为多个女性朋友好，让边上这位放松警惕。黎姿拿出手机查看了今早的聊天记录，辞职了好无聊。斌哥，我们去看装修怎么样？你先去看看吧，有合适的了，我们再一起去定下来。要不今天我带你去玩水吧，别墅的装修不急，全部都对上了。他像一个傻瓜一样，还天真的以为是甜蜜约会。大热的天，阿斌等得脊背发凉。刚才系统提示狂响，黎姿的好感度一下掉了20几点，回头看去都能感受到他眸子里的冷冷寒意。不是，我不就帮忙买点吃的吗？我是犯了天条。阿斌想了想，觉得不对，夸张狠了些，有可能是白糖在搞鬼。他赶忙回去，怎么了荔枝？那么原我都感觉到你情绪不对劲，白糖你是不是瞎说什么了？没有啊。白糖一脸无辜，我就和黎姿姐姐简单聊了几句。聊的什么？阿斌严肃脸凝着他。白糖哑了。阿斌又看向黎姿，黎姿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你忘记我跟你说的什么了吗？阿斌尽量让语气温柔，他就是想挑拨我们的关系好，乘虚而入，别上当。黎姿看向白糖，那意思是你来对峙。白糖不屑一切，吐出舌头，略了几声，若无其事朝小吃摊去了。黎姿好感度加10，当前好感度54，额度不变。黎姿好感度加10，当前好感度64，额度不变。斌哥，阿斌手被拉住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是他刚刚表现的好单纯，不像撒谎，所以没事。阿斌手上紧了紧，你别再被影响就行。那我们现在去玩什么？想不想玩点刺激的？我看他跳楼梯好像不错。黎姿抬头，喉咙咽了咽。斌哥，那楼梯近乎直角了，我有点害怕。害怕你就别去呗。阿斌，我们俩去玩。白糖边嚼的烤肠边道，好像刚刚的事情没发生过，看不到半点愧疚的样子。阿斌看向黎姿，还是征求他的意见，自己玩不玩不重要，出来是为了刷好感度的。要不你就在这里帮我们照着拖鞋吧，姐姐，我们很快就下来。说着还抬腿露了露，也是黑色美甲的白嫩脚趾。哎呀，出来玩最烦扫兴的人。看着黎姿神色纠结，白糖又阴阳怪气补了一刀，去就去。黎姿赌气似的哼了一声，被成功激将。水世界每个项目都排着长队，唯独跳楼梯这里没人。饶是阿斌往上爬的都心惊胆战。到第7层，终于上到平台，隔着围栏往下一望，心跳都会漏拍。我们谁先来？肯定是你啊，你来打个样。阿斌点头，行，我先下去接着你们。刚刚跟过来一大群男的，都在两眼放光，而且没一个上楼。阿斌担心他们被占便宜，以前抖音上就刷到过自费到水世界上班的救生员，遇到美女就上手，丑的管都不管。站上发射台，阿斌心跳的奇快，他还故作镇静，朝二人挥手。其实还好，加油，我先下去等你们。管理员开闸，他直就落了下去，还好没发出声响。第二个谁来？管理员问。白糖推了推黎姿，你去。黎姿往后退了半步，要不你先吧，我还没准备好。白糖傲娇道，一般高手才压轴出场，肯定我垫后啊。再说万一你临阵脱逃怎么办？我们还慢慢等你下楼梯啊。黎姿还是推脱，白糖连拉带拽把他扯到发射台。哎呀，别怕，眼睛一睁一闭就结束了，别浪费时间。玻璃门关上的时候，黎姿已经面无血色，身子也在不停打颤。白糖在边上笑得没心没肺，干巴爹黎姿姐姐，加纳日语告别的意思。闸门打开，一声惊叫响彻天际，黎姿只感觉脚下一空，然后便是无法言喻的失重感。明明看阿斌下去只用了短几秒，他仿佛经历了1个世纪煎熬，祈求中滑行，终于慢慢静止。黎姿只觉得身体一空，有人把她搂到了怀里。没事吧，荔枝？是阿斌温柔的声音。黎姿好感度加4，当前好感度69，额度不变。黎姿缓缓摇头，但我下次再也不玩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玩温柔的项目。他突然想到什么，回头高台之上没见着人影，白糖呢？我看他好像掉头下楼了。什么？黎姿煞白的脸气得通红，他居然临阵脱逃。不是他说走楼梯浪费时间吗？阿斌马上懂了，这妮子又被坑了。他安慰，那是他的损失，这么精彩的项目没体验到。不对，黎姿犯倔了，是他说不怕要来玩的，我没有扫兴，他怎么能这样？阿斌，黎姿认真脸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收拾他啊？阿斌很诧异，你想怎么收拾？你帮我打他？讲真？黎姿重点头。阿斌权衡了一下，好，我替你出气。从楼梯下来要绕一圈才能到滑落点，等了半天，白糖才慢悠悠的走来。阿斌拍了拍黎姿的肩膀，怒气冲上去就揪住头发，看着凶狠但没用力。干嘛？白糖大眼睛瞪着他。没事，你配合一下叫2声就好。我为什么要叫？帮忙，赶紧的叫2声就结束了。我才不要！阿斌抬手就是一巴掌扇过去，动作很大，声音也很大，隔得老远，黎姿都听到了。你打自己手背干嘛？没事，有蚊子。哎呀，赶紧放开我！
男女授受不亲不知道啊。阿斌做事推了一把，然后又风风火火走回来，搞定大哥。呵呵，梨子捂嘴偷笑。不过你下手也太狠了，我只是让你稍微教训一下，我还觉得打轻了呢。敢惹我宝贝生气，白糖该不高兴了。管他呢，不玩就自己走。梨子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70，额度提升至80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70，获得返现400万，转账中，请注意查收。好玩吗，梨子姐姐？白糖走过来，扬起天真无邪的笑脸问：他被打了，还敢来挖苦我？还是觉得仍然占便宜？估计是在逞能。梨子心里有一丝丝过意不去，说了一句好玩，就往前面走。阿斌跟上，接下来玩啥？要不去漂流吧？我看水不急，水上漂有啥好玩的？你没看到都是小孩在打闹吗？白糖撇嘴，阿斌指着跳楼梯，走走走，我们又去滑那个。本小姐罚了，谁要连续2次爬7楼啊？来来来，我背你。阿斌蹲下，休想占本小姐便宜。好了，梨子情绪转晴，要不去冲浪吧？那个刚刚好。好呀好呀，白糖马上答应下来。阿斌你去租充气船，我欠你的是不是？略，冲浪池人很多，2个女孩坐在船上，阿斌在水下推着走，主要是怕他们被揩油，已经有好多不怀好意的眼神被他瞪了回去。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，越前面浪越大。白糖很兴奋，到中间已经踏空，不过阿斌水性好，硬是推着船到了安全线边。嘟，船笛声鸣响，一阵锣鼓过后，人工浪从闸口里涌出来，接近1米的浪头首当其冲，拍在白糖、梨子身上。啊！梨子一声惊叫，直接被卷进水里。阿斌赶忙潜下去捞。怎么样？梨子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梨子冒出来抹了抹水，没事，可嗨嗨，刚刚没坐稳。白糖眼里闪着狡黠的光芒。你当然坐不稳喽，我刚刚腾空了一下。他面上十分关心，那你快上来，第2浪马上要来了。好。梨子抓着绳子要往上爬，但力气太小，滑了好多下。阿斌正准备抱他，白糖顺着充气船滑下来，我来帮你。他拖着梨子的腿儿，把他往上推。梨子双膝刚刚着地，突然感觉一股大力袭来，又一个狗吃屎扑进水里，咯。白糖笑得花枝乱颤，你重心也太不稳了吧，梨子姐姐，这也能摔？阿斌愣了他一眼，又下水捞人。梨子说什么也不玩了。阿斌送他到了边上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帮你收拾白糖。好，刚才是他推的我知道。到深水区，白糖挂在船上。阿斌，你那朋友好无聊啊，一点都不合群，不是你弄人家干嘛？你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注意吗？白糖小心思被说中了，俏脸微红，呸，我才没有，自作多情。阿斌没看出他的慌乱，严肃脸，我管你这那的，不准再整梨子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行了，回吧。不，我还要玩，我管你的。阿斌转身要走，白糖喊住，我一个人怎么玩？这是双人船。阿斌没停，那我晚上也不带你，我约了菲菲。什么？阿斌回身，你不是说他今天有事？他忙完了呀。其实是苏里下回微信了，白糖顺道就约的晚饭。阿斌侧头看了眼岸边，梨子已经躺到了遮阳以下，手上还抱着个椰子。行，我陪你玩，那你帮我，我上不去。说着，白糖还装模作样的撑了2下。我他妈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你坐在船上。白糖俏脸又是一抹红霞浮上，支吾道：我现在没力气了呀。行，来吧，你骑我头上，我顶你上去。谁要你顶我啊？真恶心。那你还玩不玩？白糖嗔了他一眼。你不会扶着我的腰吗？阿斌划水过去，轻轻掌在他腰之上，真的盈盈一握，双手几乎能掐完了，皮肤又弹又滑，这要不是个拉拉，该多好，暴殄天物。你愣着干嘛？用力啊！阿斌往上一拖，白糖很轻巧就跳了上去。快上来，要开始了。只玩了2轮，阿斌就拉着船往岸边走。梨子已经瞅过来好几眼了。我们接下来玩啥？白糖小脸红扑扑的，还意犹未尽。梨子一甩脸色，不玩了，回家。回吧。阿斌想着和苏里夏还有约，就依着他。白糖不高兴也没办法，一路嘀咕着回了女兵区。游客纪念品店是出园的必经之路，阿斌都没想起给梨子买礼物。白糖姐仗了一个大嘴布娃娃给他，这个和你好像，阿斌都那么丑，送给你了。阿斌出于礼貌接过，梨子的好感度又降了2点。斌哥，现在还早，我们要去看看装修吗？他靠过来挽住胳膊，宣示主权。改天吧，我晚上还有事。什么事？可以带我吗？不很方便，工作上的事。噗！白糖听完没忍住笑。梨子本就敏感，马上就猜到阿斌和白糖肯定有问题，气冲冲就大步朝前走。梨子好感度7，当前好感度61，额度800万不变。不是你能不能专业一点？阿斌都无语了。白糖还捂着嘴巴，真的忍不住。阿哥你等我，我去跟他说说。阿斌刚要追上去，就听见梨子啊的一声惨叫，然后坐在地上捂着手指开始哭。白糖比他还快，已经冲了上去。怎么了？梨子姐姐。你怎么了？梨子看着渗出血迹的指缝，不小心划着了。白糖马上拉开包包，还好我随身带着创可贴，我帮你包起来。说完一边包扎一边偷偷使劲弄它。你忍一下，梨子姐姐，这上面有云南白药，可能有点疼。斌哥你快来救我！梨子被整的都冒汗了。我都说了有云南白药，怎么这点疼都忍不了？阿斌见着他满手的血，还以为多严重呢，俯身一把抱起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梨子在外科诊室包扎。阿斌出来缴费的时候看了一眼病历单，左手食指被刀刃划伤半疼痛，出血20分钟，处理1清创常规消毒碘伏，2破伤风抗毒素，记住医嘱。阿斌长出了口气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怎么走着走着突然就受伤了？按理说纪念品店不该有利器之类的，这恐怕是梨子自己拉的，他包包里面肯定藏着刀，不是真尼玛病娇啊！别搞啊！阿斌已经暗下决心，以后少招惹他，就因为不带着一起就自残。他知道白洁、雪梨几个的情况，那还得了。回到科室，阿斌语气依旧温柔，感觉好些了吗？伤口不深，简单处理就没问题了。那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不要。梨子摇头，我感觉头有点晕，可能是失血过多，我想躺一会儿。铁了心不让我走是吧？行，我今天哪儿也不去，就陪着你。你看我以后还出来不？那我去给你开间病房。好，梨子抿嘴一笑，谢谢你阿斌。硬是拖到12点，电话都被打爆了，梨子才说要回家。到楼下，他主动过来锁了个吻，然后依依不舍的挥手，再见阿斌，我晚上有门禁，你没有我也不敢把你干嘛呀？阿斌给了个和煦的笑，快回家吧，你爸妈肯定担心坏了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见面。车门关到一半又拉开，梨子探进来头，那个阿斌，那个布娃娃可以送我吗？是白糖送的那只丑玩偶。阿斌直接递给他，当然可以。梨子抱在怀里，笑容又甜又纯，谢谢你阿斌，一点小东西算什么？
你喜欢改天我给你买一车。早点睡，受了伤好好休息。那拜拜。阿冰轻轻挥了挥手，车门关上，他长舒一口气，都不敢开快了，拐进转角才敢提速。黎姿一直看着迈巴赫尾灯消失在视野嘴角的弧度，才慢慢放平。他拉开包包，拿出小刀，一刀狠狠往玩偶肚子里扎，带破烂不堪。他才将其扯成几瓣，一脚踩进了绿化带的泥土里。阿冰回了人才公寓，这里的房租马上到期，他也打算给自己买套房子。算上今天拿到的400万返现，他的总资产已经来到800多万，完全没有任何压力。虽说今日几多曲折坎坷，但阿冰冲凉的时候还是哼起了歌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他决定更加努力工作，争取早日把神秘商店搬空。回到床上，他拿起手机给白糖发过去一条消息：和苏里夏玩的怎么样？白糖非常开心。算了，我还是别跟你聊了，我怕你那封批女友接受不了，又要自残。阿冰，你也看出来了，白糖，本小姐冰雪聪明好吗？我还怕你这个呆子蒙在鼓里呢。阿冰，但我和他算不上男女朋友，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在一起嘛？你别去跟苏里夏瞎说。发送出去，阿冰就后悔了。尼玛，他和自己是情敌，肯定已经添油加醋的说了。白糖，本小姐是会在背后蛐别人的人吗？不和你聊了，我到家了。白糖揣好手机，又想悄悄咪咪的溜进屋，他可不想听老爹啰嗦。回来了，糖。白之贤依旧坐在沙发上。哎呀，你怎么老是熬夜？这样对身体很不好，赶紧回房间睡了。白糖先入为主，你不在家，爸爸怎么睡得着？今天又去东海了，你派人跟踪我？白糖是自己开车去的，故意没带保镖。你都说了想自己清清静静玩一天，爸爸怎么可能还派人跟着你？上次你这么晚回家，不也是去的东海吗？爸爸猜的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又不是蒙多。白糖张大嘴巴，老爹你还懂这个？什么都了解一点，你还没回答爸爸的话呢。白糖很困了，不想啰嗦，点头道：对，去东海了。你在那边交了个玩得来的朋友？是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我怎么可能和男生玩？白糖说完就冲上了楼，他太烦老爹的唠叨了，什么都要问，什么都想管，20年来都是这样，自己已经长大了。看着女儿的背影，白之贤嘴角垂了下去。他拿出手机给最欣赏的一个干儿子发去短信：我让你查的事还没有消息吗？狄龙，有些细节还不确定干电，不过快了，最迟后天就能发给您。白之贤把知道的先发过来。狄龙，马上。2分钟，白之贤就收到一个文件夹，点击打开，入眼是一张老照片，一个放在襁褓里的婴儿，底下还有备注：阿斌，2000年6月17日出生于东海市。白之贤没有细看，快速往后翻到大学时期才停下来。他喃喃念着东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，连续4年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奖学金，毕业后进入翔天商务工作至2025年8月8日，目前已辞职。有消息称其中了大奖，现未证实。看到这里，白之贤锁了手机，闭眼深深吐出口气。嗨，我白之贤的女儿，岂是你这等穷酸秀才可以觊觎的？看在糖心情不错的份上，算你无过。他点燃根雪茄，给狄龙回信，警告一下阿斌，让他不准再与小姐联系，你亲自去。狄龙，好的干爹。第2天起床，阿斌通过了一条好友申请，是杨震发来的。上次买车留了联系方式，他今天打算去把雪梨幸运值收了，光凭美色可能不够，得准备点礼物。再说雪梨400万额度只返现了98万，80点这波不把握住以后，可能就没机会了。鬼知道90点有多难。给杨震发了条消息，他在家里找了根麻袋，开车直奔银行，取出来200万现金，系统黑卡，根本不用预约。到迈驰名车，交车仪式已经准备好了，杨震亲自站在车头迎接，恭喜罗总，又喜提新车。阿斌赶时间拉开副驾，扔进去麻袋，钻进驾驶位就走。路上他微信转过去车款，买的是一台白色保时捷718。杨震展厅刚好有现车，车款、税、保险加一起70多万。路上他给雪梨发微信，在哪发位置，对方正在输入中跳动好多次。雪梨还是回过来消息，干嘛？你不是不理我了吗？阿斌，给你准备惊喜去了，你要不要我送别人了？雪梨嘟嘴表情，好吧，看在你认错态度诚恳的份上，这次就原谅你。我认错你妹呢？刷小红书刷傻了吧？阿斌不再理他，打开导航，全速朝目的地赶到地方，雪梨已经在路边等着了。看来这妹子收到理查德就没再去台球室上班，也是随便卖掉都能回血几十万。踩停718，关门下车，阿斌随手就抛过去钥匙。雪梨颠了好几下才接住，不是斌哥，你说的礼物不会就是这台车吧？这太贵重了，我有送垃圾礼物的习惯吗？阿斌拉开车门，提出那条鼓鼓囊囊、破破烂烂的麻袋，撂到他肩上。车只是赠品，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礼物。雪梨被压得一踉跄，200万现金几十斤，他小胳膊细腿的，有点承受不住。不是阿斌，这么大一坨是啥？怎么这么重？好东西，哎呀，你帮我背一下，我撑不住了。你要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你再扛一袋都能撵到狗。雪梨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眼眸闪动，难道是现金？阿斌逼气十足的低头点了根烟。做我的女人，物质条件只是基础，里面是200万，花完我再给你拿。预想中好，感度提升并没有来，雪梨反而有些惊慌。不是阿斌，你不会是毒贩吧？找我只是为了把钱洗白？阿斌看白痴一样看着他，你见过哪个毒贩可以光明正大去银行取现，还大白天扛着麻袋在街上走？你傻还是我傻？对哦，雪莉点点头。现在治安这么好，毒贩一般都藏在国外，那我真的可以带理查德米勒开保时捷当少奶奶。梁慧燕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80，额度提升至80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80，获得幸运值4，当前幸运值6，获得返现278万，转账中，请注意查收。阿斌吐出口烟，带路吧，去你家。我。完事后，阿斌打了个去车行的滴滴，迈巴赫还停在那里，等了几分钟，一辆黑色宾利停到跟前。不是滴滴，现在都这么卷了吗？他正想确认订单，宾利后排车窗缓缓落下，一个痞帅、背头油光锃亮的男人捏着下巴看着他。阿斌下意识皱了皱眉，这人没见过啊，什么情况？我们认识。车门打开，男子慢悠悠抬腿走下，他约莫175的个头，一身黑色西装，一丝不苟，眼神很有侵略性，上下扫视着他，确实不错。阿斌吓退了半步，不是哥们，我直的。男子唇角微微勾起，我也是，别误会，听说你中了大奖，正好我有个项目需要好运的人，想邀请你合作。不等阿斌说话，男子递出张银行卡，这里面
面有50万，算是我借用好运的喜金。阿斌才不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即便是获得了系统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做生意的想法。哦，男子笑了笑，也没事，就当交个朋友，以后有机会再合作不迟。哪有追着送钱的，不是圈套就是陷阱。而且大夏天穿套西装凹人设也不是这样凹的吧？配上老款宾利，杀猪盘无疑了。阿斌怀疑是自己最近买车、买房、买表的大手笔招来了别有用心的人，是嫌少吗？我可以再加。阿斌不理，往边上挪了挪。男子还是保持着风度，笑了笑，收好银行卡，又道：罗先生，你可能不缺钱，这样我有个表妹在东海念大3，很漂亮，我可以撮合你们在一起，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想跟你交个朋友。看看照片。阿斌想的是，如果有90分，给他点好处也无妨。男子靠过来递上手机，阿斌扫描了一下，只有78分，幸运值都开不出来。确实很漂亮，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谢啦。男子咬肌绷了绷，冷扯了一下嘴角。你胃口还真是大啊，既然敬酒不吃，那就吃罚酒吧。阿斌，这话我只说一遍，你听清楚了，从今往后不准再骚扰白糖，发消息都不可以。上次那几拳印象深刻吗？如果你做不到，以后还会有成百上千倍的痛苦。男子说完上车，车窗合上之前还留了句话，这是我的个人忠告。你和白糖差着阶级，人生不该有交集，脚踏实地过自己的生活，别走错路。阿斌回过未来，都是黑西装，都和白糖有关，应该是他家里安排过来的人没错了。先例又在威逼，好手段啊！不过我好像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吧？还有上次那顿毒打，老子都没提，你还敢拿出来威胁？以前也就算了，而今老子系统再深会怕你。再说现在什么时代了，还跟我玩黑社会那一套？阿斌马上拿出手机给白糖发消息，牌照于 A3-8那台宾利是谁的车？白糖，怎么了？阿斌，我还想问你呢，突然停到我面前说些混话。白糖，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阿斌，你觉得呢？白糖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35，额度提升至40万。白糖，哎呀，他下手最没轻重了。阿斌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来找你，我马上给爸爸说，让他当面跟你道歉。阿斌挺意外的，负罪感竟然也能涨好感度，试验一下，再卖惨，没有必要了。白糖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对你怎么样？带你玩，还把梨子介绍给你认识，你就是这样整我的。白糖，对不起，哎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我其实早该想到的。你伤的严不严重？需不需要我帮忙联系医生？阿斌，反正都眼瞎认识了你，瞎了就瞎了吧。白糖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40，额度提升至50万。白糖，你眼睛看不见了，等我马上赶来东海。人在着急的时候真的会变笨。阿斌也是发出去才发现漏洞，眼瞎了怎么聊微信？阿斌，就这样吧。白糖，刚认识你几天就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，我不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。找我那个人也说再联系你就弄死我。白糖，哎，是他自己喜欢我，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阿斌，你别急，我马上跟爸爸说，一定帮你讨回公道。阿斌，没必要了，就这样吧。渝州市，白糖咬着银牙拨通了老爹的电话，爸，你能不能管管狄龙？他跑去东海把我朋友打伤了。白之贤声音很诧异，啊，有这回事？宝贝，你别急，我马上问他。你告诉他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他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要是再敢干扰我的私事，我就离家出走。白之贤语气转柔，爸爸会好好给他说。宝贝，你们一个是我女儿，一个是我义子，怎么可能在一起呢？好了，我挂了。白之贤沉吟了2秒，拨过去狄龙的电话。喂，干爹，你刚刚去东海了？在回来的路上。堂堂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，现在脾气很大，叫你亲自去，还是不让我省心。狄龙声音沉了下去，直接认错，对不起干爹，是我没办好，具体怎么回事说说。狄龙事无巨细的讲了一遍。白之贤低哼一声，这小子好深的心机，你确定没动手？没有干爹就口头警告了几句，我看他年纪很轻，以为会怕，早知道就强硬一点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干爹，用不用我亲自去给小姐解释？不用，你哄不好他，好吧？那以后那小子还缠着小姐怎么办？你不是放出去话了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，白之贤眼色很沉，一个两个都敢打堂堂的主意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外人就算了，狄龙也这么没有分寸。调整了一下，他拨给了白糖，事情问清楚了，宝贝，是个误会。狄龙是不是不承认他动手了？我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，的确是没有动手，他不敢欺骗爸爸。人家病历单都发过来了，还会有假？左眼永久性视力损伤，面部软组织挫伤，这不是扇人家耳光打到眼睛了吗？白之贤一下都噎住了，只考虑了半秒，他就做出判断，应该是你那朋友下到了添油加醋说的。现在网上伪造病历单很简单，你不要太相信别人。白糖直接怒了，你永远都质疑我，我交的朋友也质疑。阿斌为人很正直，才不会说谎，我不想理你了。望着挂断的电话，白之贤脸色沉了下来，想了想，他给狄龙发去消息，阿斌骗堂堂说左京被你打瞎了，那就依着他吧。狄龙马上回信，知道了干爹。点燃根雪茄，白之贤吐出口浓浓的白烟，堂堂不知被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这才几天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不过他要求那么高，应该不会喜欢的瞎子，20岁长大了呀，也该给他物色个好点的婆家了。华东化工老王的儿子好像不错，记得小时候挺俊，我们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。东海，阿斌要高兴疯了，没想到随便 PS 的一张病历，白糖居然相信，好感度涨到了50点，额度什么的都不重要，最关键的是幸运值开出来了15点，这个顶仨了，发了呀。不过这妮子非要赶过来看他，阿斌还在找借口，不用了白糖，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，但我现在真的没心情见你，白糖，但事情是因我而起，阿斌真的很对不起。阿斌，你也不用太过自责，医生说有80%的概率把我的视力恢复到70%，不跟你多说了，马上进手术室了。刚退出微信，朱星星又发来消息，阿斌，我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。阿斌说，朱星星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必须要当面跟你讲。阿斌，我们之间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？别装神弄鬼。朱星星，是关于白洁的。阿斌，他怎么了？朱星星，反正情况很严重，你今晚来我家里，我慢慢告诉你。阿斌，你他妈，朱星星，真的没有骗你，密码你还记得吧？777666。阿斌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朱星星，等你哦。比心表情。晚上7点出头，阿斌慢悠悠来到新天地一栋22-3，点亮密码锁，输入777666，轻触井号号键，门啪嗒开了。阿斌，你来了。朱星星系着围裙，拿着锅铲跑过来，满脸喜色。快说，说完了我好走。阿斌靠在鞋柜上，没有进门的意思。哎呀，
朱星星贴上来搂住他脖子，来都来了，休想再走，我做了你最喜欢的生蚝，快进来尝尝。阿斌被拖着进去，扫了一眼餐桌，尼玛全是餐汤，火爆腰花，甲鱼这些壮阳的。朱星星，你想干嘛？给你滋补滋补呀。白洁一天到晚气色那么好，你肯定累坏了吧？其实补补也不错，身体本来就有点超负荷。尼玛，下午才去雪莉家里整了个多小时，看起来还不错，厨艺见长啊。阿斌捏了一片腰花，味道也很棒。朱星星嘿嘿笑道，这些是我点的外卖了，其实我只蒸了一锅生蚝。阿斌心说，你可别蒸了吧，吃你的生蚝就跟服毒一样，桌上的菜系就够了，吃饭吧吃饭。朱星星开开心心去冰箱拿了一瓶白酒，阿斌这是路边酒哦，很有用的。阿斌给自己倒了一杯，说吧，白洁怎么了？你可不准说是我告诉你的，白洁她不想让你知道。朱星星挪了挪凳子，脸凑过来很近。今天我们在店里布置软装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大帅哥。继续啊。阿斌看着他，他一直缠着白洁，怎么赶都赶不走，再停我他妈干你了啊！你表现的好奇一点嘛。朱星星摇着他胳膊，我讲起来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那后来怎么了？后来白洁被我逼得没法才坦白。那是他大学同学，也是初恋，毕业后进了体制内，现在调东海来了。那男的软磨硬泡，死缠烂打，求着白洁复合。白洁的态度呢？朱星星抿了口红酒，白洁说她现在有男朋友了，那男的不介意，还说什么第一次都是两人共同解禁的，我们的爱任何人都比不上朱星星带了点小心机。你看白洁都和别人浪漫过，你那么在意干嘛啊？阿斌知道白洁有一个前任，资料上有，他也谈起过，只是没想到追东海来了，其实也不完全算坏事。白洁好，感度庭77部长了，处理好了这件事是个契机。我知道了。阿斌面无表情夹菜，你都不紧张的吗？阿斌，又不是多大的事情，下次不准这么一惊一乍的了。那好吧，不过我觉得白洁不会回头。那男的虽然很帅，比斌哥你还是差一丢丢了，更别说其他方面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斌哥完爆他。阿斌点头，我有这个自信。所以你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，骗我来家里干嘛？朱星星脸颊绯红，双手负后，轻轻解开了围裙系带，遮挡滑落，暴露出一套性感的蕾丝装扮。阿斌上次在白洁家里怕，在我家就没事了吧？我们把被打断的剧情接上。阿斌喉咙不受控制的滚动了一下。朱星星脸是微调过的，虽然看起来很网红，但非常精致，身材也炸，再加上时装加成和女朋友闺蜜这层 buff 拉满了呀，是个男人就顶不住，更别说阿斌这种色胚。他一把捏住他下巴，霸道硬唇下去，毫不怜香惜玉。第二天，阿斌是扶着墙走的。朱星星这女人真的是魔鬼，也不知是空窗太久，还是本就狂野，或者爱意泛滥，一整晚都没让他睡。还有那声音，阿斌都害怕隔壁的提着刀过来。打燃车子，他抽了3支烟才走，实在是脚上没力。回到公寓，一头便扎倒在床上，迷迷糊糊中还在喃，以后要少跟朱星星接触，这简直是在玩命。要是有何秋式的隐藏奖励就好了。睡醒天已经黑了，点了个外卖，冲了个澡。阿斌拿出手机开始刷抖音，目前的进度还是慢了，只拿到6点幸运值。他知道白糖的事情绝不会这么轻易结束，说不定哪天西装男就找人堵上门了，必须得加倍努力。运气很好，苏里夏在直播，欢迎姑，欢迎个屁，房管把他踢了。阿斌在苏里夏直播间已经消费了几万，等级很高，没人踢他，他甚至感觉苏里夏直播间根本就没有房管。阿斌敲字，不是我哪里惹你了，我来消费的好不好？说完就是一架私人飞机送出去。孤勇者，看看脸，想你了，想入非非。卧槽，勇哥，终于又看到你了，没有你我刷抖音都索然无味。菲菲赶紧，弹幕好多水友都跟队形催促。苏里夏切了一声，我才不录呢，你把我榜一大哥裹跑了，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让你待在直播间已经是格外恩赐了。想入非非，发生了什么？不是跟你通杀啊？阿斌敲字，我不是让他约你了吗？你自己不来的好吧？小处女，他信息量好大哦，好，带着猪头特效都能看到苏里夏翻了个白眼，你可真会睁眼说瞎话呢。不想跟你说。阿斌眼眸微凝，难道白糖跟他传达的不一样？然后猛拍了一下脑袋，我尼玛糊涂啊！白糖跟我是情敌啊，肯定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啊，指不定说的是在水世界偶遇，我带着老婆小孩一起玩呢。他马上敲字，我说白糖在暗算我，你信不信？信你个鬼！怎么才能信我？刷100个嘉年华，看看诚意。孤勇者送出嘉年华 X1，孤勇者送出嘉年华 X2，孤勇者送出嘉年华 X3。弹幕，糟了，遇到真大哥了。菲菲微，没看到他俩在聊啥吗？肯定线下见过了。孤勇者还舍得猛刷，我敢断定菲菲现实绝对是个极品，早知道我也刷点约出来了呀。无悔矣。孤勇者送出嘉年华 X99，咯，屏幕传出苏里夏银铃般的笑声。好吧，原谅你了，不许申请退款。阿斌松了口气，再看向屏幕，两眼一黑，尼玛又关播了。好在马上屏幕就跳出来提示，你关注的主播青青草原第一深情已开播，是否跳转观看？阿斌直接点击进去，欢迎孤勇者。李婉如声音不咸不淡，也是好起来了。阿斌看了看自己的账号，已经49级，主播都主动打招呼了。他瞄了一眼右上角，李婉如直播间热度挺高，有400多人。现在这个直播环境不投流已经很牛逼了，100万博主直播间20-30人的情况比比皆是。阿斌又扫描了一眼李婉如的详细资料，额度有30万，索性直接就充了300万钻石，但最后一笔没成功。这系统非常智能，上次买水消费的2块都被检测出来了。备好弹药，阿斌抬手就是一辆保时捷送出去，谢谢孤勇者的跑车。李婉如的声音多了一丝丝温度。阿斌打字，看看腿，上次李婉如薄纱短裙下那双美腿，现在还历历在目。她全身最完美的就是那双腿了，绝中绝，可以说登峰造极。阿斌没有感情洁癖，校花主页那么多露腿跳舞视频，播放量早就破亿了，都看看呗，大家一起饱眼福。跑车是露脸哦，孤勇者大哥，像那次在 KTV 一样，屏幕中的校花甜甜一笑，刷什么露腿？反正充值的钻石都是他的，他只要敢开口，阿斌就敢伸手。李婉如还没回话，一条粉色弹幕从屏幕中间缓缓飘过，看擦边去其他直播间，咱们青青是正能量主播，一个跑车显着你了。李婉如马上打他脸，火箭可以欧孤勇哥，屏幕中马上一发火箭升空，李婉如都惊了一下，平时口嗨的观众极多，他以为
孤勇者只是其中一个，没想到这么果断就送了。不过他做直播也1年了，知道自己吃的就是这碗饭，大大方方退后展示了一段猫步。弹幕：卧槽，极品啊，这腿绝对没拉，镜头上移了门框，丝毫不变形。不是你们都假粉丝吗？去年抖音嘉年华青青的腿可是上了热搜第3啊！关注了，谢谢孤勇大哥款待。阿斌也看得口水直流，又送了一发出去，再来再来。李婉如刚刚站起，突然捂嘴惊呼：哇，谢谢无地自容大哥送来的嘉年华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又是一条飘屏出现，青青你不用迎合这种人，这个礼物我要你坐下。弹幕滚动速度瞬间翻了几倍，不是你星号妈脑子有粪呀？大家看个乐子，你还舔上了。你星号妈微信借的我500什么时候还？你跟我一个兄弟一样，他去 KTV 唱歌劝小妹当兵，自以为很暖，实际上是个傻缺。36集还是送了嘉年华生的，我他妈求你了！冲冠一怒为红颜，贷款要还好多年。知道这逼为什么取名叫无地自容吗？因为还有后半句，想找个洞钻一下。闷骚屌丝鉴定完毕，幻想成为守护神线下岗主播的龟男。阿斌都看笑了，隔着网线谁有？才不管你是谁，特朗普来了都得挨顿骂再走。李婉如眼看节奏控制不住，马上打圆场，谢谢孤勇者大哥的火箭。无地自容大哥有我的16级登台，要不我今天露脸直播吧，就当抵消上一个要求。群情激愤，全部嚷嚷着给主播点举报。李婉如左右为难时，屏幕上嘉年华特效在线，孤勇者送出嘉年华 X1， 听我的展示。无地自容送出嘉年华 X1， 不要站起来。孤勇者送出嘉年华 X3， 腿来。无地自容送出嘉年华 X3， 坐下。阿斌也不是非要看腿，就是脾气上来了，他拇指一阵连点，瞬间就丢出去20多个嘉年华。特效走完，无地自容没有跟上。阿斌看了眼弹幕，马上懂了，我去，这个孤勇者又来这个直播间撒钱了。刚刚我尼玛才看到他在一个小主播那里狂刷了100个嘉年华。作证，2个直播间都上榜了，点进来看都是他砸出来的。李婉如谢谢都要说嘴瓢了，他平时收的礼物不少，每月都有10来万，但这种挥金如土的大哥从没遇见。直播圈流传着好多一夜暴富的神话，都是因为惊现了超级神猴。李婉如感觉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，非常感谢我勇哥，下来给大哥带来一段2分钟 T 台纯享。阿斌看得很爽，可惜的是半点好感度没涨。他想了想，可能李婉如不知道孤勇者是自己，所以就退出了直播间。吃完外卖再打开抖音，消息和私信都爆了，个位数的粉丝量直接涨到2000加，主动求约的消息也多不胜数。阿斌点进几个头像漂亮的主页看，分数都一言难尽，又点了一个 ID 竟然是青青草原第一深情，他马上退回私信页面查看。李婉如的打招呼内容是：谢谢孤勇哥今晚的厚爱，青青超级开心，但唯恐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所以孤勇哥离开直播间我就马上下播了，方便加个微信吗？孤勇哥，下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私下聊。阿斌发过去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房间里李婉如看到回复心尖都紧了紧，这一串数字不仅是联系方式，也是财富密码。她对自己的身材颜值非常自信，只要能线下见面，绝对能从这位大哥身上爆出来海量金币。复制上号码，李婉如打开微信粘贴，出来的并不是申请添加页面，俩人已经是微信好友了。我去，我什么时候加过这位大哥？李婉如点进聊天界面，顿时一股电流从脑门窜到脚心。聊天记录就短3个字：阿斌。阿斌，他是阿斌？不是，他怎么都不说啊？还有上次的头像不是一只狗头吗？李婉如好感度加20，当前好感度55，额度提升至15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到50。李婉如为幸运值携带者，点数为6。阿斌很满意，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如果一进直播间就表明身份，好感度顶死了涨10点，不错不错。看样子校花比较好攻略，6点幸运值也还行，想办法收了。回神看向屏幕，李婉如已经发过来消息：阿斌，你骗我骗得好苦。阿斌，哈哈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李婉如，惊吓到我了好吗？咿呀呀，我都不想说你，居然让我在直播间露腿，烦死了。阿斌知道他想装一下，人之常情嘛，没人会承认自己烧的，特别是在优质异性面前。他回复：怎么了？我想看看不行？再说又没啥，不是穿了裙子吗？李婉如，哎呀，反正好羞耻。其实我平时不这样的。阿斌，今天礼物太大把，持不住自己是不是？李婉如，不是，我不是那样的主播。阿斌，那以后还录不录了？李婉如，不。阿斌，你不录我 TM 看啥？李婉如，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，我要下去表情。但今天真的很谢谢你。你刷了差不多10万吧？阿斌没注意就随便点了2下。李婉如好感度加2，当前好感度57，额度提升至170万。李婉如已经彻底相信阿斌发财了。他这样说，证明钱包里的钻石很多，不是临时充值打肿脸充胖子。网络都能随便消费这么多，而且不看余额，现实资产有多恐怖？李婉如，谢谢大佬投喂，比心。阿斌口头的不来，什么时候跟榜一大哥线下见见？李婉如，这个月假都用完了，哎，我还欠着好多直播时长，委屈巴巴表情。阿斌，你把我当日本大哥整，少废话，就明天出不出来？李婉如，真的，上次同学会都是硬请的假。阿斌，那你说个时间？李婉如，下周吧，如果这周直播流水可以的话，应该能行。阿斌笑了，尼玛还是觉得刷少了吗？想再崩点，不过只要是钱的问题，那就不是问题。他回复可以，到时候你多请几天假，我们去个远点的地方。李婉如，你不会是说晚上不回来的那种吧？阿斌，回来我还出去个毛？李婉如，到时候再看吧，看诚意是吧？我砸不死你。阿斌，可以，事情放在心上啊，最好提前去说。李婉如，知道了。那改天再聊，斌哥，我要卸妆洗澡了。阿斌发起了视频通话，李婉如干嘛？阿斌看看腿。李婉如10几秒后视频接通，阿斌舔着嘴角津津有味，再往上移一点，再移一点，对方已挂断。哎，
阿斌意犹未尽，摇摇头，太不懂事了，真是太不懂事了，退出微信。他准备找2部电影看，想了想又打开，偷狗的就偷狗的吧，还是大黄看着顺眼。萌宠头像又换回了狗脑袋。阿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，正准备给手机充上电，嘘的一下，屋子瞬间黑了，怎么回事？跳闸还是停电？他拉开窗帘看了一眼，外面灯火通明，是该抽时间去看看房子了。阿斌走到空开检查，一切正常，我电费物业费都交了。他摸出手机给物业打电话，17-2没电了，帮我看看什么情况。那边想都不想就回答，刚刚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我不刚给你说吗？我马上就看了呀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没其他事我挂了。阿斌直接杀到了物业办公室，语气已经隐隐带怒，整栋楼都亮着，就我家没电了，是不是你们物业断的？那人也挺实诚，往椅子上一躺，就是没错。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解释，解释不了，那行，给我接上。阿斌想的是，反正住不了几天，懒得浪费表情，接不了，几个意思？阿斌气笑了，摆明了整我是不是？我想问问我整你受不受得了？那人也有点虚，露了露口风，实话跟你说，小伙子，是上面的意思，我们只是负责办事的。阿斌马上就知道自己得罪人了。而且还不晓得得罪的是哪个，想想算了，跟他纠缠意义不大，住宾馆就是。回家收了几件衣服，下车库一看，尼玛车还被锁了，又回物业吵了几句，还是那句话，开不了。他没办法叫了个拖车，弄到杨振车行解开的。晚上睡觉都没怎么睡踏实，一是本来天黑了才醒，二是一直在思索得罪了谁。阿斌暂时列出来3个怀疑对象：一，上次开宾利那个西装男，听白糖的口风，他好像是在白糖老爹手下做事，自己那么坑他，报复也正常。2，张翠翠，他那晚上肯定魂儿都吓丢了，动机很足。3，雪梨那个黄毛前男友，他搞自己也正常，估计这只是开始，以后绝对还会上强度，特别是那个西装男。阿斌现在还记得苦胆被打爆的那天，思来想去，最稳妥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尽快兑换神秘商店的宝物，到时候谁来谁死。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去找白洁，把他那6点幸运值拿到再说。翌日，简单洗漱，阿斌来到湘西郡车库，等了10来分钟，白洁摇曳着身姿朝帕梅走。滴滴，阿斌轻按喇叭，白洁抬头看来，唇角马上勾起。斌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猜的。阿斌下车帮他拉开副驾门，车子开出去几分钟，白洁终于鼓起勇气，其实我在这边来是为了躲避前男友，他每天都去我爸妈家里。我知道。阿斌点头，星星告诉你的。哼。白洁撅嘴，我就知道这死丫头靠不住。那你生气吗？阿斌自嘲一笑，当然生气喽，遇谁不生气，但能怎么办？还不是得帮你解决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斌哥，阿斌大手搭他腿上，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白洁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78，额度提升至1800万。那我们现在去公司，他应该等在那里。电梯门刚刚打开，一身影提着2袋东西就奔过来了，见着白洁牵着个男的，整张脸顿时就阴沉下去。白洁，这就是你现在的男朋友？你谁啊，哥们？阿斌一把接过他手里的早餐，追求者，挺细的不错，以后早餐都让你送，这是给你的吗？男的很生气，一把推在阿斌肩膀，我宝宝都给我吃的。阿斌拿出个包子咬了一口，这就急了，味道不错，宝宝，我一半你一半。刚要投喂，男的又伸手过来，不过这次阿斌早有防备，一脚过去后发，先掷踹了他一大屁股墩。哎呦卧槽！男挣扎着站起就要发狠，阿斌冷睨了他一眼。你这种细狗我一个打3条，然后顺手将早餐往边上的垃圾桶一丢，牵着白洁进了公司。斌哥你太帅了！朱星星站在门口拍手，白洁则略显惆怅，这样是不是有些欠妥？周豪这人心眼很小的，他昨天还发消息来说要让你好看，阿斌马上懂了，原来是他啊，真特么阴，也挺不要脸的，插足别人的感情，还敢在背后玩手段，早知道就毒打这狗东西一顿了。不过有一点，阿斌很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住哪儿的？白洁，这人体制内的。朱星星比他还了解，他舅舅是我们隔壁区的所长，凭关系调过来的，现在在住建委上班，这就说得通了。全东海叫阿斌的不超过5个，年龄一对就能查出来。他昨天已经搞过小动作了，妈的还敢找上门来，真以为老子不敢打人？不要！白洁拉住他，摇头，别动手，斌哥，他舅舅是派出所的。话音刚落，门口进来2个帽子，证件一亮，架着阿斌就走。不是，这是干嘛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阿斌有点慌。我良民阿叔叔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抓的就是你！废话少说，跟我们走。阿斌被强行押上了警车，他知道报警的肯定是周豪。新天地虽然有执勤的叔叔，但没点关系，哪里来的这么快？这个逼又耍阴招，先动手的明明是他。到所里，叔叔将他手机没收，往问询室一塞，就再也不理。3-4个小时过去了，肚子都咕咕叫了，还是没人进来。阿斌懂是什么操作了，这是要将他留置24小时，到时间就放，纯恶心。这才刚刚乍富，也没点关系啥的。阿斌一时间有些抓瞎，正挠头，旁边调解室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。阿斌竖着耳朵听了听，好像真是杨震。他大着胆子走出去，探头往里望了望，就见杨震指着个人鼻子在吼：这件事情没得5万，哪个来都不行，在我的厂子打我的人，几千块钱就想了事，以后是不是谁都可以骑在我头上拉屎？杨总医院都去了，就是点皮外伤，妹妹也接受和解，都熬1夜了，就过了吧。看不到5万，哪个都别想走。杨震又转头骂小妹：你脑子差根筋啊，被人这样打5000块钱就算了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怕？然后他当着调解员拍桌子，这几个没考虑好不准放走。说完带着小妹堂而皇之离开了调解室。杨总这要巧。阿斌抬手打了个招呼，罗总是你？杨震也很惊讶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阿斌简单说了说经过，末了补了一句，昨晚车也是那人锁的，我只是在东海上学，家里人都不在这边，所以我懂。全款3台豪车，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富哥，怎么可能没有关系？只是在东海人生地不熟而已。巧了，我机会不就来了吗？杨震拍着胸脯，罗总这件事情交给我给刘所打声招呼。一个电话拨出去，当时帽子马上还回来手机，还一个劲解释，我们也是听上头的，谢了杨哥，这件事情我记在心中。杨震很高兴，因为称谓从总变成了哥，说明关系更近了一步。他摆手，小事，以后罗总在东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我电话。阿斌当面存了一个，这件事情麻烦改天我
我请你吃饭，要不就今天吧。杨震听到了肚子叫声，他也想趁热打铁。野航两人一同走出派出所，见到大门外等着的白洁、朱星星二人时，杨震眼睛都直了，手肘不停对阿斌、罗总快看，极品，极品呐！如此美艳的女人，饶是杨震都震惊的不行。在这之前，记忆中最漂亮的脸，还是前几年在一个非常高端的饭局上见过的一位台湾老板的情人，据说是2020年港姐季军，颜值、身材、气质都堪称顶级。只是一面杨震就魂牵梦萦了好久，每每和其他女孩做事，想的都是她，但前面那个火红头发的还要比之美上几分，真正的绝品。罗总，要不我去帮你要个微信？杨震话是这样说，想的却是加上后自己去勾兑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杨震闻言一喜，这样更好，我机会更大。正掏手机，阿斌疑惑道：“咦，你们没见过吗？”杨震被问懵了，摇头：“没有啊，这种美女见一面哪里能忘？”阿斌暗暗点头，兴许是白洁去提车那天杨震不在，也正常，他产业多，那可能错过了。阿斌抬手招了招白洁，朱星星马上看到，都开心的往这边跑。斌哥，阿斌，两女孩一左一右扑进阿斌怀里，脸上欣喜中掺着担忧：“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被为难？”白洁昂起头：“肯定的呀。”被关在黑屋子里几个小时，白洁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79，额度提升至1900万，果然愧疚可以提升好感度。阿斌顿时觉得这几个小时值了。阿斌，我都打了好多个电话。朱星星大眼睛45度看着他，但我男朋友的关系都在江潭，一时半会没联系上人，让你受苦了。说完，朱星星就往后退了一步。白洁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只是担心阿斌。没事，这不出来了吗？阿斌折指杨震，多亏了杨总，不然我得被关一天。杨震表情不是很自然，客气了，罗总，都是朋友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他没想到30岁了，经历过那么多风霜，面对女生还会慌张，太失格了。谢谢杨总。两个女孩甜甜一笑，好久没有这种激动的感觉了。杨震感觉自己回到了青春期。不客气不客气，那什么，你们吃饭了吗？要不一起？刚刚在旁边买蛋糕垫过了。朱星星道：“你们先回公司，我跟杨总还有事要谈。”在问询室的时候，阿斌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彻底解决周豪的问题，现在有答案了。两个女孩很听话，乖乖走了。杨震咂巴了嘴，还没怎么回过来神。那走吧，罗总，我们两个去吃，叫上嫂子一起吧。要不？杨震虽疑惑，还是答应下来，拿出电话就打。他马上过来，罗总，旁边有家不错的蔬菜，环境也挺好，要不就呢？行。杨震要了个包间，落座后闲聊了几句。阿斌有意将话题往身世上扯，本只想普普通通在东海生活，没曾想会遇上这种糟心事。早知道当时就接手家族事务，不要这信托了。杨震顺着话头问：“罗总，你家哪里的？”阿斌神秘秘说了句南方，南方人有钱，这是共识啊。杨震马上就把世家子弟给阿斌对号入座了。他奉承话顺口就来，看得出来罗总是自由不羁的人。其实做生意也挺累，像我们这样一天到晚瞎忙，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还是你这种生活方式安逸，真的羡慕。阿斌点头，安逸是安逸，就是每个月钱都不咋够用。说完解锁手机，打开短信推过去，页面是离子那笔400万的返现，信托每个月就给我这点，连上班的零头都不到。哎，我都考虑回家族接班了。杨震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看到那笔400万的转账来自家族信托，一个月400万，一年就是4800万。旁边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一年的零花钱就抵他家3代人的努力，这是妥妥的公子哥，与自己隔着鸿沟的公子哥，如果能攀上关系，极有可能跨越阶级，这是天大的机遇。杨震轻轻推回来手机，呵呵，罗总，你已经是全国甚至全球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了，跟你比起来，我简直无地自容。阿斌漫不经心收起手机，还好这个月零花钱刚到，我不喜欢欠人情。杨哥，你今天帮了大忙，我想着给嫂子买点礼物表示感谢。不用不用。杨震连连摇头，举手之劳的小事，罗总完全不必放在心上。阿斌淡淡道：“我对朋友都是这样，难道杨哥不拿我当朋友？”正说着，外面传来脚步声，阿斌起身，我去趟洗手间，杨哥你们先吃。阿斌结了账，就在休息区抽烟，和他预想的一样，杨震老婆的好感度在暴涨，系统提示几乎每分钟就响一下，最终好感度停在55点，不再动弹。阿斌估摸着杨震已经把该说的说完了，这才起身回到包间。嫂子好，他很客气，你就是罗总。蒋璐很诧异，叫小罗就行，你长得好像明星啊，我的天，谢嫂子夸奖。来，罗总我敬你一个，敬你嫂子。2瓶红酒下肚，蒋璐好感度提升到60点，她综合颜值78分，额度挺高，有50万，够了。中午微醺就行，就到这里吧。嫂子，咱们去万象城逛逛，我送你点东西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喽。走走走。阿斌知道爱马仕的东西最贵，直接领着蒋璐进了店。罗总，其实旁边的路易威登就行，这太贵重了。阿斌垂眸瞥了他手腕一眼，你日常都被 LV， 我再送有感觉吗？我是要求你男人办事啊，老姐。他还是那句话，口气淡淡的拽拽的，我没有送垃圾东西的习惯。其他人说驴牌垃圾可能会被嘲笑，这话属实太装逼，但杨震两口子却深以为然。既然是罗总的一片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杨震还记得阿斌那句我对朋友都这样，难道你不拿我当朋友？那好吧。蒋璐看似勉强答应，但眼睛里有光，随便挑嫂子，哪一款都行。好的，罗总。逛了一圈，阿斌后悔了，你买爱马仕怎么不直接去抢银行？一只包包200多万，开国际玩笑呢？刷额度怎么样都行，毕竟双赢，但要花阿斌自己的钱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好在蒋璐比较懂事，挑了只20多万的。罗总，你看这只可以吗？阿斌接过随便瞟了2眼，一般般，有只和这个差不多，我觉得更符合你的气质。阿斌拿来展示柜上一只标价48万的橘黄色手提包，嫂子试试。蒋璐嘴角都快压不住了，这只当然更好看，但太贵了，他没敢选。好看。罗总，你眼光比我好多了。刷卡美女。阿斌食指中只夹着黑卡递出去，2个字潇洒。蒋璐好感度+9，当前好感度69，额度提升至100万。出了店门，蒋璐还在一个劲道谢，太谢谢了罗总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喜欢的礼物，没有之一，等会儿就有之一了。阿斌抬手指着对面的百达翡丽店，再去那里看看。啊，惊喜来得太突然，蒋璐有些懵。不必了，罗总。杨震摇头，已经很破费了。阿斌很认真的眨了几次眼，杨哥不拿我当朋友？没有，不是这么回事，那就听我的。阿斌给蒋璐挑了一只白色表带，淡金色带钻盘面的手表，不是因为好看，是因为
他刚好49.9万。蒋璐喜爱之情溢于言表，手指不停抚摸着。遗憾的是，好感度没涨。阿斌也不纠结，他知道69点是个砍杨震的揽胜上，蒋璐靠的阿斌很近。谢谢弟弟，姐姐今天太开心了。阿斌顺势就把话题往上午的事上引。我觉得100万买不来我一天的自由，今天要不是遇到杨哥，我铁定被关满24小时。我也很开心。蒋璐听杨震讲了事情经过，很是打抱不平。那个周豪真是太过分了，一个小小的职员竟然这样为男人。弟弟，你给我说他是哪个单位的，我找人撤了他的职。祝建伟，陆姐你有关系吗？蒋璐拍了拍前面的杨震，东海这1亩3分地，杨震找任何人都是找得着的，就看他愿不愿意动用人脉关系。他晓得事情不像阿斌说的那么轻松，一个小职员怎么可能无凭八顾把人关所里去，上头绝对有人，一个不好就会结仇。思索了一阵，杨震还是开口了，我家老头子和发改委一把手几十年交情了，应该能运作。杨震权衡了利弊，如果没有这100万的礼，他只会口头答应不办事。阿斌舍得付出，他愿意去赌。老公一定要帮弟弟狠狠的出气。杨震沉吟道，出气肯定要出气，但不一定能开除。体制内跟一般单位不一样，本人不犯错的话很难，倒不用这么麻烦。阿斌早有注意，不知道杨哥能不能动用关系给周豪升上半级，提拔为副科。你怎么还帮他升职，弟弟？蒋璐急了，不给他降职，调到乡里去就不错了。你听罗总说完。阿斌朝蒋璐一笑，我就是想恶心他一下，没有饼的话很难。罗总不管他。你说是这样，杨哥，大学时我喜欢到处走，去过几个偏远贫困县，我发现有些地区的基础建设还很落后，譬如说广来县青口镇普边街道，现在还用着旱厕。其实阿斌就是从那出来的，这个事情我一直记在心中，干脆就趁此机会派周豪去旱厕改造。罗总的意思是做好了就提他当科长。对，阿斌点头，杨哥只需要找关系，通过这项提议就行。当然项目资金我会全额捐赠，但署名是你，这对做生意有帮助。这就太简单了，有资金就一句话的事。杨震拍了拍胸口，包在我身上，罗总，我一定会让那小子好好改造。阿斌怕杨震不会恶心人，提了一句，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，新兵做错了事，老兵就罚他趴在旱厕做俯卧撑。杨震都笑了，好，我一定让他做到饱，到时候验收的时候带上我啊，我想看看他的表情。行，我都有点期待了。不知道罗总一句改造非常差劲，他会不会吐血？噗！蒋璐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你们也太坏了吧，到时候不仅升不了职，还会被领导臭骂一顿，把人气死了，谁负责？只能说明他气性大。阿斌悠悠来了一句，哈哈哈哈。全车爆笑。到酒店，微信上又有几条消息。白糖，阿斌你手术成功了吗？视力有没有恢复？阿斌恢复了一半，看东西很模糊。他本来就是高度近视。白糖好感度加2，当前好感度52，额度提升至120万。白糖，以后还有办法修复吗？阿斌，医生说慢慢能养好。白糖，那就好。你出院了吗？我想来看看你。他这2天浑身都不自在，不知怎么的就想往东海跑。阿斌想了想，最近还是不和白糖见面的好，至少在兑换到神秘商店的2件保命道具之前，那个西装男说不定真会下狠手。阿斌，我去外地了，散散心。白糖，哪里？阿斌，你别问那么多了。白糖，好吧，那你多久回来？阿斌说不好，有点累，休息了。白糖，好吧，拜拜，好好养伤。阿斌。阿斌又点开离子头像，密密麻麻的小作文。他打开输入框，好几次还是没回，不敢太绝情，又怕他抱有幻想。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解药，再等等吧。周豪还堵在白洁公司门口，虽然不受待见，但他感觉就这样待着就很舒服。白洁变化太大了，虽然大学的时候也是万里挑一的美女，跟现在都没得比。那妖娆的身姿、妩媚的脸、勾人的气质，都深深撩拨着他的心。当初要是再坚持一下就好了，他想。不过现在也不迟，比之大学时期，而今意志坚定不移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周豪越看越吃，手机响了很久都不知道。第2遍他才接通，魏理科，小周你赶紧回单位一趟，赵主任点名要见你。什么事这么急？好事。好的。他这才依依不舍地转身。祝建伟主任办公室，赵海笑眯眯的，小周啊，在东海生活还习惯吧？挺习惯的，领导，这边气候很好。的确。赵海递过来支烟，要说东海气候最好的还是广来县，那边现在都不热。对。周豪点头附和，我看你是个很好苗子，有心栽培，去广来县盯个改造项目，干得好回来有机会往上提。周豪第一反应不是惊喜，反而皱了皱眉。领导，广来县距离我们这里有多远？200多公里，也就4-5个小时的车程。周豪马上就打退堂鼓，这一去一来不得大半天时间，岂不是说要住在那边？他是半点都放心不下白洁。领导，我刚调过来，业务还不是很熟，我怕做不好。赵海挥了挥手，年轻人就是要勇于尝试嘛，我相信你。周豪在推迟，要不领导还是把项目交给经验丰富的同事吧，我想再沉淀沉淀。赵海脸色马上就垮下去，小周你年纪轻轻，怎么如此不思进取？这是大好的表现机会，单位好多人都争着想去，你还再三拒绝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领导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就是你去广来县偏是偏了点，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差，1-2个月都克服不了吗？好的，领导，谢领导栽培。周豪没再多说，一是时间不久，二是有晋升机会，他不相信白洁1个月内就能结婚，再说有权利了，追求他的机会更大点。你准备一下，这个项目很急，明天一早就出发，到了与那边的建委联系。好的，领导。阿斌下午去看了房，城西有个在售的楼盘不错，大平层，精装修，单价1万6，他订了顶楼，240平，原价384万，谈到368万，刷的全款。车上，阿斌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好久。花系统的钱没什么感觉，用自己的是真痛啊！只剩400多万了，要加倍努力了。方向盘一打，迈巴赫朝白洁商务驶去。阿斌有预感，今天能拿到白洁的幸运值和80点好感度返现。朱星星总是能最先发现他，刚到门口就蹦跳着过来了。阿斌下午好。阿斌递过去顺手买的咖啡。你干脆干前台得了，眼睛又尖嘴巴又甜。朱星星踮脚凑到他耳边，其实我最想做阿斌的秘书，有事我干。没事。阿斌被他撩拨的受不了，轻轻推开。你不怕你未婚夫突击检查工作？朱星星撅嘴摇脑袋。你都说了是未婚夫，大不了吹了呗，然后和白洁一起伺候我。可以啊，反正我接受。他来了。
你给他说吧。朱星星闻言马上退开，白洁斌哥给你买的咖啡。他递上自己那杯，谢谢。白洁接过，斌哥你事情谈得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周豪应该在去的路上了。刚才接到杨震电话说已经安排妥当，你们是去谈周豪的事情了？我就说他跟赖皮狗一样，刚才怎么突然走了？你把他弄去了哪里？一个贫困县，我看他挺有毅力，就帮他争取了个项目。什么项目？什么项目？朱星星跟个好奇宝宝一样。旱厕改造。月朱星星做了个呕吐的动作，听着就好恶心，是他先恶心人的。阿斌耸肩，周豪会愿意去吗？白洁隐隐有些担心，应该会的吧，毕竟干好了有望提科长，就算他不听调剂，也会有别的安排等着他，比如基层深造啊、乡村振兴啥的。白洁抬眸望来，媚眼中有水光闪动，谢谢你斌哥。他本以为阿斌会因此心生芥蒂，他不但没有，还亲力帮忙解决，而且一句怪罪的话都没有。之前还觉得他不够成熟，很多时候都冒冒失失的，像个小孩一样，现在看来是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。等一下白洁，阿斌猜到好感度可能要跳了，赶忙抬手打断。白洁1900万的额度，现在才刷了大几百万，不把剩下的全部套出来，阿斌感觉血亏。白洁懵懵的，但看阿斌埋头快速在操作手机，也没说话。好了，你看一下短信。叮，正好这时提示音响起，白洁锁屏查看，人顿时麻在了原地。阿斌，好久他才开口。你赚1086万给我干嘛？因为刚好剩这些啊。阿斌来的时候都算好了，第一次返现了356万，之后给他转了200万开公司，帕拉梅拉158万，前2天又赚了100万。话术也早就在心中，这是我的全部现金，我都给你，因为我毫无保留的爱你。白洁，希望你在做抉择的时候，也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我。白洁扑着就上来了，声音带着哭腔，斌哥，我从没想过要和周豪再有什么，在我心目中你是最重要的人，我从未在你和任何人之间做选择。阿斌紧紧搂着他，我爱你白洁，我也爱你斌哥。白洁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80，额度提升至400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80，获得幸运值6，当前幸运值12，获得返现1544.92万，转账中，请注意查收。在湘西郡战斗到晚上9点，白洁说要回一趟父母家。阿斌冲了个凉，躺倒在沙发，打开抖音，苏里夏和李婉如都在直播，他想都没想就点进了苏里夏直播间。这妮子的隐藏奖励是魔术师，非常有用，而且好感度还没50，不知道幸运值有多少，必须得想办法提升。欢迎蚕蛹，这次倒是打了招呼，但我他妈上次给你刷了100个嘉年华，大姐你就这个态度？弹幕和苏里夏的态度简直是两个极端。想入非非，我操，孤勇者大哥终于来了，菲菲连对面吧，大哥在肯定不会输。徐坤敲门，对呀，菲菲接住这泼天的流量，都市丽人玩不玩啊？这个猪头，坤哥说是极品，我才过来看的。尼玛都不露脸播个毛啊！阿斌马上懂了，这是有大主播要连苏里夏，刚准备敲字，他声音传出，为蚕蛹，你帮我上票吗？孤勇者，不是小苏，你真把我当日本人整啊？不愿意就算了，孤勇者打赢了请我吃饭吗？好，但对面是大主播哦。上次100个嘉年华苏里夏的好感度涨到了40点，额度有60万，扣除前面刷的也剩20大几万。现在这个直播环境，再大的主播都随便秒杀。孤勇者输不了，连吧！屏幕顿时一分为二，右边是个男主播，平头小帅 ，ID 叫亮坤。阿斌跳到他直播间看了眼，在线人数5万加。刚借回来，男主播带点痞的声音传出来：“兄弟们出队，给对面看看画面。”苏里夏直播间在线人数顿时1万加。怎么样，妹妹，哥哥猛吗？男主播凑近摄像头，挑了挑眉，挺厉害的。苏里夏知道对面是整活主播，配合着应了一下，哥哥线下更猛。说完，激昂的音乐声响起，对面跳起了鬼畜舞。完事，男主播又问：打一把吗？谁输谁答3个问题，撒谎包庇的那种。阿斌知道都是些很污的提问，例如咱车库停过几辆车啊，后院有没有停过之类的，他之前刷到过切片。好啊，苏里夏当然也知道，但马上就脆生生答应了。在这之前，我能不能提个小小的要求？你说，就说咱能不能把猪头摘掉？我听兄弟们说你是颜值区第一神颜，特效挡住了，可惜。苏里夏大大方方取消了特效。卧槽，更爆裂的音效炸响。男主播掐着人中，太漂亮了，妹妹。兄弟们，给对面主播点点关注。阿斌看了一眼苏里夏粉丝，很快就从9.3万涨到了10万，太给力了，兄弟们，收队，战斗开始。没什么悬念，对面主播嗓子都哑了，才喊出来3万多钻石。阿斌轻飘飘就送出去100万，时间还剩2分多钟，男主播直接对着镜头叹气，没办法，兄弟们，对面有老头，这局惜败。菲菲妹妹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不容易，兄弟们。我们输的不冤，谁有都懂他什么意思。不少男主播的粉丝还过来发弹幕调侃，其实这在直播中挺常见的，但阿斌敏锐的察觉到苏里夏眉头低了几度，他马上跳转到对面直播间。卧槽，欢迎我孤勇者大哥莅临直播间，兄弟们全体起立。阿斌点开礼物栏，手指点在小星星上，感谢我孤勇者大哥的小星星，谢谢大哥送来的礼物。孤勇者医药费，谢谢大哥，但大哥你是不是点错了？孤勇者，你这种垃圾就这点价值。苏里夏好感度+3，当前好感度43，额度提升至85万。不是大哥，阿斌不等他说完就退出去，再进去苏里夏直播间，连线刚好断开。欢迎孤勇者大哥。苏里夏第一次甜甜的打招呼，看得出来心情不错，弹幕也全是直呼牛逼解气的。阿斌就留在苏里夏直播间吹牛打屁，到他下播直接大退抖音。李婉如今晚有些心不在焉，他看到阿斌在线，左等右等，始终不见人来，看弹幕心头更酸。粉丝说他在另一个直播间狂刷100万，强势守护女主播，打脸大主播。又看了一眼手机，孤勇者已经下线，李婉如心思全无，草草下播。他马上打开微信给阿斌发消息，斌哥有新欢了，已经不爱我了，湘西郡。阿斌笑了，本以为李婉如会赌气2天，没想到秒怂。他回复就是啊，我还以为钻石揣在兜里花不出去呢。李婉如委屈巴巴表情，斌哥我是做错什么了吗？阿斌你继续把我当翘嘴叼呗。李婉如没有斌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发誓是真的没有假了。阿斌完全理解，所以我找有空的啊。李婉如
那我再给老板说一下，其实我也很想和你出去玩。阿斌发起了视频通话，李婉如赶忙跑到镜子前看了看妆容，完美，毫无瑕疵，稍微理了理头发，往下扯了扯领口，这才接通。斌哥，还是简单暴力的3个字，看看腿。李婉如今天穿的百褶裙短款，很容易走光，她往腿中间掖了掖，翻转了摄像头，屏幕那头呼吸声明显粗重，往上移。李婉如上次就是因为这句话挂断了通话，但这次她犹豫了，思考了2秒，还是听从了阿斌的指挥。这是什么神仙画面？阿斌忍不住闭上眼睛，微张嘴巴，他现在火气很大，正准备得寸进尺，李婉如给他挂了。阿斌发起了视频通话，对方已挂断。阿斌发起了视频通话，对方已挂断。阿斌快速敲字，什么情况？正在兴头上啊，大姐。李婉如，哎呀，刚刚都走光了，不能看了，不能看了。他其实是怕阿斌录屏，不然再多给几分钟福利也没啥，反正穿着内搭。阿斌，我裤子都脱了，你给我说这个。李婉如，哎呀，阿斌，不要开我的玩笑了好不好？深吸几口气，平缓了一下心神。阿斌打字，你赶紧去请假，我明天就要出发，5分钟内回复我。李婉如，好吧，我现在打电话。李婉如的确是差了很多直播时长，但刚给公司老板提到孤勇者，直接秒批了。一场消费几10万的新晋神豪 ，MCN 机构早就重点关注了，这通常是做灰产的大哥，伺候好了能疯狂爆金币。李婉如马上回信，老板批了，我们去哪儿玩？斌哥，阿斌看到消息就一阵火热，三亚怎么样？他没去过，但刷抖音觉得风景很美，早就想去看看了。李婉如，好呀好呀。阿斌发起了一笔2万点00元的转账。阿斌买2张公务舱的机票，他没坐过，想体验体验。李婉如不太好意思接受，我来吧，斌哥，你把身份证号发我。阿斌，给你就拿着。大约是过了10多秒，李婉如接收了你的转账。李婉如，谢谢斌哥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阿斌，9点左右吧，给我个位置，明天我来接你。李婉如，好的。阿斌今天非常开心，不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还拿下了白洁1500多万返现。他又看了一眼银行卡余额1967万1233.82，瞬间觉得汉册改造那100万捐赠不痛了。同时，幸运值终于突破10点，神秘商店的宝物解锁了1小半。说句装逼的，他现在想让谁死，谁就得死。有言道，世界上真正公平的事情只有一件，那就是每个人的生命仅此一次。这种凌驾于公平之上的感觉特别美好。但阿斌万万不舍得去兑换周沙福，即使有比周豪更恶劣的人出现，太浪费了。冰残博其实挺有吸引力，那次被爆肝的感觉，阿斌还深刻记得。有了这玩意护体，不说拳头、刀枪的伤害，估计都能免疫，绝对是居家旅行的必备好物。但他还是最珍惜狗命，决定再凑凑，把灵光配兑换到手再说。除此之外，和苏里夏的关系也有了进展，他还差着一顿饭，随时都能约出来。他真是理想型，而且前任为零，隐藏奖励还好。阿斌馋的不行，最后就是明天的旅行了，先完成高中时期的幻想，拿下校花，打牙祭也不错。阿斌这晚睡觉嘴角都是翘着的。第2天早上，阿斌就带了2身换洗衣裳，轻装出发。李婉如发来的定位不远，就3公里出头，到的时候刚好8点30分。一支烟的功夫，他远远看见小区内有2道窈窕身影在往出走，其中一个是李婉如没错，但还有一个是谁？尼玛的他还带了闺蜜，就打定主意不给吃呗。带走近，阿斌查看了另一个的资料信息，姓名朱慧菲，年龄24，前任25，综合颜值81，可嗨嗨，烟枪的他肺痛。神尼玛的朱慧菲，谁家爹妈能想出这种极品名字？真是天才。女孩走近，阿斌看清楚了她的长相，高鼻梁、大眼睛、尖下巴，标标准准的网红脸，一看就是18号。阿斌通常称整得漂亮的人造人为18号，但他一点食欲没有，前任数量比年龄还大，吃下去估计会食物中毒。哈喽，孤勇哥朱慧菲比李婉如更热情，弯腰抬手，甜甜打了个招呼。阿斌淡淡点头，抬眸看着李婉如，这什么情况？我闺蜜，刚好她也打算去3亚，就约在一起了。阿斌黑色眸子一直凝着她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李婉如气场被压制，有些手足无措。朱慧菲一把抱住她，孤勇哥，不许欺负我们婉如。行了，上车吧。虽然有些不爽，但来都来了，有什么办法？到地方再看情况。2个女孩坐在后排，李婉如有些小委屈，她感觉刚才阿斌好凶，没有说话。朱慧菲倒很健谈，一直探着脑袋，我还以为孤勇哥是个大叔呢，没想到这么年轻这么帅，我做梦都想有个你这样的大哥。我们是同学，之前认识之后才会给他刷礼物。我朱慧菲点头，我叫小朱，孤勇哥你呢？阿斌，真好听你的名字阿斌，方便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还真直接，这女的刚见面就探底，这是准备见人下菜碟？但我他妈也跟你不搭嘎呀，没正经工作，一天到晚就瞎晃悠。阿斌随口道。见过数十位榜一大哥，经验异常丰富的朱慧菲马上就判断出他是一个富二代，妥妥的富二代。一般男的见到美女都会展示实力，就算没实力也会硬吹牛逼。以往见面的不是金融巨子，就是做加密货币、新能源的，能满不在乎说自己瞎玩，还说得如此有底气，绝对有实力。朱慧菲眯眼扬唇，阿斌真会说笑，我的工作和婉如一样，全职主播。看得出来，朱慧菲一点没介意。阿斌略带轻佻的回应，还自嘲了一句，其实毕业后我也想正正经经找个工作，但打开招聘软件，全世界都想让我去当鸡，也看得出来。不过这句话阿斌是在心头说的。下飞机已经是中午，阿斌关掉飞行模式，拨通了地接的电话。他提前在抖音联系好的，一天3800，包含接送、餐食和海景别墅。吃了顿海鲜，阿斌直接让司机往风景最好的地方开。1个多小时，阿尔法停在一处港口前。阿斌没让接待小美女陪同，只是说耍完了电话联系，人多碍事。买好门票和船票，一艘快艇拉着他们朝对岸的小岛驶去。登陆的那1分钟，阿斌人是麻的，这真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画面了。白色闪耀着金光的沙滩，嫩绿色的水，湛蓝的天。抖音上也看到过类似的场景，但身临其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广阔的风光浓缩在几寸的屏幕上，和站起其中只是一速，完全是2个概念。真是来对了啊！前面25年简直白活了，当什么牛马？人生当如是啊！阿斌一激动，抱起李婉如就在沙滩上狂奔，边跑边笑，哈哈哈。
阿斌，你快停下！李婉如抖得厉害，话都说不清楚。撒欢那人越发兴奋，蹦得更高了些。升哥停！李婉如羞耻的不行，被男生面对面抱在怀里，姿态本就不雅，还抖得那么厉害。无奈之下，他咬了阿斌肩膀一口，快停下！啪！回应他的是屁股蹲上火辣辣的痛。李婉如羞怒凝眸，对上的是阿斌要吃人的眼神，气势瞬间就萎了下去。阿斌这人多，大家都在看着，我现在不弄你，你晚上让你那个闺蜜滚好不？不要！李婉如摇头。我们才第2次见面，阿斌对她没多大耐心，可能对女主播先天带有偏见，只想尽快满足口腹之欲。你高中3年不算，我说过别把我当翘嘴钓，不是这样的，斌哥。李婉如身子开始扭捏，最起码我们要先确定恋爱关系。正说着，朱慧菲惊叫声传来，啊，我脚崴了，好痛！婉如快来救我，快过去看看！李婉如推她，阿斌松开手，顺手从地上捡起一片发黄的树叶，小跑着过去，举过头顶，黄牌警告！啊！朱慧菲没懂，什么意思？斌哥假摔！阿斌说完扭头拉起李婉如就要往小树林钻。婉如，我发现那边有好多贝壳，我们去捡好不好？朱慧菲声音传来，又想捣乱。好啊！李婉如甩开手就跑，两个女生嘻嘻哈哈。阿斌坐在沙滩上抽烟，风撩起他的黑发，刀削般的轮廓俊美又忧郁。朱慧菲已经瞟了好几眼，小朱我去趟卫生间，你先捡。李婉如急急忙忙往岸边跑。好，朱慧菲嘴上答应着，脚已经往阿斌那边走了。阿斌，你有心事吗？朱慧菲挨着他坐下，阿斌淡淡瞥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婉如她就是这个性格，你别生她的气。不是你在作怪吗？阿斌又侧脸过去，哎。他出来的时候特意说过让我看着点你，我就搞不懂，阿斌你那么好，婉如为什么要这样？要是阿斌抱着我跑，我一定会超级开心。说完，朱慧菲一脸花痴的望着阿斌，阿斌你下颌线真好看，要不是能查看信息，阿斌说不定会着他的道，的确很会哄男人，女人也一样。李婉如就被哄得团团转，但知道他详细资料的阿斌圣如佛陀，就差双手合十念一声阿弥陀佛了，施主请自重。朱慧菲还咯咯的笑，阿斌你真搞笑，不过我说真的，我愿意和阿斌抱抱。阿斌不语，阿斌你刚才是不是想去那边的小树林？我可以陪你。依旧不语，阿斌是怕被婉如发现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阿斌侧头，漆黑的眸子的凝着他。你觉得我什么狗屎都吃吗？还没说出口，胳膊突然被人抱住。在聊什么呢？你们？我们在说这里的风景好美。朱慧菲抢答。婉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因为后面的商店就有卫生间啊。朱慧菲往右瞄了一眼，我还以为你是去那边的公共厕所呢，所以你一个人待着很无聊对吧？李婉如假笑。朱慧菲不知道李婉如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，解释没有啊，我是看阿斌好像心情不好，所以过来陪陪他。那你们玩吧，我一个人去捡贝壳就是。朱慧菲起身没走几步，李婉如就追上去拉住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但你再敢湿哒哒的望着阿斌，咱们就各玩各的。朱慧菲马上懂了，李婉如根本没听到，马上就委屈巴巴。婉如我把你当最好的闺蜜，你竟然防着我，伤心反倒是李婉如开始解释。哎呀，阿斌跟直播间的大哥不一样，我是在认真考虑和他好好谈。天，朱慧菲捂嘴。那追你那些排到巴黎的男的怎么办？我记得有好几个都超级优质啊，这就做出选择了。李婉如轻轻点头，他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不清楚，但我直播间另一个同学杨帅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好像家里很有钱，他哥哥条件更好，凯斯曼就是他哥哥开的。但见到阿斌的时候，姿态非常低。朱星星验证了自己的猜想，阿斌真的是一个超级富二代。他嘴上道，那在东海几乎到顶了吧？婉如你可要好好珍惜，心里想的却是这么优质的男人，我一定要努力争取。阿斌看着想笑，本以为李婉如开窍了，认清了昌鬼闺蜜的真面目，看样子还是被玩弄在鼓掌之中，他也没心思点破，至少现在没有。或许可以拿朱慧菲做文章，你们悄咪咪聊啥呢？没。李婉如看了朱慧菲一眼，示意她别说。那走吧，咱们去玩冲浪。小朱，你要和我一起吗？啊！朱慧菲很惊讶，看了眼阿斌，又看了看李婉如，犹豫2秒，最终欲望占领大脑。好阿斌。李婉如眉头瞬间蹙起。那我呢？阿斌，我管你呢。阿斌站起，你继续端着呗。阿斌带着朱慧菲朝水上项目那边去了，独留李婉如在原地发呆。说实话，他后悔了。阿斌明明和之前遇到的所有男生都不一样，为什么还是用以往的方式应付他？他明确说过了，不想被钓鱼。我该大胆一点的和他的肢体接触，明明不反感，要是他真和朱慧菲好上了，我会被气死。上次不理他，他就去了其他女主播的直播间。阿斌这个条件选择太多了，而且很少有女生拒绝得了，说不定真会出问题。可恶的飞猪，才刚和他说了我想和斌哥好好谈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。还好半个多小时，二人就回来了。李婉如赶忙迎上去，抱住阿斌胳膊，斌哥我也想玩，你带我好不好？李婉如太好骗，略施小计就拿捏住了。阿斌怕他中途又扫兴，冷着脸，我和小猪玩的挺开心的，你随便组个人吧。哎呀，斌哥，李婉如摇晃他胳膊，人家只想和你玩。阿斌轻轻扒开，算了吧，每次到一半就给我甩脸，我讨厌这种感觉。不会了，斌哥。李婉如抓住，我不会再推开你了，讲真。李婉如点头，好吧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朱慧菲急了。那我呢，斌哥？阿斌指了一棵椰子树，那儿凉快，待着去吧。不管他涨红的脸色，阿斌拉着李婉如就走。斌哥，我们玩啥呀？我看那边有摩托艇，还挺刺激的，但是我不会不碍事，坐我前面就行。咦，你会骑吗？阿斌摇头，应该不难，现学呗。好，见二人过来，几个摩托艇教练眼睛都直了，当然是因为李婉如，她那双扎眼大长腿配上火辣身材，谁都想一亲芳泽。美女骑车吗？给你打折，原价500一小时，算你200。美女，我这里免费体验10分钟。美女，我全程免费送拍照。阿斌折得老实的。我想自己骑什么价格？那人摇头，不行的，帅哥，很危险。你找条船跟着我不就行了吗？得加钱，也不贵，3000谈妥。阿斌试了2圈就油门刹车，非常简单。熟悉后开到岸边，拍了拍坐垫，上来。李婉如踩着猫步过来，腿儿一抬，坐到前面。反了啊！李婉如回头，什么反了？坐反了。李婉如心跳本来就快，这个姿态有够暧昧的了，要是再反过来，怎么了？又不配合？没。
他不敢再惹阿斌生气，默默转过身来抱紧我。抱紧了，阿斌左手搭着他腿，右手掌方向，油门轻轻一拧，摩托艇窜了出去。海面骑车比路面更陡，李婉如吸收了每一次颠簸，她俏脸羞得通红，但不敢说，异样感持续了10多分钟。摩托艇终于停下，还不等他松口气，下巴被一只大手捏住，然后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霸道的硬了过来。阿斌很激烈，才不管他哼哼唧唧，毫不怜香惜玉。良久，李婉如伸手推开，大口喘气，出口的第一句话不是责骂，而是解释：“阿斌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喘不过气了。”阿斌漆黑眸子凝着他，嘴角微微勾，喜欢吗？李婉如声若蚊蝇，又是霸道俯身。李婉如被压倒在坐垫之下，阿斌知道再下去会控制不住，起身抹了抹嘴角。李婉如，你真是一个让人火大的女人。腰间的腿松开，李婉如面若桃花，我感觉被你套路了。斌哥，你真的很坏，我看你也蛮享受的吗？才没有。李婉如理了理头发。斌哥快走，船上的人都看着我们。点燃根烟，轻拧油门，摩托艇缓缓划出。尼古丁也未能让心情平复。阿斌一把拍在他大腿上，今晚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不，回去立马办事。李婉如脑袋轻轻撞在他胸口，不可以这么快，我管你这些，真的不行。阿斌，虽然我也很喜欢你，但不能这么随便，这和约趴有什么区别？气氛沉默了下来，李婉如有点小慌，她生怕阿斌转头就去找朱慧菲了。阿斌，你给我求婚，今天求婚我今天就答应你，我求你妈的脑壳婚！阿斌呼出口烟，你好好想清楚，今晚之前给我回复。回到港口已经接近8点，地接安排了3亚特色美式椰子鸡，李婉如帮阿斌剩了一碗汤。阿斌这个特别好喝，我以前吃过。阿斌浅浅尝了一口，确实椰香四溢，但他心思完全不在吃食上。下午虽然便宜占够，又轻又摸的，但肚子里的火却是越发旺盛。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好没有？李婉如低下头去，斌哥可以再给我几天时间吗？我还没想好。阿斌不再理他，抬眸看了眼朱慧菲。你晚上有时间吗，小朱？朱慧菲毫不犹豫的点头。有啊，你要带我去玩吗？阿斌。李婉如一个白眼瞪过去。飞猪，你不是说有几个朋友约你去酒吧吗？之前不说好了一起去玩？他不可能让阿斌跟朱慧菲单独在一起，肯定出问题，必须看着。朱慧菲不敢太明目张胆，巴巴的看着阿斌。斌哥，你要去吗？李婉如贴过来摇胳膊。去吗？阿斌，这个酒吧气氛很好，是峰哥他们开的，这几天人可多了，说不定还能偶遇明星。峰哥是那个千万网红叶枫？对啊，明天不7夕节了吗？好多大网红都约着过来玩。阿斌看向朱慧菲。你那些朋友男的女的都有，但女生更多，漂亮不？肯定的呀，大家都很卷的，一个比一个精致，这倒是勾起了阿斌的好奇心，说不定过去能遇到90分以上的。再说和朱慧菲能玩啥，白给他都不要。都说酒精是催情剂，说不定李婉如喝多了就想开了呢。再一个，他还没体验过灯红酒绿的生活，可以试试。好吧，那就去看看。阿斌本觉得阿尔法算不错的车了，到地方后就纯是一个大面包。网红们都太赚钱了，显眼的停车位全是牛马轮。到门口已经有个男的在等着了，很韩范，但身高不高，穿着超厚底子的增高鞋，都差阿斌半头。阿斌这是韩露，全网200多万粉丝。韩露这是斌哥婉如的朋友，两人点头算是打过招呼。韩露带头领着他们朝里面走，位置很不错，在中心区域。阿斌坐下，马上就打开扫描搜寻目标，黄历82分，简双79分，彭雪85分，总体来说质量很高。遗憾的是全场无一人90。阿斌有些兴致阑珊，独自坐在角落抽烟。李婉如、朱慧菲很受欢迎，不停有人过来敬酒。帅哥，敬你一杯。同桌一个女孩端着酒杯过来，看样子已经有5分醉。以前怎么没见过你？你也是猪猪公会的吗？她嘴巴凑得很近，能嗅到夹杂着酒精的香水味。阿斌刚刚举杯，李婉如靠过来碰在一起。丽丽，这是我男朋友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叫阿斌，不玩网络，是圈外人。黄丽嘴巴微微嘟起，婉如你也太好命了吧，这么帅的都被你谈了，10名嫉妒。哎呀，自己去喝酒，酒吧里帅哥那么多，还不够你勾搭的呀？那好吧。不过有些人可能要伤心了。黄丽摇曳着身姿走开，到隔壁卡座一个白衬衫男跟前停下，俯身说了几句。阿斌马上就感觉到有目光瞪来，抬眸看去，对上一双锐利的眼睛。他谁啊？婉如。李婉如有些不自在，以前直播间的榜一，你俩谈过没？他追过我，我没同意。上床了吗？怎么可能啊？斌哥，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？那他一副要干我的样子。正说着，衬衣男已经气势汹汹过来了，他没理阿斌，而是指着李婉如。婉如，你为了气我，真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我刷那么多钱给你，就是让你去找小白脸的。郑恺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干什么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衬衣男笑了，我警告过你，不准和别的男人接触，你当耳旁风啊。男人声音很大，引过来好多目光。你在搞笑吧，郑恺？我做什么还要经过你的允许？你私下里怎么给我承诺的？要不要我把聊天记录翻出来？李婉如昂头看着阿斌，斌哥，我的私信都是团队在管理，我和他真没什么的。衬衣男闻言瞬间炸了，你他妈还给他解释？你把老子当什么了？阿斌是真不想掺和这种烂事，冷冷道，说得清楚吗？你们，他就是在无理取闹。李婉如拉着他，要不我们走吧，斌哥，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，哪个都别想走。那行，你们慢慢聊。阿斌说完就转身，老子叫你动了吗？给我站那儿！两个西装男马上跳过来拦住去路，我把你刷的钱全部退了，好吧？李婉如声音蕴着怒，你一共刷了100万左右，平台扣对半，工会抽20%，我还你30万。我不管你那么多，你骗了我，我花出去的，你得1分不少还回来，或者你今晚好好陪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好，我全部退给你。李婉如咬牙，但我现在没那么多，1个月还你10万可以了吧？我这里没有分期付款这回事。气氛一时间沉寂下来，连音乐声都变小了。阿斌能听到窃窃议论，长见识了，榜一大哥线下手撕女主播，好看爱看。没想到凯哥也会沦落成备胎舔狗，刷了100万
还是团队陪聊，真是把大哥当日本人整了。要是我就好好供着了，也不知道李婉如是傻还是胃口大。他没那么好搞，圈子打他主意的人多了，还有很多 MCN 老板，没听说谁尝到鲜的。郑恺在三亚势力很大，这家酒吧就有股份，不知道要怎么收场。阿斌头大时，脑海传来系统提示：李婉如好感度加3，当前好感度60，额度提升至200万。斌哥，他声音很小，你可以先借我50万吗？几十道目光齐刷刷射来，衬衣男还嗤笑了一声，全身上下加起来都超不过1000块，他能掏出来50万，我他妈吃翔！小馋猫，阿斌从兜里摸出系统奖励的黑卡，食指中指夹着悬于半空，都算我的。刷，现场识货的多，顿时好多倒吸凉气的声音。黑卡金边，这是阿美丽卡运通百夫长卡，假的吧？听说这卡光年费1年就得20多万美金，我圈子里富哥那么多，还没听说谁有。一眼假，这卡银行不发行的，都是邀请制，只给顶级家族和巨无霸企业。你觉得那小子像带家人吗？他还凹造型，太尬了，是我袜子都要扣穿了。坐等打脸，郑恺没忍住笑出了声，看着也不像傻逼啊。他招招手，小唐过来拿 POS 给他刷。好的，郑总。服务生跑来过递出机器，阿斌在卡槽上一滑，输完密码，热敏打印纸直接吐了出来。全场寂静 ，DJ 台把音乐都关了。李婉如好感度加5，当前好感度65，额度提升至300万。朱慧菲好感度加9，当前好感度69，额度提升至100万。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阿斌轻飘飘揣好黑卡，声音不咸不淡。咕噜，郑恺喉咙滚动了一下，他知道事情大了。百夫长黑卡是真的，面前这年轻人来头大的吓人。这件事今晚解决不好以后，可能有大麻烦。尼玛！老子在海口喝酒喝得好好的，谁他妈叫我来的？刷100多万都约不出来李婉如，能把他带到酒吧来的男人会是简单角色吗？走眼了啊！郑恺抹了抹额头冷汗，语气和善了许多。可以帅哥，但刚才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，能邀请你坐下喝一杯吗？你是干嘛的？阿斌态度谈不上多好，但郑恺依然保持着低姿态。在三亚这边做旅游相关的产业，娱乐行业也有涉足。帅哥以后过来可以联系我，绝对安排好。原来是小瘪三，丢下句话，阿斌转身就走。他最烦仗势欺人、恃强凌弱的，以前遇到过太多这种畜生。他知道，要不是黑卡镇住了场面，今天少不了一顿打。现场沉寂气氛轰然破碎。卧槽，真是运通百夫长卡，那人谁啊？一个人狠话不多的顶级二代。刚刚说一眼假的那人呢？怎么不吭声了？还有说人家装逼的，我明明就觉得他超帅。服务生小哥也有点懵逼，本以为能帮老板打击装逼犯，所以跑得飞快，没想到遇到真神了。他撕下小票，讷讷递过去，郑总给你。郑恺烦躁收下，今天丢脸丢大发了，还得罪了人，本想默默撤退，刚刚转身又转回来。那什么婉如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下？刚刚我确实不是有意的，这100万我会原路退回去。李婉如不答，而是问了个一直想问的问题。郑总，我有件事情很不解。你不是一直在海口吗？怎么突然到三亚来了？郑恺叹了口气，我感觉被做局了。有人发消息说你在这里，我才火急火燎赶过来的。谁？李婉如越来越觉得朱慧菲有问题。从被发现找阿斌搭讪开始，她好像一直别有用心。小朱，我也想问问你什么居心，我他妈没给你少刷吧？朱慧菲干脆也不装了，阿斌亮明的身份值得他放手一搏，他不觉得哪里比李婉如差。我撮合你们啊，你不是在疯狂追求婉如吗？恰巧我也喜欢阿斌，不刚好吗？李婉如冷哼一声，甩脸就走。朱慧菲不甘示弱跟上，酒吧讨论的更热烈了。这两个是掐上了，好像是朱慧菲看上了刚刚那个帅哥，想横插一脚。真的是兄弟帮兄弟，闺蜜整闺蜜。我听出来了，就是朱慧菲在背后搞鬼，人比人的死啊！我不就粉丝少点吗？给李婉如发消息不理，朱慧菲直接让我滚，两个都高冷的不行。尼玛的，转个背居然跪舔别人，真是操了！不是我说兄弟，就算你没钱，只要有刚刚那帅哥1半颜值，照样能得吃，信不信？我尼玛一想啊，贼老天不公平啊！李婉如出门就看见阿斌在街边抽烟，他赶忙跑过去，斌哥谢谢你，钱我会慢慢还你的，但我跟郑恺真的没关系，这我并不关心。阿斌一口烟雾喷吐出，说钱的事吧，我不差这点，肉偿行不行？李婉如其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只是想矜持一下，把郑恺都吓得不敢吭声的男人，还对自己如此慷慨，错过了他会后悔哭的。刚要开口，朱慧菲声音先道：“阿斌，我不要钱，我愿意跟你走。”阿斌眼神变得玩味，校花，我是更喜欢你的，但人和人是相互的，你如果还是拒绝，我就不打算继续了。我答应你，阿斌。李婉如知道再装就让朱慧菲偷鸡了，昂脸坚定道：“阿斌要去牵她的手。”朱慧菲跑过来隔开。阿斌，你别被李婉如骗了，她表面装的清纯，其实天天和榜一大哥见面，还谈过很多男朋友，和圈子里几个男网红也纠缠不清，她私生活很烂的。我没有阿斌，李婉如脸都急红了。我是谈过2个男朋友，但和网络上的人都没联系，我私下都是和现实朋友一起玩的。阿斌当然知道，他捏了捏李婉如发烫的脸，在看向朱慧菲时，眼神陡然变得凌厉。猪头，你说的是自己吧？告诉你个秘密，我能一眼辨别绿茶，走开，别扰了我的好兴致，不然打爆你的猪头。李婉如好感度加4，当前好感度69，额度提升至400万。阿斌不再管他，拉着李婉如上了旁边的出租车别墅。阿斌很疯狂，昔日不敢多看的校花，无数人的女神，此时正千娇百媚的迎合讨好着他。他不觉得自己是个暴力的人，但今晚一切都很野蛮。李婉如可能多多少少是有点 M 属性的，痛苦恩因中，好感度竟悄悄涨了一点。李婉如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70，额度提升至80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70，获得返现115.78万，转账中请注意查收。也许快乐也是守恒的。朱慧菲蹲在路边嚎啕大哭了几个小时，过来劝的朋友全部被骂得狗血淋头。他觉得没人懂自己的伤心悲欢，并不能感同身受。阿斌是他的终极理想型，就算没有亮出黑卡，就之前揣测的小二代身份，他也喜欢，甚至觉得他嘴臭绝情的时候都那么有魅力，那种气质在所有认识的男生中从未见过。女人就是这种生物，越虐他的他越喜欢。李婉如，
你凭什么那么好命？凭什么是你先遇见阿斌？明明最爱他的人是我，你就是个心机婊，白莲花，靠装纯把阿斌从我身边抢走。在岛上玩的时候，晚饭的时候，他明明选的是我。呜呜哇哇哇！深夜，朱慧菲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。她现在非常认同一句话：滥情的人也最深情。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酒店，随便冲了澡就蜷缩在床角，没有睡意，那股思念却越来越浓。她能想到阿斌精壮的身体压倒李婉如的样子，想到她的挥汗如雨，想到她鼻中喷出的满含雄性荷尔蒙的热息，想着想着，她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磨蹭起来。阿斌第二天中午才起，打开手机，消息很多都是七夕祝福语，他一一回复，有额度的都给了大额转账。看到最后，竟然有原公司前台牛翠花的消息，阿斌，人家今天有红包吗？阿斌嗤笑一声，回复，缺钱你就去卖。牛翠花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阿斌，我本来还想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阿斌退出去，和苏里夏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一会儿又收到他的消息。你觉得白洁是真的喜欢你吗？她只是喜欢你的钱，等花光那天就会一脚踹开。我是真心想和你过日子，阿斌，这样你1个月给我10万，我可以等你，也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阿斌真的忍受不了，这种人怎么还存在于好友列表？正准备删除，又觉得不能白被恶心，回过去一句话：芭比当阿拉丁神灯了，你找个快餐店，最便宜那种，看一天能不能上1个钟。牛翠花，阿斌，我本来还想救你一命，是你自找的，等死吧你！阿斌1秒都没犹豫，直接拉黑删除。怎么了，斌哥？李婉如悠悠醒来，揉着眼睛，没事，遇到个神经。哦，他贴过来，枕在阿斌胸口。今天是七夕节，七夕快乐，斌哥。阿斌顺手给他转了18万8 ，70点好感度才返现100万出头，他觉得巨亏，要在80点前全部弄出来。哇，谢谢，爱你，斌哥。李婉如线上相吻，你亲错地方了啊？哪里错了？渝州市莱蒙半岛别墅，白糖编辑了几次消息又删除。他其实早就想联系阿斌了，但前几次都不怎么受待见，自尊心作祟，又不想先低头。本来今天七夕节可以不痛不痒发一句祝福语，他又觉得太刻意，怕阿斌误以为自己喜欢他，其实就是喜欢才不敢发了。想了半天，他给苏里夏发去消息：菲菲在干嘛呢？今天有没有和男朋友出去约会？苏里夏，哪儿来的男朋友？天上掉还是国家发？白糖，阿斌呢？他没约你。苏里夏，约了，但是明天我都想笑，今天肯定在陪其他女孩，这个时间管理大师。白糖，我好像听说他出去旅游了，有可能是明天才回来。苏里夏，也没事了，我们只是网友，前几天他帮我打赢了一场 PK， 我答应过要请他吃饭，就当完成任务喽。白糖，我可以蹭饭吗？期待表情。苏里夏，可以，那我约阿斌明天中午。白糖，好的，明天见。退出微信，白糖马上给老爹打电话，喂宝贝。白之贤声音轻柔，明天我要出趟门，爸爸不准让保镖跟着我。去哪里？又是东海吗？哎呀，你别管那么多了，反正你答应我，让我自己去。好，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，宝贝？知道了，拜拜。全渝州最大的洗浴会所董事长办公室，白之贤手指轻敲着桌面，想了想，他还是拨通了狄龙的电话。长痛不如短痛，现在女儿可能是不开心，以后就恐怕变成恨了。再说出了事情，也可以往狄龙身上推。喂干爹，阿龙啊，我刚刚看了渝西2个区的经营数据，又创新高了，你做得很好，都是干爹栽培的好。我几个干儿子就你最争气，这个月的分红额外再给你加10万，谢谢干爹。两父子谈什么线？对了，我突然想起个事，东海阿斌的事情处理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干爹他出门了，暂时不在东海。哦，白之贤沉吟2秒，但糖糖突然跟我说明天要出去玩，还不让人跟着，你说他是不是回来了？知道了，干爹，明天我会跟着小姐，做事把戏点，别让糖糖发现。知道了，干爹。三亚，阿斌本来还想再玩几天，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心情全无。他马上回复，这次算我请你苏苏，你那顿留着好不好？苏里夏，不要，反正我只有明天中午有空。你来不来都算我完成承诺了。阿斌，来，肯定来，我马上飞回来。苏里夏，小情人不要了吗？阿斌，什么小情人？你在说啥？苏里夏，我才不信你一个人出去玩。阿斌发起了视频通话，苏里夏还穿着睡衣呢，轻薄款马上挂断。阿斌，接啊，还我清白，看我是不是一个人在酒店。苏里夏，关我什么事？不说了，我要洗漱了。李婉如抬起头来，这样可以吗？阿斌，可以。继续。阿斌一早就到的东海，送走李婉如，直奔万象城而去。路易威登店，阿斌斥巨资置办了一身行头，虽说心头在滴血，但帅是真帅啊，气质瞬间就上来了。又在附近一形象工作室修了修头发，差不多12点，他驾车朝苏里夏发来的位置走。千山雨大门，白糖早就等在这里了。他今天开了一辆红色的法拉利，身上裙子也是黑红相间的，脸上有淡淡的妆，看起来很飒。有些不耐烦时，终于是看到了苏里夏的身影。滴滴，喇叭声吸引苏里夏望来，白糖按下车窗，快点飞飞，我都等你半个小时了。苏里夏快步过来，坐下时吐了吐舌头，哎呀，我选择困难症犯了，所以就耽搁的久了点。白糖望过去，苏里夏今天打扮得很仙，一条乳白色短裙和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很衬，头上还别了一个蝴蝶结发带，也是白色的。菲菲，你也太卷了吧！白糖微微嘟嘴，穿的也太漂亮了。苏里夏美美的撩了一下头发，今天见你我才特意打扮的呀。不信，白糖摇头，你肯定是穿给阿斌看的，我估计他待会儿得流口水。苏里夏切了一声，才不是呢，单独见面的话我会穿长袖长裤的，你难道不喜欢他？白糖偏着脑袋问，我们才见过1次面，喂啊喂，哪里谈得上喜不喜欢，一丢丢都没有吗？苏里夏掐了他一下，怎么老是问这种问题？上次也是，该不会是你喜欢他吧？糖糖，哪有？白糖感觉脸上有一丝发烫，赶紧别过去。苏里夏没有多想，走吧，阿斌都发好多消息来催了。阿斌很期待和苏里夏的见面，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又侧头往门口望了望，心跳瞬间加快。苏里夏和白糖都穿着短裙，长腿白得发光，一个像花仙子，一个又酷又拽，走在一起视觉效果非常炸裂。这里苏苏，阿斌站起来招了招手。白糖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53，额度提升至130万。白糖脸色一喜，蹦蹦跳跳跑过来，很哥们的拍在阿斌肩上，今天很帅吗？阿斌，然后凑得很近去看他的眼睛，视力恢复的怎么样？还好没留下疤痕。什么视力？苏里夏走过
乖放下包包，蚕蛹你做近视手术了吗？阿斌顺口就答应下来，刚做你就能看见东西了，恢复期不是很久吗？只做了一只。说完，阿斌伸手在左眼晃了晃，另一只是好的。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？苏里夏眼神狐疑。不说这个，苏里夏没白糖那么好骗，他怕再深究会穿帮。白糖也赶忙转移话题，阿斌你点菜了吗？我想吃芝士虾球，加倍。苏苏，你有没有想吃的菜？我都可以。阿斌入座，从兜里摸出个精巧的小盒子，送给你的情人节礼物。苏里夏没有伸手，白糖一把抢过来打开。哇，这么大的紫宝石，这是翡翠吧？阿斌，这得多少钱？的确是翡翠紫罗兰蛋面，还是重水很好的那种。阿斌买衣服时顺手带上的，40多万。苏里夏的好感度不好涨，他想的是大点干早点散，干脆就梭哈消费额度买了这个，是女生都会喜欢吧？他觉得当时就有好几个名媛围在边上看，那眼睛里的光骗不了人。阿斌微微扬唇，不贵，就几十万。本以为苏里夏好感度会涨，但系统提示迟迟不来，这太贵重了残。阿斌，我不要。白糖撇撇嘴，这很适合你啊，菲菲，我觉得特别好看，那叫阿斌送给你呗。白糖一把丢在桌上，本小姐才不吃嗟来之食。然后他凶巴巴的瞪着大眼睛，喂阿斌，我就没有礼物吗？阿斌白了他一眼，赏你最爱吃的大耳巴子要不要？你什么定位我什么定位，我肉包子打狗啊，不送就不送，本小姐还不稀罕呢。阿斌拿起来又递给苏里夏，收下吧苏苏，你这样我很没面子的。不，苏里夏摇头，我怕晚上回不了家。那就算了。阿斌手轻轻一划，扑通一声，盒子精准落入垃圾桶里。不是他装逼，是消费额度不允许套现，他怕收回去会违规。气氛一时间有些诡异，苏里夏眼神怕怕的，抿嘴盯着白糖。白糖拧着眉，像是想不通，他家里算很有钱了，但也不可能把几十万的东西像垃圾一样扔。阿斌，你该不会是网上说的灰灰男吧？苏里夏脑袋没动，眼神也往他这边瞟了一眼。阿斌轻笑，如果是苏苏，我可以把你关起来吗？害怕。说完，苏里夏身子还往边上挪了一点。开玩笑的，都干净的钱，家里给的。你一个月生活费多少？7、8位数吧。白糖眼睛有光闪过。阿斌，你可以把我关起来吗？阿斌都笑了，我关你干嘛？添堵啊！白糖精巧的鼻子皱了皱，我讨厌你阿斌。这时菜来了，苏里夏小心翼翼拿起碗筷，快吃吧，快吃吧。阿斌看出来他想敷衍了事完成任务，但不应该啊，女生不都喜欢有钱的吗？好不容易约出来一次，怎么可能让他跑？阿斌道，新天地新开了家娱乐城，吃完饭我们去玩吧。好啊好啊，白糖马上答应。我下午还有事，你们去吧。苏里夏小声道。咦？白糖眨了眨大眼睛，菲菲我们不是约好了逛商场做美甲吗？你怎么突然又有事了？阿斌道，两个榜一大哥都在，多少给点面子阿伟。去嘛菲菲，我好不容易来东海一次。苏里夏想了想，最终点头。那好吧，饭吃完，三人都起身往外走。快到门口时，苏里夏又侧头瞄了阿斌一眼，见他丝毫没有要回头的意思。宝石真的不要了吗？那可是几十万哎，这也太浪费了吧，简直暴殄天物。算了，不捡我会睡不着觉的，就当帮他保管吧。想到这里，苏里夏转身朝桌子走去。阿斌开的白糖的法拉利，虽然抖音人均一辆，视频老是刷到，已经没多大新鲜感，但坐上去的瞬间还是感觉热血沸腾。车辆打燃，那浑厚的发动机轰鸣，比之上次开的228还要美妙不少。果然，男人的世界里只有2种声音最动听。阿斌此时觉得声浪更甚，他能清晰感觉到自己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在飙升，这玩意一定得搞一辆，等再拿2次返现。还有白糖的隐藏奖励，赛车手也要拿到。开跑车玩漂移，尼玛帅炸！坐在法拉利上，油门都下意识踩得深了些。阿斌先到，从车上下来的时候，好多小美都盯着他看。阿斌扫了一眼，综合颜值没超过80的，直接上了电梯。白糖、苏里夏到的时候，他已经买好了恐怖密室的门票。封闭阴森的环境非常有利于破冰，难得约出来苏里夏一次，一定要有实质性的进展。白糖明显属于胆子肥的没边的那类，拿着票还问阿斌是不是最恐怖的本，说不吓人没意思。苏里夏就正常多了，说话声音都在抖。不是糖糖，我们真的要玩这个吗？旁边有桌游，要不？没事。白糖拖着他就往店里面走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苏里夏没有丁点安全感，白糖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弱，哪像能保护人的样子？他抓住门框不肯进去。阿斌的眼神让他稍稍心安，没事的，有我在。你忘了我是干嘛的了吗？茅山真传，一切邪祟通通退散。其实玩苏里夏是想玩的，以前还追密室的综艺，害怕躲在被窝都要偷偷看，但真正站在门口又怂得不行。但阿斌真的有2把刷子，跟着他的确能壮胆。苏里夏理智和欲望在互搏，磨磨唧唧。阿斌打定主意要在里面拉近关系，扯着他手就走。哎呀，不要！苏里夏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老板关门，放狗，不对，放鬼。白糖亢奋异常。这个密室叫消失的身体，主线就是解密找到被分解的残肢，拼凑成完整的躯体，过程有鬼追逐惊吓。第一个场景就非常骇人，待能看见微弱红光的时候，三人站在十字小巷的交叉口，斑驳的墙壁到处是血迹，还有破碎尸体横陈在路上。阿斌都感觉有些瘆得慌，他其实不信这些玩意，但环境和音乐太阴森，尼玛不由自主就会乱想。白糖胆子奇大，眼里看不到任何恐惧，全是对游戏的好奇，一双大眼睛到处打量。苏里夏立刻就想退出去了，从进门开始他就感觉好像有双无形的手紧紧捏着心脏，有些喘不过气。这时语音提示响起，侦探小组需分别去到巷子一头寻找钥匙线索，10分钟内你们是安全的，超时会被诡异发觉。一来就是单人任务，真刺激，不枉288元子一张门票。白糖马上就指着正前方好像有鬼影飘荡的巷子，我选这条，你们也抓紧时间。说完就蹦跳了出去，只剩2人。苏里夏更怕，他往唯一的救命稻草阿斌身边靠了靠。蚕蛹，我不想选怎么办？等了几秒没回应，苏里夏侧脸一望，身旁哪里还有人，就剩他自己了。瞬间鸡皮疙瘩就冒了出来，无数恐怖的画面在他脑海闪过，甚至隐约感觉背后有人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此时站着的地方灯光开始忽明忽闪，紧接着咔嚓一声，完全黑了下来。
苏里夏吓得抱头蹲在地上，正惊恐万分，又有呜呜的音声传来，仿佛就在耳边。他再也不敢多待，起身就往有光的地方奔。白糖选这条巷子是有理由的，他视力很好，站着的时候就看到前方有个阴影悬在半空一飘一飘，他压根就没往其他方面想，笃定就是个人形道具。到地方后也不管真假，拉着就往下扯。人偶悬的不牢，就2根绳子，白糖轻易就摘下了他心仪的道具，那一顶血色长发。找钥匙对他来说很简单，就往黑灯瞎火的地方去呗。2分钟不到就钻进一个洞口，轻松拿到。揣好道具，把头发往脑袋上一戴，又朝前捋了捋，就往回跑。他要吓唬阿斌，哼，竟敢不给本小姐带礼物，还说把我关起来是添堵，可恶的蚕蛹，看我不把你吓得屁滚尿流！悄悄咪咪走了几步，就发现一个身影转进了左边巷子，看身高就是阿斌，他赶忙加快脚步跟了上去。苏里夏根本就没心思找什么任务物品，他一路都在小声呼唤，回应他的只有砰砰砸响的房门和不时传出的凄厉惨叫。朝前看了一眼，还有7、8米才到尽头，而且好像不是死路，两边都有通道。他顿住了，估摸着白糖、阿斌已经找到钥匙，就想打退塘谷原路返回。刚要转身，一声呼吸清晰的传入耳中，他确定不是幻觉，瞬间心率飙升，咚咚咚，心脏1秒跳3下，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滑。糖糖是你吗？蚕蛹你在不在？空气安静的诡异，连惨叫声和背景音乐都消失了。苏里夏整个人都在战栗，他再也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氛围，卯足了勇气转身。然而映入眼前的东西差点让他昏死过去，背后站着个披头散发的怪物，那猩红的长发快拖到了地上，他脖子歪扭着，双手在空中乱抓。啊！白糖朝背对着的身影一声厉叫，然而阿斌一点反应没有，反倒是刚刚转身的苏里夏两眼翻白，就朝后倒去。他其实还有意识的，现在悔死了进来试试，真的要试试了。而且现在脚下不稳，要真直挺挺摔倒下去，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就命字还没喊出来，肩膀被什么东西搂住了，睁开眼睛，面前是一张帅脸。以前从不觉得，但现在那么让人安心。苏里夏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48，额度提升至120万。没事吧，苏苏？阿斌眼神透着关心。苏里夏说不出话来，眯着眼睛，一个劲朝他身后指。阿斌回眸一瞥，是个披头散发的鬼物，他腾出来左手，一个耳光就反扇过去，啪！声音清脆响亮，这一瞬连空气都安静了。苏里夏懵逼，白糖也懵逼，三人都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像被点穴一样，保持着原有的姿势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长发怪物突然捂着脸庞，哇的一声就大哭出来，情绪之悲凄，听者伤心，闻者流泪。苏里夏总算是恢复了点意识，讷讷道：“怎么声音那么像白糖？”阿斌其实早就听出来了，只是一直在思考要怎么解释。刚刚那一下虽然没下死手，但绝对不轻，肯定是打痛了。对不起啊，糖糖。他摘掉白糖的发套，帮他揉了揉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还以为是哪个 NPC 在恶搞，哪有贴脸吓人的，还选胆子最小的那个。哇哇哇！白糖根本不听，哭得更大声了。错了，我补偿你个礼物行吗？跟苏苏一样的紫罗兰蛋面，我要帝王绿的。白糖马上只提，抽了抽鼻子。而且要更大个的，得多少钱？阿斌感觉他说的这个应该价值不菲。白糖的额度现在只有140万，他绝对不想花自己的钱。行了，买。白糖抹了抹泪水，瞪着汪汪的大眼睛，我还要打回来。阿斌皮糙肉厚的，再说小女生面子思想重，特别是在喜欢的女孩面前出丑，更觉得丢人，让他打一下也没啥。来吧，宝贝，哥吃力，用点劲。阿斌边说边俯下身去，还拍了拍脸。白糖可没跟他客气，跳起来狠狠扇了一巴掌，回声在巷子里传出去好远，好爽！阿斌敢肯定自己脸上绝对多了5根清晰的指印，但能怎么办？还和小女生较劲吗？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吞呗。白糖甩了甩发麻的手，脸皮真厚，都给我打红了。苏里夏觉得事情因自己而起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弱弱道：“都怪我胆子小，对不起啊，糖糖，还有阿斌，没事。”阿斌还一脸温柔的看着他，后面我全程保护你。喂，白糖嘟嘴瞪着眼睛，你还要抱着菲菲多久啊？菲菲她占你便宜。苏里夏这才反应过来，还一直躺在阿斌怀里，赶紧推开。那什么，你们钥匙找到了吗？好像时间不多了。阿斌摸出来一把，我找到就过来找你了，知道你害怕。白糖手上也有一把，本小姐1分钟就找到了，我的还没有。阿斌带队，轻松搜集到最后一把，打开房门，进了另一个副本。这是一间教室，有9张课桌，2张亮着微弱灯光，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粉笔字和讲台摆着的魔方应该是线索。三人摸索了一会儿，语音提示响起，小明生前最后一次拼凑出的图案被打乱了，还原兴许能找到出去的路。你们的时间只有3天，天黑请回座位坐好，找不到位置的后果自负。瘆人的感觉瞬间就出来了。亮着灯的课桌只有2张，说明剩下那个绝对会被整。苏里夏刚刚望来，阿斌就点了点头，位置让给你们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，你们解密，我出去看看情况。他进屋就观察了一圈环境，教室是封死的，只留了一个后门，说明鬼物只能从那儿进来。阿斌决定主动出击，找 NPC 谈谈。他料想果然不错，门虽然推不开，但下面开了一个洞，很容易就能钻出去。隔间的 NPC 老哥正刷手机呢，被突然冒出来的脑袋吓了一跳，发现是玩家后就要制止。阿斌先说话了，别紧张，我找你谈个事。什么事？这里是工作间，玩家不允许入内。有监控吗？只有密室才有。那就好办了。阿斌过去拿过来手机，输入了自己的微信号，我们手机放在储藏柜，等会儿我取了给你转1000块钱。什么意思啊？阿斌捡起边上的鬼物面具，你歇着就行，这关的工作交给我来做。 NPC 想都不想就点头，可以大哥，但你千万别把你朋友吓退场了啊！只要不把玩家吓得朝摄像头挥手大叫，前台一般是不管的，都在玩手机摸鱼，所以这钱能挣。阿斌大好鬼头，你给我说说你们一般是怎么吓人的？ NPC 递过来一个鸡毛掸子一样的道具，在房间里转，用这玩一扶，呼吸声可以大一点，稍微带点脚步，一般人都会吓得不敢动弹。还有呢，遇到胆子大的可以贴脸，我有时候心情不好还会怪叫，倒是挺解压的。阿斌没要胆子，用手更好。 NPC 看了一眼手机，马上天黑了，你准备进去？好，教室。白糖。苏里夏小脑袋瓜都想破了，才搜集到一点线索，才尝试了一次。语音提示又来了，距离天黑还有10秒钟，请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坐好。19:8。苏里夏马上扔了魔方，噔噔噔跑到最左侧靠墙的位置，他觉得
这里最有安全感。白糖不慌不忙，要不是线索里说调查者身份暴露，则游戏失败，他估计都不会回座位。倒数声到一时，房间所有光源泯灭，是那种很彻底的黑，伸手都见不着五指。苏里夏心率陡然加快，他一动不敢动，呼吸都十分克制。白糖也没出声，直接就趴在课桌上睡觉，因为看不见东西，不然他会和鬼物对视。房间里静得可怕，就像一切被按下暂停键。几秒之后，有沙沙声传来，然后是昂长的呼吸，接着是越来越近的脚步。苏里夏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但身后隐约存在的东西好像从身边走过了，在朝白糖那边靠近。阿斌其实是不想理白糖的，又怕只和苏里夏互动会露馅。这妮子胆子奇大，别出岔子。他一步一步走近，估摸着到位置了，轻轻蹲下身去。房间里实在太黑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。阿斌凑近又凑近，鼻尖碰到一个冰冰凉凉的东西才停下。在这之前，白糖都一动没动，是因为懒得被触碰才倏地抬头。但一拳过去，打在了空气上，阿斌感觉到动作就马上退开了。他已经确定这个就是白糖，苏里夏绝对不敢还手。沙沙声又响起来，像是朝这边来的。苏里夏身子都绷紧了，他不停祈求着快走快走，千万别停。然而那东西真停下了，接着有东西顺着他的脑袋轻轻向下抚摸着，抚摸着。苏里夏凭着呼吸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真柔顺啊，发量也多，埋在他颈窝一定会很舒服。阿斌舍不得停手，但又怕太过分。结束后，苏里夏找店里扯皮，他轻轻松开，又慢慢蹲下，再次凑近又凑近。这次有经验，感觉到鼻尖有异样感就停了。阿斌顺着那道漆黑的轮廓，从上至下深深的摄取着那仿佛人参果般的味道，太香甜了，独属于少女的香甜，让人流连忘返。NPC 说过天黑的时间是2分钟，估摸着差不多了，他才恋恋不舍爬回了工作间。天亮了，这一晚是安全的。脱下面具，阿斌还在闭眼回味，这味道太上头了，他差点没忍不住来上那么一口。怎么样，大哥，好玩吗？很不错，我很喜欢这份工作，还能玩2次，这一关一般都通不过，需要店里给线索。行，有烟吗？来一颗。NPC 给了一支，又凑过来打火机点燃。教室，白糖伸了个懒腰，哎呀，也太无聊了吧，我还以为有惊吓呢，没想到鬼灰溜溜的跑了。苏里夏还没怎么缓过劲，鬼没有吓你吗？糖糖，没有啊，不小心碰到我一下，我还给了一拳呢，没打到。苏里夏想了想自己的遭遇，觉得太不公平了，要不下次我们换个位置，糖糖，我差点被吓死了。好啊，白糖干脆答应，但现在快解密吧，已经是第2天了，快要拼凑出一半。语音又来了，距离天黑还有10秒钟，请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坐好。19-8，白糖慢悠悠来到苏里夏座位，靠着墙壁翘起2郎腿，他倒要看看这鬼是怎么吓人的。阿斌这次干脆不戴头套了，反正也看不到，还影响发挥。他轻车熟路爬进教室，直接往苏里夏位置走，不知道是不是适应了黑暗，这次能依稀看到一团黑影，依然是凑近再凑近，然后是从上至下的顶级过费，一样的香甜气息，一样的迷人心智。阿斌不由得想起了大饼哥的经典台词，奢侈。但这次刚刚到小腹部位，阿斌脑袋突然传来剧痛，感觉是被锐器砸了一下，他赶忙退后，慌乱钻进了门洞。怎么回事，大哥？天才刚黑啊！阿斌揉搓着脑袋，别说了，脑袋都起包了。发生什么了？需不需要治疗？不用。阿斌摆手，这次找错位置了，惹恼了小野猫。大哥你不会借着扮鬼非礼人家吧？别搞我啊，被发现了会被开除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投诉。这时隔壁传来声响，是白糖的声音。菲菲，刚刚那个 NPC 是不是骚扰你了？苏里夏声音模模糊糊，但听得出嗯了一下。阿斌知道糟了，马上抓住 NPC， 这一关怎么通过？赶紧告诉我。NPC 不敢耽搁，说了密码。趁着天黑，阿斌钻回教室，然后一脸惊喜的道，外面果然有线索，我找到了。白糖，苏苏，你们在哪里？赶紧到我这里来。阿斌，你去了哪里？外面没鬼吗？白糖摸着黑边走边问。有的，马上追过来了，所以得抓紧。白糖走过来，地上魔方我们已经解出来3面，分别是4、2、7。阿斌知道刚才就是这玩意敲的脑袋。尼玛，白糖是真狠啊！还好不是铁坨坨，不然脑壳要穿。他快速按着密码，还故意输错几次。对的，和我解出来的一样。我再试试另一个组合。到第4次，隐藏门砰的弹开，光亮射进来。阿斌先推出去白糖，又转身去拉苏里夏。快快快，鬼就在后面！他想营造紧张氛围，让他们来不及思考，说不定副本结束刚才的事情就忘了。出门狂奔了10多米，眼看就要进入下一个房间，白糖顿住了。我不玩了，阿斌，我要找密室的老板。我不玩了，阿斌，我要找密室的老板。这话出来，阿斌冷汗也跟着下来了。一对峙不就露馅了吗？万万不能呀！他空着的左手拉起白糖，快走呀，糖糖！鬼马上追来了，进到下一关再说。不要！白糖扭扭身子甩开。刚才我和菲菲都在教室被占便宜了。什么？阿斌故作惊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鬼亲我，还摸菲菲的脑袋。阿斌听完头都大了，我亲你妹啊！不就是鼻尖碰到你脸蛋了吗？能不能像苏苏一样诚实一点？你这样很容易把事情闹大的妹妹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去其他房间看到 NPC 了，他们不都戴着面具吗？反正就是想亲，我都感觉到了，我要把那个人抓出来曝光。阿斌撒了个小谎，别糖糖，这家店老板是我朋友，所以我才来照顾生意。你这样我不好处的，那就这样算了吗？哼，我才不要！气氛僵住时，刚才那 NPC 冲了出来，嚎叫着朝这边跑。他大概猜到了情况，想让游戏继续进行起走。尼玛，被发现就完了呀！这份工作很不错的，周末随时可以来兼职，一场大几10块，但都要杀到了。那个黑裙子女孩还纹丝不动，任凭给钱。那个大哥怎么了 ？NPC 都愣了2秒，胆子这么肥的客人，他还闻所未闻，就要用培训过的丧尸动作上强度。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猛地就砸过来了。哎呦！隔着面具，他脸上都一阵火辣。刚刚反应过来，那个女孩已经在抽铁棍道具了，跑来不及多想，他一溜烟就没了影。就是他亲我！白糖指着 NPC，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，糖糖？白糖别过去脸，不为所动，看在玻璃种帝王绿蛋面的面子上，再给你加一条项链。那好吧。这妮子刚刚还一脸坚决，金钱诱惑下立马就改口了。不过也好，总比社死的好。那走吧，继续。我不想玩了，我也不想玩了。苏里夏附和，走吧走吧。出了密室店几10米，阿斌提着的心才放下。那我们直接去万象城。
还是我开你的车？好呀。白糖也不避嫌，笑眯眯挽住阿斌胳膊，羞羞，什么味道好熟悉？他又贴近了一些，更像了。阿斌，你低下来一点，我有个秘密跟你说。白糖昂着脑袋，笑容天真无邪。阿斌想也没想就屈膝，白糖踮脚凑近他头发，猛嗅了2口，确定了，就是古龙味道的啫喱水。刚刚那个色鬼是阿斌。他捏起小拳拳，照着魔方砸过的位置又是一拳，这次下了狠手。哎呦，就伤还未愈合，阿斌都能感觉到头皮发肿，又是一记重击，打得他叫唤了出来。你捶我干啥？我捶的就是你，你这个色鬼流氓！白糖追，阿斌跑，绕了娱乐城一圈又一圈。错了，我认错行吗？呼！白糖叉腰停下，那你再过来给我敲50下。阿斌搭拉着脑袋过去，我给你敲爽，你别告诉苏苏行不？白糖一下一下奋力敲着，边敲边数落，让你舔我，让你吻我，让你好色，让你……阿斌生无可恋，只是一味的重复。可以别告诉苏苏吗？可以别告诉苏苏吗？捶爽白糖才收手。可以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个条件。你说，暂时还没想好，想好了再告诉你。行，阿斌点头。不过苏苏要是发现了，要求就作废。放心，他发现不了。白糖很自信，估计现在还没从游戏里缓过劲呢。阿斌觉得也是，贴近他的时候，他大气都不敢出。哪像白糖能注意到这么多细节？那刚才你追我这段怎么解释？我就说第一关的时候，你先吓唬的我呗。菲菲不是也陪着你被吓坏了吗？脑袋瓜转得真快。阿斌揉了揉他的头，走开。白糖双手乱拍，行吧，过去。苏里夏果然什么都没察觉，还帮2人买了奶茶。你们怎么跟小孩子一样？好多人都看着呢。白糖哼了一声，谁叫他第一关的时候吓我？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你也太记仇了吧？本姑娘才不会吃亏。行，请你吃饭赔罪，总强了吧？我要吃1米长的大龙虾。晕了？不，白糖头摇得像拨浪鼓。先去万象城，我要买礼物。有了系统，阿斌还是第一次在女人身上吃亏。玻璃种的帝王绿鸽子蛋120万，项链要便宜点，因为是小珠子穿的，40万出头。这样阿斌也自己添了20多万。白糖的好感度还是54点，额度只有140万。刷完卡，白糖还嘲笑。阿斌，你一个月不是7、8位数的零花钱吗？怎么还分2张卡刷？你该不会在吹牛吧？我乐意怎样刷就怎样刷。阿斌正肉疼，懒得理他，转头看向苏里夏。苏，我觉得绿翡翠和你冷白皮很配，要不你也选一条吧。苏里夏忙着摇头。白糖已经从柜台里面薅出来一条服务员刷卡。苏里夏好感度加2，当前好感度50，额度提升至130万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50。苏里夏为幸运值携带者，点数12，好感度80可解锁，爽，又是超高幸运值。苏里夏的每一样奖励都太舒服了。就这样，3人高高兴兴离开了珠宝店。吃完饭8点多，白糖又吵着要去看电影。阿斌也是这样打算的，不过想的却是和苏里夏过2人世界。他看了看时间，东海到渝州得开3个小时吧？你看完回去多久了？抓紧走吧，等会儿你爸别报警了。关你屁事！说着，白糖已经打开美团，订好了3张电影票，还是阿斌开法拉利。他们2个开迈巴赫，假期电影院很火爆，全是年轻人。接过票，阿斌才发现原来看的是校园恋爱场，位置是最后排，阿斌的座位号在最边上，白糖坐中间，苏里夏被隔开。就说他怎么抢着买票，不光片子选的不行，位置也跟我玩脑筋。电影开场，2个女孩交头接耳，有说有笑。阿斌有些无聊，这和当电灯泡有什么区别？昏昏欲睡时，有低呼声传来，他摇了摇脑袋，抬眸，原来是男主和女主亲上了。侧脸看出过，苏里夏上齿咬着下唇，眼里星光闪闪的，情绪很带入。焦距拉近，白糖好像有些脸红，手足无措的在爆米花桶里瞎扒拉。这妮子是不是想和苏里夏发生点什么？但不敢啊。阿斌这样想，本想悄悄调笑2句，白糖眸子对过来了，睫毛眨得很快，扑闪的。抛开性格不谈，还怪可爱。你一直盯着我干嘛？看你不行啊。白糖羞涩撇头，不敢再看那双漆黑眸子。他手上扒拉的更快了，然后鬼使神差的抓起一颗爆米花塞到了阿斌嘴里。阿斌嚼了2下，你喂我，不是你有那么紧张吗？阿斌还以为他喂错了。哎呀，白糖骚的不行，小拳拳捏起捶了他大腿一下。我才不紧张，我就是不想吃了。那再来一颗。抛开取向不谈，被这么一个小可爱投喂，感觉还怪不错。白糖抓了一把，灌药一般朝他嘴里塞。够了。白糖嫌弃的缩回手，在阿斌衣服上开了开，一好恶心，全是口水。阿斌大咧咧拿起白糖可乐喝了一口。你是不懂，好多女生巴不得吃我口水，自恋狂。白糖一脸嫌弃，还拿着纸巾在不断擦。阿斌想恶搞一下他，凑过去脑袋，你想不想试一下？你看前面好多人都在亲嘴，我才不要！来嘛！阿斌嘟起嘴巴，滚开啊！白糖一把推开，阿斌又死乞白赖的贴上去，几乎要亲到他的耳朵。你是不是还没亲过？试试嘛，试过就不是小孩子了，很舒服的。要是我也不会和你试。白糖耳朵很痒，别过去脸。哼，你们在干嘛？糖。苏里夏察觉到动静，扭头问。白糖耳根子还是红的。阿斌兽性大发了，看到电影里面亲嘴，他也要亲。你们刚刚怎么可能？我知道，就是好奇。哎，白糖凑过去。你也没接过吻吗？菲菲没有啊，人家很传统的好吗？那你要不要和阿斌试试？我们换位置。咦，苏里夏一脸嫌弃，我才不要。白糖朝苏里夏那边靠了靠，我们都离他远点。电影2个小时，看完已经11点出头。阿斌提议去吃点宵夜，苏里夏摇头，不行，太晚了，我妈妈已经催过好多次了，再不回家得满城找我。看得出白糖很不舍，但也摇头，我也得立马回去，不然下次老爸不让我出来了。那行，苏我送你。不可以。白糖拉起他，我送你菲菲到千山屿楼下。阿斌换回来车，心头还空落落的。白糖，你这台法拉利是什么型号？多少钱买的？白糖转着钥匙 SF90，具体什么价格不知道，应该几百万吧？可以送给我吗？啊，开个玩笑，拜拜。白糖挥手上车，法拉利一个弹射甩尾，
就飞出去，速度比阿斌快了好多，真尼玛帅！怪不得你的隐藏奖励是赛车手，确实有天赋。一根烟燃尽，苏里夏身影刚好消失在视野，阿斌也拉开车门上了车，依旧是迈巴赫进行曲单曲循环，他慢悠悠朝新买的房子走。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。阿斌心情很不错，嘴里哼着曲。白洁颜值分和白糖、苏里夏差不多，80点好感度，有4000万额度。他已经在畅想拿到2个女孩所有返现和幸运值的美好日子了，一个不留神，前面突然窜出来辆车，还好阿斌反应快，刹车到底顿住了，按了2声喇叭，前车毫无反应。阿斌以为司机吓傻了，拉开车门就要上去查看情况，刚走了2步，他猛地顿住，一股凉意瞬间席卷全身。那辆依维柯没有车牌，这极有可能是故意来堵他的。阿斌猛地回头，迈巴赫后面也塞了辆车，此时正有源源不断的西装男从滑门出来，手上全都拎着东西。糟了，今天晚上要糟！白糖心情很好，嘴里一直在啦啦啦。红绿灯停下，他突然想起吃饭时拍的照片还没发朋友圈，就要去摸手机。咦，翻了半天包包里没有，侧头看了看扶手箱也没有，想了想一拍脑袋，太粗心了，手机在阿斌车上没拿走，怎么办啊？阿斌不会走远了吧？绿灯一亮，白糖一个漂移掉头就朝回走。网络时代没有手机1天都过不了。他先是到了千山雨楼下，没见着人，又加大油门在附近寻找，转了几圈还是一无所获。大海捞针太渺茫，又不知道阿斌在哪里住，正打算放弃。白糖远远见着马路转角处聚着一大群人，他视力很好，一眼就认出被围在中间高出周围人半头那个好像是阿斌。阿斌猜到找麻烦的是谁？上次坐在宾利后排那个西装男。大半夜的周围人都没一个，手机还在车上，搞不好今天的大餐。正疯狂思考着破局办法，那辆3个8车牌的老宾利缓缓驶过来，停在迈巴赫侧边，将出路3面堵死。车门打开，驾驶位下来的是上次抱走他那个大汉。大汉拉开后排车门，西装男还是那般故作优雅的慢悠悠下车。他摸着食指的铂金戒指走过来，眼神带了2分戏谑。我不是警告过你不准和小姐见面吗？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？阿斌强迫自己冷静，解释不是我约的他，大哥，我一个朋友请客吃饭，没想到他也在。呵，西装男嗤笑一声，我说的是任何情况下，阿小子别给我找任何理由。说着，他掰着手指上前，指节噼啪作响。上次还敢 PS 病历单，在小姐面前告我黑状，心机够深的啊你！阿斌知道要挨打了，软的行不通，只能硬刚。我今天要是少了一根毛，我会10倍100倍告诉白糖，你在他老子手下做事吧，到时候看看咱们谁更惨。西装男冷扯了一下嘴角，伸手招了招，边上小弟立马递上铁棍。放心，你不会说的，我有经验，谁都不想再经历一次这种事情。说完，双手握棍往后抡了一个满圆，猛地朝阿斌腿上挥来。这尼玛全垒打击球动作啊，拿的还是铁，真要挨上了肉都得裂，骨折都不一定，太狠了！吓得阿斌顾不上肉疼，马上在神秘商店兑换了冰蚕帛。这玩意很玄，无形无质，肉眼看不见，但阿斌能感觉到有这么个东西，来不及穿戴，他裹在手臂就迎着铁棒而去。噗，很软和的打击声，像是抽在棉花上一样。阿斌只有轻微的痛感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反观西装男，噔噔噔大退了3步，手中铁棒早已震飞，虎口还在鼓鼓冒血。怎么回事，大哥？几个小弟上去搀扶。西装男挡开，我没事。这小子有古怪，他倔强的上前2步，眼睛不停在阿斌大腿扫。你腿断过，加了钢板。阿斌穿好冰蚕帛，因为无形无质，跟鬼上身似的。我加了你妈的脑袋！知晓冰蚕帛功效后，他信心十足，绝对可以一个干翻对面全部。哎呦我操！西装男爆了粗口，递给大汉一个眼神，蝰蛇你去试试，这次打他左腿。是龙哥。大汉捡起铁棍，愣着眼睛走来，刚举过头顶，阿斌一巴掌抽在他脸上。你他妈！大汉眼睛圆鼓，挥棍力量加大了几分，铁棒呼啸着朝阿斌腰上而来。噗，又是软啪啪一声，阿斌扶手掸了掸，面无表情。大汉被震飞出去4、5米，一个倒栽葱横在马路上，沿途血迹洒成了一条线。所有人都懵了。丁丁大汉又看看阿斌，满脸不敢置信。老大，这小子好像有古怪。绝对，这次我仔细看了，他结结实实挨了一棍，但屁事没有。最诡异的是，蛇哥被震飞出去几米远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刚刚他在那乱比划，是不是被脏东西上身了？我上身你妈！西装男气得一脚踹过去，赶紧去看看蝰蛇有事没有，还要把这小子围起来。10多个人包围过来，西装男一声打，棍棒雨点搬往阿斌身上落。战斗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几秒功夫，地上躺了一片。呼，阿斌点燃根烟，吹出烟雾，斜睨向西装男，就这么，给你3秒钟，马上打电话叫人。西装男刚刚摸出手机，阿斌一个飞腿就踹上去，放倒后气着疯狂抽他大嘴巴。不是你让我叫人吗？你讲不讲武德？西装男不停用手挡，我他妈说了，只给你3秒，你耳朵聋啊！啪啪啪，清脆的声音在夜幕下异常响亮。西装男脸红如血，不知是被抽的还是羞的。来人，嗨嗨！他嘴角都出血了，还真挺不要命的这些马仔。最惨的一个被阿斌干翻7次，还要站起来。西装男看不下去了，主动求饶，别打了大哥，我们错了，对不起。阿斌也累了，起身续了根烟，抽到一半才下命令，全部都滚过来。人很快集齐，在阿斌面前站成2排，所有人抱头蹲下，全部照做。装逼男，你手机打开，把8荣8齿找出来，带着他们读，会背了才准走。我一个一个检查。凌晨的马路上演绎着滑稽的一幕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背着双手仿若老师，缓慢踱步，监督着一群社团人士朗读课文，画面要多违和有多违和。西装男不愧是当头头的，脑子就是好使，最先举手，大哥我会背了。阿斌捡了根铁棒，坐在街沿朝他招手，来吧，错一个字我就打一下。西装男蹲走过来，开始背诵。尼玛，真让他蒙对了，一字不差。阿斌气不过，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，不够流畅，滚回去熟读100遍。大哥放过我吧，我还要回去给奶奶做饭。西装男哭丧着脸，你咋不说接你外婆放学呢？阿斌反手又是一下，要不是老子有反伤甲，不要不是老子会功夫，今天是不是要搁在这？你他妈刚开始下手，可有一点心软。知道错了哥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去你妈的吧！阿斌一脚踹在他脸上，这话只能哄鬼。今天不把他们收拾服帖了，下次只会变本加厉。西装男哎呦一声滚到路中间，差点被呼啸而来的法拉利碾碎脑袋。白糖全速开了10多分钟才赶到，刚才距离看着近，但处在对向车道，得绕很远的路
去掉头。他下车本想大声呵斥，但话到喉咙气就消了。狄龙你们在干嘛？怎么全都鼻青脸肿的？还有你突然鬼探头很危险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你脑袋就爆了。小姐救我，救我！小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阿斌，白糖没管狄龙，走到阿斌面前。阿斌狠心咬了嘴角一下，侧身过去，装作失望透顶的样子。哼，你还有脸问我怎么回事？白糖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对你怎么样？今天买的翡翠，就算给狗狗都会对我摇尾巴。你找这么多人打我，呵呵，好玩，真好玩。不是我找的阿斌。白糖很着急，绕到他身前。我今天出门还特意给老爸打了电话，让他不要安排人跟着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。阿斌冷笑，好轻松的一句话，不知道。他们是不是你家的人？你看看。都带了什么来干我？要不是我学了几招，今天得交代在这里。白糖多少知道狄龙的行事风格，被他找上的人，最好的结果就是去医院住几个月。20年，因为故意伤害，去里面关了3年，还是他爹动用了好多关系的结果，不然现在都放不出来。看了看满地的钢管，白糖好看的眉毛蹙在一起。对不起，阿斌，你有没有受伤？阿斌张嘴一口血沫吐出，我肚子被狠狠抽了100多下，我感觉脾脏要裂了。白糖，我真心实意和你交朋友，这就是结果。白糖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59，额度提升至190万。对不起，阿斌。我马上帮你叫医生。说完，白糖小珍珠都掉下来了，边抹边抽鼻子。我的手机在你车上，我去拿。狄龙看到心疼的不行，起身拦住去路。小姐不是这样的，她根本没受伤，挨打的是我们。白糖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阿斌衣裳干干净净的，反而狄龙一群灰头土脸？他回头，你以为我是战神吗？我能徒手打赢10多个手拿铁棒的凶徒，这种离谱的话你也相信？还来质疑我？你们他妈就是一类人！阿斌激动大吼。对不起，阿斌。白糖转过身来，我没有要怀疑你的意思，我刚才只是下意识看了一眼。狄龙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，都要哭了。真的啊，小姐，你看我们的伤就知道。难道我们自己打自己吗？不信你问他们，大家都是受害者。够了！白糖大吼一声，难道你们过来东海不是为了欺负人家？深更半夜把人家车堵住，就是为了讨打？就他打得我最狠，还说要废了我的魔丸，让我做不成男人，说再有下次还要扣了我的右眼。这就是和你做朋友的代价。白糖，我很喜欢你，但你带给我的全是恐惧。白糖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60，额度提升至250万。对不起，阿斌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他妈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？狄龙要冤死了，一口气堵在胸口，挨打他认，栽赃陷害，一点都忍受不了，特别是在白糖面前。小姐这人就是个演员，你千万别相信她，她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行了，阿斌转身迈步，语气十分落寞，全都怪我，我不该自卫，我该让他们打死，我是骗子，我说谎，就这样吧，不要再联系了。你信号妈给我站住！狄龙要气死过去了，刚刚还压着他们背，八荣八耻，跟他妈魔鬼一样，现在装柔弱小绵羊。你走了，谁还我清白？阿斌脚步不停，狄龙追上来，一把扯住他衣服。你信号妈给我说清楚！阿斌连嘴立马变了，表情极其欠打，激将道：老子就不说你能怎么样，老子就是要冤死你，让白糖恨你一辈子！我操，信号妈！狄龙彻底忍不住了，一拳往阿斌胸口砸去。阿斌捂着倒退了好几步，踉了2下，脚下一绊，跌坐在地。阿斌，白糖抽泣着跑过来，狄龙真要哭了。小姐不是这样，他刚刚背着你，你没看到？他得意极了，他故意在激怒我，摔倒也是装的。狄龙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当我是瞎子吗？阿斌推开白糖搀扶，踉跄着站起，我现在不想理你，离我远点好吗？好。白糖退后2步，阿斌，我会还你公道的，我马上回去告诉爸爸，我要让他开除狄龙。手机就在中控台，白糖揣好上车，关门前还说了一句：狄龙，我们家里有我没你。小姐不是这样，是白总回答他的。只有暴躁的引擎咆哮。看着法拉利走远，阿斌拍了拍屁股，过去给我继续背诵。我背你妈！狄龙好感度已经满了，也不管打不打得过，扑着就要上来干。阿斌免费给他捶了2拳，他就疼得不敢抬手了。接下来就是单方面的凌辱。街边，狄龙生无可恋，朝着法拉利消失的方向不断哀鸣：小姐救我！小姐救我！白糖现在恨死了他。明明和阿斌的关系在慢慢变好，今天得到了喜欢的礼物，还差点在电影院接吻。如此愉快的一天，就因为他的出现，白糖忍不住打开手机，又看了看3人今天的合照。他好久没笑得那样开心了，点开朋友圈，他选了一张最满意的照片，配文：下一首歌是白糖小姐点给阿斌先生的，对不起，斌哥。糖糖想对你说，他对他的行为深感抱歉，希望你能够原谅他。白糖没有再找借口，他希望阿斌看到后心情会变好一点，早些原谅他。黎姿第一个刷到了白糖的朋友圈，因为设置了特别关注，他想从各个渠道收集阿斌的信息。今天如愿，不过是噩耗，又放大了2次。阿斌的每一个微表情，他都看得极其仔细，结合现学的心理学分析，结论是他非常开心。白糖还好，阿斌做了个推开的动作，但另一个漂亮女孩是谁？长相、气质都不输自己。而且能看出来，阿斌有意在往他身边靠，肩膀都贴在了一起。黎姿危机感十足，他点开阿斌头像，输入文字又删除，输入再删除，往复几次，再也忍不住，直接发送了出去。阿斌今晚回了新买的房子，他心情好得不得了。洗澡的时候还来了一首平时不敢挑战的《烟火中的尘埃》，海豚音部分都飙上去了。晚上小小一波演技，白糖好感度直接到达60，再有2次，兴许就能拿到那恐怖的15点幸运值。本来情急之下买了冰残铂，他还非常后悔，现在看来一点不亏，感觉比灵光配还要好用。反甲带真伤，简直就是挨打圣体。神秘商店的宝物果然牛逼，要是冰残铂再多个帽子，那就完美了。不过阿斌也没纠结，他已经在畅想全身神装的时候了，到时候凡俗世界岂不无敌？回到卧室，本想刷刷直播寻找合适目标，解锁手机，微信有红点，习惯使然点了进去，是黎姿的消息。斌哥，你不是说在三亚散心吗？阿斌，对啊。阿斌想的是能拖多久则拖多久，时间一长，感情自然就淡了。再说没来就没多少，反正他认为没多少。黎姿，那白糖也去了吗？阿斌额头冒出来的问号，今天在哪里？被黎姿撞见了？操了，东海也没这么小吧？他选择战术性不回复。2分钟，黎姿主动发来消息，我在他朋友圈看到你们的合照了。另一个女孩是谁？你朋友吗？
阿斌马上点开白糖头像，尼玛果然更新了动态。这个猪队友，他扫了一眼文案，含怒回复不可原谅。现在倒把他僵住了。黎姿性格极端，不解释清楚可能会出问题。他想了想，乔字有很紧急的事情要回来处理。吃饭偶遇了白糖，另一个是他朋友黎姿。哦，2分钟后又来了一条消息，斌哥说什么我都信。尼玛，这就是不信了呗。也是，这种话鬼都不信。阿斌在想怎么才能圆过去，对话框又来消息了，斌哥，明天可以一起去看装修吗？我想和你一起设计我们的小窝。见面阿斌一点不想，伪装很爱好类的，说不定黎姿又要用什么方法把他困在身边，干脆心一狠。我已经回三亚了，荔枝，等下次回来吧，我联系你。黎姿，我现在没什么事，可以去找你吗，斌哥？阿斌不敢再回复，直接大退了微信。黎姿气的将化妆桌上的东西全部推倒在地。夜很静，响动很大，房间门很快被敲响。怎么了，黎姿？发生什么了？没事。他声音带着哭腔，咔哒，房门打开，一个知性女人走进，看年龄只有30几岁。她坐在床头，声音轻柔：“妈妈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是因为什么？和男朋友吵架了吗？”没有，黎姿挤出个笑，我们感情很好。妈妈，我非常爱他，我们已经在计划结婚了。看照片，小罗是个阳光开朗的孩子，你们郎才女貌，妈妈支持你。黎姿点头，妈妈我没事，刚才就是不小心，你出去吧。黎妈眼中还有担心，点点头，还是起身带上了房门。绰，黎姿马上就绷不住了，眼泪大颗大颗的落。她真的很爱阿斌，第一次见面就心神荡漾，感觉他就像黑暗世界的一束光，让人不受控制的想要抓住。他绝对不能失去他。如果你们要抢，我就杀掉斌哥吃下，和他融为一体。阿斌本来都躺下了，系统提示让他从床上弹了起来。黎姿好感度加29，当前好感度99，额度提升至1亿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80，获得幸运值5，当前幸运值7，获得返现0。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90，获得隐藏奖励吉他手。温馨提示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100。神秘商店旋即物品可任选一件。啥？这尼玛是啥？发生了什么？阿斌满脸黑人问号，怎么好感度突然就99了？开挂也没这么快啊！系统 bug 了。统哥，什么情况？他在心头问。一切正常。这意识空间，阿斌舌头都打结了，这也太猛狠了吧！恭喜，即将完全攻略第一个异性。阿斌却一点高兴不起来，他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刚刚对黎姿的态度敷衍又敷衍，太反常。完全攻略后，目标异性的精神状态会发生改变吗？统哥，除了对你的爱纯粹到极致，不会有其他改变。那有毛用啊！该自残自残，该变飞人还是变飞人。神秘商店有治疗精神类的物品吗？暂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以后会有吗？10点幸运值可刷新神秘商店，还有这种操作，我尼玛之前都没注意到。不过好贵啊，10点刷新一次，黎姿才奖励了5点。那旋即物品又是什么东西？神秘商店物品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。那我刚才兑换的冰残帛属于什么等级？黄级起死回生丹呢？玄级，阿斌说了一本价值80点幸运值的功法，大眼清心诀呢？地级，他大概懂了，差不多是30点幸运值为一阶。玄级的话，最多应该能兑现出价值60点幸运值的宝物，这太他妈爽了呀！黎姿的话，应该还可以救一救。白糖一路超速，红灯都闯了几个，2小时出头就赶到家里。推开门，老爹果然在沙发上，雪茄的烟雾袅得满屋里都是。他抬手扇了扇。你是抽了多少啊？太大的味道了！白之贤马上碾灭。爸爸给你打电话，一直没接，不是担心吗？你以后都不要给我打电话了。白糖气愤的将包砸在沙发上，鼓着腮帮。怎么了？这是谁欺负我家宝贝了？白糖侧过去身子，你的好儿子，今后这个家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自己选。白之贤马上就知道狄龙又把事情搞砸了，他眉头拧了一瞬，心头非常不满。3番2次，连个普通人都搞不定，办事能力连个普通社员都不如。但很快又舒展开，语气轻柔。你们又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今天不是在东海陪朋友玩吗？对啊，他半夜开车堵人家，把人家脾脏都打爆了。白糖添油加醋道：“你白之贤少有的说话打劫，你看到了？亲眼所见。”白糖一字一顿，他还不承认，倒打一耙，说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殴打他们10多个拿刀枪棍棒的。白之贤心头又沉了2分，他千叮咛万嘱咐过，千万别让白糖知道这种低级错误都犯，简直饭桶不如。爸爸一定会好好说他。我305申过，不许打搅你的私人生活。他现在连我的话都不怎么听了，所以我要你开除他，不然我就离家出走。白糖语气决绝，白之贤眉头又深了几分，他拿起雪茄又缓缓放下。糖，狄龙为社团坐过牢。那行，我马上走。说完，白糖就大步上楼。糖，白之贤语气重了些，他是爸爸的义子，因为一点小事我就把他逐出社团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我以后要怎么服众？我才不管你这些，我朋友的事情就是小事，我就是没他重要。沉重的关门声传来，白之贤沉着脸点燃支雪茄，他心中没人比宝贝女儿分量重，包括那妻房太太。白糖妈妈生下他就去了国外，就是嫌弃他打打杀杀，之后不知是作恶太多还是什么，无论怎样努力，就再没怀上过孩子，这是他的命根。白糖在下楼已经挎了个大包，白之贤喊住他：“爸爸听你的，糖，但你给我点时间好吗？爸爸先让他去给你朋友道歉，之后再一点一点边缘化，直至开除。时间多久？2个月，太突兀，爸爸没法跟手底下的兄弟们交代。”好，白糖转身又登上了楼。白之贤起身关了灯，没有回房间，而是去了车库。开出小区，他拨通了狄龙的电话：“干爹。”你人在哪里？刚刚到渝州，来公司见我。是。狄龙真够惨的，脸被扇肿了，声音沙哑，走路还微瘸。白之贤坐在老板以冷眼瞄着，怎么回事？遇到仇家了？没有。狄龙摇头，那是什么情况？这件事说出来，我自己都不相信。干爹，阿斌那小子有古怪，详细说给我听。狄龙把所有细节一一复述。白之贤听完摸了摸下巴，气功，我早年见到过气功大师，但远没你说的这般玄奥。干爹，我不敢夸大，所言句句属实，手下兄弟们都看见了，有可能是这小子天赋异禀，不过要破功也很简单，就像气球戳破就可。干爹的意思是动刀，暂时别再去招惹他。白之贤真怕白糖跑。你明天带所有参与的兄弟去医院看他。不是干爹，我感觉他根本没事，也得去道歉，记住态度务必诚恳。
我会让糖糖给你联系方式。是。良久的沉默，狄龙也不敢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白之贤才摆手，下去吧。是。房门带上，白之贤还静静坐着，直至一口浊气吐出，才缓缓起身。连当爹的都未曾被这样维护，女大不中留啊。也罢，约老王家儿子出来见见吧。阿斌今天起得很早，实在是音乐细胞太躁动，根本按耐不住。导航了一家琴行，就往目的地开。到地方恰逢工作人员开门，他跟着走进去，也不管人家害不害怕，抱着把吉他就开始弹。工作人员原本还以为是抢劫的，就要上来拿人，一听旋律出来，马上就顿住了。阿斌弹的是 Beyond 的经典曲目《灰色轨迹》的尾奏 solo， 以前老在抖音上听，非常喜欢。现在吉他手奖励到手，福至心灵就弹了出来，一曲奏毕。工作人员边鼓掌边摇头，专业阿哥，你在我接待的所有客人里，水平能排前10了。阿斌问他，你吉他几级？弹唱3级歌，弹唱的最高等级为8级，3级不过刚刚入门。而他对自己的水平有清晰的认知，古典满级，民谣满级，弹唱满级，演奏大师级水准。他笑了笑，你不学吉他，见我如井蛙观明月；你学过吉他，见我如浮游望青天。兄弟，听力还得练。工作人员嗤笑，不是兄弟，牛逼吹大了吧？阿斌懒得理解，指了指手中这把，多少钱？1500，一分不少。阿斌扫了1499。工作人员站在门口满面菊花，慢走哥，注意安全。刚刚上车，接到白洁电话，斌哥今天公司开业，你要来吗？阿斌反正没事，答应了下来。孙飞翔早就在客户口中知晓这事，白洁从他手中抢走了好多生意，直接损失已经上百万元。他要在今天把新仇旧恨一起算。翔天商务总经理办公室，孙飞翔坐在首位，下面的人清一色文龙画虎，社会气息十足。背后的投影上是2张入职照，白洁和阿斌。孙飞翔敲了敲桌面，我再强调一遍，这个男的给我往死了打，这个女生只能警告，不许动手。孙飞翔一直觉得是阿斌坏了他的好事，从白洁离职到白洁商务成立，都是这小子在背后撺掇。妈的，中了几百万，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好了。在社会上立足，靠的是人脉，是背景。你一个暴发户，我收拾你就好比收拾只蚂蚁。前排一个脑门上都纹着鬼怪的中年人坏笑，孙总，这位妹妹我们可舍不得打，看着就想狠狠地呵护她，哈哈哈哈！有人附和，就是孙总，我们疼爱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对这么可爱的妹妹动粗呢？不过孙总，这是不是美颜加 PS 过度了？别到时候去了现场认不出人。孙飞翔眉头皱了皱，这是原相机拍的，见到人你们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我最后再啰嗦一句，轻微伤是民事责任，轻伤是刑事责任。放心，孙总，头头道，你不说我们也知道，兄弟们业务都熟练，保证在合理范围内让那小子欲仙欲死，好吗？那就过来。白洁商务的开业庆典很是热闹，特地搭了舞台，有魔术表演、舞蹈秀，还请了网红歌手，来宾也超多。阿斌目测有300-400人，花篮更是看不到尽头。白洁不怎么喜欢应酬，早早就躲到了阿斌身边。你黏着我干嘛？去招呼朋友啊？哎呀，有星星，我不擅长。不过我真不知道你人脉这么广，还源源不断有人来，待会广场估计都挤不下。我只是发了个朋友圈，更多是新兴的朋友，还有看热闹的。中午订的酒席够吗？不过在家就是一早就签了好几个单子，定金都收了几10万，厉害啊！阿斌真挺佩服靠自己本事挣钱的。虽说白洁有颜值 buff 加成，说不定这随手瞎搞的公司真能做成。白洁有些不好意思，大半都是以前翔天的准客户，我还挺不好意思的。员工也是挖的见翔的。阿斌见到好多熟面孔，于文文也在，那他不得气死，都是他们主动过来的。本来在翔天就干得不开心，也是见翔自找的。正聊着，一声爽朗的笑声传来，开业大吉啊，罗总，恭喜恭喜！是杨震和他媳妇蒋璐。阿斌递出去手，欢迎欢迎，杨哥嫂子莅临，小店蓬荜生辉，不请自来，罗总不会介意吧？杨震握手时塞过来一个厚厚的红包，不搞这些。阿斌推回去，罗总别嫌弃，一点心意。阿斌顺手递给了白洁。我也是刚刚才接到通知，不然肯定给你们发函。不存在的，罗总，知道你忙。对了，旱厕改造项目已经进行到一半，我给你看看成果。杨震解锁手机点开个视频，周豪拿着铲子坑吃在铲屎，衣服裤子黄一块褐一块的，很是恶心。阿斌抬手扇了扇才吃过早饭，哈哈哈哈，两人默契大笑。估计还有10来天就完工了。罗总后续还有没有安排？质量什么的没有问题吗？罗总是为东海民生事业做贡献，不敢偷工减料。阿斌摸了摸下巴。这事儿挺辛苦的，我倒觉得可以适当奖励。项目经理是咱自己的人吗？我的一个小兄弟，你让他在工程款里抽20万，请周豪洗洗脚什么的，劳逸结合嘛。哦，杨振伟音拖得很长，我懂了，高还是罗总高？正说着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，搞得这么热闹啊，小罗真是有点钱不知道怎么嘚瑟了是吧？孙飞翔，阿斌眼睛眯起，你来干嘛？路过不行啊？行，中午还可以管你顿饭，希望你不要惹事。7，孙飞翔嗤笑，你觉得你配吗？不过我得好心提醒你一句，附近是住宅区，你噪音搞这么大，别吵着上夜班的人。他话音刚落，几个莽汉就围了过来，骂骂咧咧，操心号妈的谁在这里奏哀乐，不让人睡觉了？额头纹着鬼的头头梗着脖子抵到阿斌面前，就是你小子是不是？马上给老子关了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。阿斌凝着孙飞翔，今天我不想和你扯，你现在带人走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是。孙飞翔沈笑，关老子什么事？你信号妈脑子有问题吧？都跟你说了，声音太大扰民，傻了吧唧。头头一把攮在阿斌胸口。你信号妈关不关？再废话，信不信老子干你？几个莽汉团团围住阿斌，凶神恶煞。你是鬼头对吧？杨震见状出面解围，那次和九文堂磊哥喝酒，我们见过，这是我很好的朋友，给个面子。鬼头扫视了他2眼，是有点眼熟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兄弟，昨天熬了个通宵，刚刚眯眼下面就整得跟闹鬼一样，我今天必须出这口气。兄弟有话好说，晚上我做东去我 KTV， 我给哥几个安排好，下次我请你兄弟，今天这事必须给我个说法。杨震给阿斌递了个眼神，意思是道个歉，说2句好话。阿斌却一脸看小丑的表情。拿了钱就办事，磨叽啥？你妈的！鬼头抡圆了拳头，
就往阿斌脸上砸。阿冰残脖在身，根本不怕，抬手格挡，攻击未到，反倒是鬼头哎呦一声惨叫，飞出去几米远。踹人的大块头阿冰一眼认出是白糖的保镖蝰蛇，侧边还有脚步声，扭头过去，狄龙带头，身后跟着一大群小弟，好多人都看到了这边的响动，议论声很大。文头那个是九文堂的3号人物，好像是来找麻烦的，这下麻烦大了。白姐怎么会得罪这种人？好好的开业庆典，别给搅黄了，多半是黄了。穿西装那个应该是请的安保，不知该说他勇气可嘉还是傻，居然敢先动手。这些人吃不了一点亏的，这下更有由头了。本来就奔着找事来的，穿白衣服那个知道是谁吗？凯斯曼老板杨震，很有能量，黑白2道通吃，刚刚好像都没劝得住，不知要怎么收场。朱星星听到议论很着急，一直在压力未婚夫梵高。你找到人没有啊？等会儿打起来了，宝宝别急，江潭那边已经在联系了，等你安排好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真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要不我们直接打110吧？现在出警很快的，那些人肯定有备而来，到时候又得被抓进去关1天。哎呀，我烦死你了！于文文也满眼担忧，孙总真是太过分了，竟然叫社会上的人来找茬，希望斌哥没事。同事 A 摇头，穷人咋付啊？阿斌还是太飘了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先动手呢？同事 B 惋惜，惹到这些人，公司可能都开不下去了。同事 C 叹息，好好的一手牌打得稀烂。阿斌这边，鬼头挣扎着爬起来，痛苦捂着腰，蝰蛇哥，怎么是你？你踹偏了，我感觉腰子要爆了。壮汉不语，上前又是一记高鞭，将狠狠抽出，鬼头啪的一声拍倒在地。他捂着脖子，跪姿在地，昂头。蝰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他妈哪里得罪你了？说完，一群小弟全部围了上去，但没人敢动手。白社双红花棍，道上谁人不识，谁人敢惹？鬼头也不敢下令打人，不说是不是对手，九龙堂和白社还差着很长一段距离，处理不好以后会有大问题。气氛凝重间，人墙被推开，一个西装男夹着烟走近。大哥，蝰蛇点头致意。龙哥，鬼头慌忙爬起来，狄龙淡淡瞥了他一眼，我兵哥今天开业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鬼头如遭雷击，人顿时麻了。他清晰的记得，这趟要找的人叫阿斌，斌哥不就是他吗？操了！兴奋的说，只是个踩狗屎运中了双色球的农民，狄龙都叫他哥，把老子当傻狍子忽悠。我操，你写信号！鬼头跳起来，狠狠挡出一拳，你个狗东西，敢这样坑我，我他妈打死你！孙飞翔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他绝对不相信阿斌认识这种角色，只以为是鬼头遇到了仇家。不是鬼哥，你打我干嘛？搞错了，别打了。求了，我给你加钱。鬼头一点没手软，孙飞翔鼻子嘴巴全是血，2只眼睛肿得吊起，砸了10多下鬼头才泄愤，起身一改凶态，弯腰毕恭毕敬，对不起狄龙大哥，这趟活儿被人坑了，我不知道斌哥是你朋友。白社的2号人物，以狠辣出名的，跟他们这些靠纹身唬人的完全不一样，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造次。狄龙没说话，看向阿斌，阿斌微微扯了扯嘴角，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这种人败坏的，包括你狄龙。是。狄龙点头，昨天学的还记得吧？记得，去边上教他们，不滚瓜烂熟，不许走。是。白洁好感度加4，当前好感度84，额度提升至4400万。朱星星好感度加6，当前好感度86，额度提升至500万。蒋璐好感度加5，当前好感度75，额度提升至300万。于文文好感度加20，当前好感度90，额度提升至50万。阿斌心头一动，马上问系统，统哥，任何异性好感度达100都可以得到神秘商店自选吗？幸运值携带者才行。可惜了啊，要是能行，他有自信，马上攻克于文文。回过神，耳边传来好多议论。我去，白洁身边那帅哥什么来头？鬼头叫那大块头大哥，大块头又叫后来那人大哥，感觉后来那人对他毕恭毕敬啊。能征服白洁这种角色，来头会小吗？不抱希望了，以后跟他打好关系吧，说不定以后能帮上忙。同事 A， 不是，刚刚什么情况？事情怎么突然2极反转了？同事 B， 没想到我们身边也有体验生活的大人物，失策了啊。同事 C， 人家本来只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我们相处，奈何没人看得起他。晚了，为时晚矣。于文文，斌哥，你要是个普通人该多好，但我从始至终都没看走眼，我一直都相信你绝非池中之物。朱星星已经拔腿往这边泪奔了。斌哥你没事吧？我都担心死了。打架我帮不上忙，但我有在想其他办法。没事。阿斌推开他，人家未婚夫在场，卿卿我我的像什么话？但我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朱星星指着垃圾桶边已经有声响的一众社会人士，他们是在朗读八荣八耻吗？对啊，这些人素质太差，给学。朱星星好感度加3，当前好感度89，额度提升至900万。白洁好感度加1，当前好感度85，额度提升至4500万。蒋璐好感度加2，当前好感度77，额度提升至350万。女人果然是慕强的生物，不，还有男人。杨震眼神多了几分狂热，混到他这个地步，怎么可能不知道狄龙？罗总果然深不可测。今天中午我们一定要好好喝2杯。然后又看向白洁，对了嫂子，我有几个朋友都需要商务咨询，我明天带他们过来。酒局上，阿斌坐在主位，左右分别是白洁、朱星星。房高被分到了边缘位置，他非但没觉得不妥，还打心底里认为十分合理。婚房的家具他看了，全是罗意威的高端款，悄悄去对比了一下价格，光那套沙发就7、8万。朱星星的经济条件他清楚，询问下被得意洋洋的告知是闺蜜男朋友送的新婚贺礼，包括那辆全款的奔驰 CLS。房高是对白洁有想法的，他自认为家境不错，父母都在江潭体制内担任要职，自己年纪轻轻已是正科，前途无量，所以并没觉得这点钱有什么，反而还误以为是变相行贿，还和朱星星吵过。但今天内心澄澈了，鬼头他不知道是谁，但狄龙这个名字可太熟了，渝州娱乐皇帝的右手，这种级别的人物竟然对他毕恭毕敬，那他究竟是何等身份？梵高站起，腰弯得很深，双手递过来酒杯，敬你罗总，感谢你对星星的关照，这杯我干了，你随意，都是朋友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说实话，
阿斌有点过意不去，朱星星到现在都没给过他，自己倒先尝上了。虽然是他主动。梵高喝完杯，终究往下倒了道，一滴不剩。星星你一定要在罗总手下好好干，别辜负了他的栽培。当然了，我肯定会跟斌哥好好做，任劳任怨报答他的恩情。朱星星说完，还侧脸抛媚眼，一点不避嫌。阿斌都不知该如何接话，他知道朱星星的报答是鲍鱼的报。斌哥吃这个对身体好，一根海参入碗，腿上还被蹭了蹭。尼玛的，装都不装了是吧？还当着未婚夫的面喜欢这样玩。阿斌真怕他玩脱，起身去别桌敬酒了。蒋璐今天很粘人，挽着他胳膊，一口一个弟弟，亲热的不行。看他媚眼如丝的样子，像是要给了似的。杨震脸上看不出任何介意，还笑眯眯的。每次碰杯53度的飞天都要下去一半。阿斌也不敢多待。蒋璐虽然不丑，还有大嫂这层顶级 buff， 但现在真犯不着。到老同事那桌，几个女同事挤眉弄眼的，也不对劲。阿斌喝完马上就溜了，走出酒店，他还在挠头，今天怎么回事？为何每个女人看我的眼神都像是要吃人的样子？就因为狄龙听了我的话，他来头这么大的吗？白堂家里到底是干嘛的？真黑社会啊！走了几步，朗朗读书声传来，还夹杂着狄龙愤怒的咆哮。你他妈是不是猪？这么简单的东西，1个小时了还不会背，路边的狗都会了。鬼头求饶都有气无力，龙哥别打了，求求你，我感觉要死了。孙飞翔情况也差不多，挨揍最多的就是他俩，他现在后悔的要死。路过的好多人都在拍照录像，他堂堂老板以后还怎么见人？阿斌觉得差不多了，过去让人走了。狄龙姿态依旧放得很低，斌哥，你可以原谅小姐了吗？有一说一，狄龙今天确实帮了大忙，不然高高兴兴的日子说不定要进局子。当然，这肯定是白堂的功劳，这些家伙不可能主动上门道歉，不管是歪打正着还是其他什么的也好，反正好感度是赚足了。阿斌心情好，挥挥手，我早就原谅他了。行了，走吧。回到车上，等代驾的功夫，他又在白堂昨天那条动态下留言，和好吧糖宝。刷了几下，没来微信也没回复。阿斌没再管，眯着眼睛睡着了。渝州5星级湖海酒店，白堂闷闷不乐的凝眉坐着，根本没心思看手机。白之贤还在哈哈大笑。上一次见到俊男还是17年吧，记得那时个子还小小的，一晃都这么高大英俊了，不错不错。王俊男没想到老爹强行安排的相亲对象竟然漂亮到了这种程度，他也算见多识广了，在外面玩这么多年见都没见过，心头已经高兴疯了。王叔叔过奖了，他面上风度翩翩，甚至都没去看白堂，去了英国才长的个子。王石道，可能那边的伙食要营养些，听说俊男读的牛津。是的，白叔叔，金融管理专业。王石顺口提到，干不动了，所以才叫他回来接班。不错不错。白之贤越看王俊男越满意，全然不顾白堂难看的脸色。等会儿吃完饭，你们可以去看看电影什么的，年轻人嘛，有共同话题。王俊男和煦一笑，听说白堂妹妹学的声乐专业，我有2张音乐会的门票，可以邀请你去看吗？连回答都没有，白堂直接无视了他，场面有些尴尬。王俊男自己捡起来话，白堂妹妹不喜欢音乐会吗？看歌剧也可以。依旧不理。白之贤面子有点挂不住了，轻咳了一声，堂堂，人家俊男跟你说话呢，你对爸爸的气不能撒到人家身上。你吃饱了吗？啊！白之贤被问懵了。我吃饱了。白堂拿起包包就走，这是老爹第一次骗他，明明说的是出来吃饭，没想到偷偷安排了相亲。那个王俊男一点也不倔，而且让人感觉到很恶心。虽然掩饰得很好，但眼底的好色是藏不住的。他和其他男的一样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下流事，只有阿斌的眼神仅他一人，纯粹无瑕，看不到任何杂念。不管身高、长相、气质，王俊男都差了一大截，白堂根本看不上，所以才不顾老爹的面子，起身走人。不好意思，老王，这丫头被我惯坏了，我们下次再约时间。白之贤起身追了出去，看着白之贤的背影，王石点燃支烟。俊男，你觉得白家那姑娘怎么样？王俊男不再掩饰眼中的贪婪，爹，这个媳妇我要定了，还是再多考虑考虑。你是要继承家业的，需要的是贤内助，漂亮女人哪里没有？除了她我谁都不要，我觉得不合适。王俊男狠狠道，你再敢多说一句，我就让你绝后。你王石差点一口气没上得来，你马上给白叔叔打电话，直接把婚约给我定下来，快！白之贤直接闯进房间，把白堂揪了出来。堂堂，你平时怎么任性都可以，爸爸都惯着你，但你今天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说带我去吃饭，说过是相亲了吗？我只是带你去认识一下，我觉得俊男不错，为什么就不能接触呢？要接触你自己去接触，我不喜欢。白堂说完转身要走，白之贤语气重了几分，这件事情由不得你任性，必须得听我的。王石的华东化工市值近100亿，又只有王俊男一个儿子，白之贤觉得这是极好的强联合，而且刚刚王石已经来信说很满意白堂，支持2个孩子在一起，这不比东海那个穷酸书生阿斌强10000倍？他搞不懂自家姑娘眼光一向很高，怎么会看上他的，还如此着迷？自家宝贝疙瘩真要折他手里，白之贤会气死。但白堂好像根本不把他的话放在眼里，还气了一声，什么时代了吧？我连婚姻自由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，你敢？白之贤还是第一次动这么大的怒，他以前都是温柔又温柔，你看我敢不敢？白堂更倔，堂，你要不听话，以后每周2万的零花钱也没有了，没有就没有，我也不许你再去东海，我现在就去。这2天你哪儿都别想去，就在家里好好反思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告诉我。要是觉得无聊，我可以叫俊男过来陪你。白堂气得马上就上楼收拾东西，等提着箱子出门，花园已经站了好几个保镖。小姐你不能出去，白总让我们看着你。白堂一句话没说，砰的关上了大门。他知道硬闯行不通，得想其他办法。只2分钟，他就有了主意。熬到快6点，菜香味飘来，白堂知道机会来了，慌慌忙跑到厨房，叫住正做饭的阿姨，王姨，我卧室里怎么有蟑螂？你快去帮我看看。妇女关了火就往楼上跑，这可是大事，搞不好要丢工作的。白堂赶忙拿出来一个小瓶子，里面是磨成粉的安眠药，他去老爹房间找的，足足10多克，一股脑全倒进了粥里。不说人，这个剂量牛都能放倒。吃到一半，保镖全趴下了。白堂傲娇昂头，提着箱子大摇大摆出了门。东海千山雨，苏里吓着急忙慌朝大门跑。菲菲，白堂迎上去给了个大大的拥抱。你怎么突然就离家出走了？你爸妈不知道的多担心。白堂哼了一声，谁叫他要关着我的？你跑出来，家里不会报警吧？苏里夏担心道。不会，我留了纸条。那你
你真准备在我家住？你不欢迎我吗？菲菲，不是。苏里夏摇头，我是怕你不习惯，要不去酒店吧，费用我出。不行，会被我爸查到的。那好吧。白糖是真的不习惯。苏里夏家里吃的非常清淡，一点辣椒都没有，还养了一条边牧，他对毛絮过敏。客房没有独立卫生间，洗漱什么的都不方便，只住了1天就提桶跑路。小区大门，苏里夏拉着他手，糖糖，要不你还是回家吧，跟你爸爸好好说下，他肯定能理解的。我知道。白糖点头，但我还想在东海玩2天，明天我再约你出来。那你现在去哪里？我这边还有几个朋友。那好吧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白糖上了边上的专车，他撒谎了，他在东海只有2个朋友。对，他现在要去找阿斌，只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因为发过去10分钟，手机就响了，白糖打来的。喂，干嘛？我到了，下来接我。不是你来真的啊？对啊，你以为呢？咱们孤男寡女啊，大姐，你就不怕出啥事？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住我才来啊。没事，我相信你，你的眼神很干净。我干净你妹啊！虽说你是个拉拉，但颜值摆在这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忍不住咋整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传出去不好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嫌弃我？不是。哎，我下来再说吧。白糖今天罕见的不是哥特式穿搭，扎着2个马尾，上身小体恤，下身牛仔热裤，青春气息爆棚，家当都搬出来了。阿斌指着行李箱，对啊，无家可归了，只能来投靠你了呗。阿斌摸出根烟，你怎么不去找苏里夏？这不正好有借口跟他住一块吗？已经去过了，住太久哪里好意思？你再回去住1天啊？为啥？阿斌吹出口烟，给我拍点他的私密照片，穿着系带凉拖的雪白脚丫，直接就踹过来了。白糖怒道：“你是变态吗？你刚刚还夸你眼神干净，思想怎么这么污？”阿斌捏住他白腻脚踝，喜欢一个人，想要了解他的一切，不很正常吗？再说，我收留你，不得给我点好处？白糖打开包包，抓出来几张100元钞票，拍他手上，房租1、2、3、4、5。阿斌点好揣兜里，你这点够干什么的？已经是我的全部家当了。你1星期不是有2万吗？今天已经周6了，不够。那你想怎么办？肉偿？想死啊你！白糖张牙舞爪要打人，阿斌擒住他，收留你也行，明天帮我把苏里夏约出来。白糖咬着银牙，我才不要！你个大色狼，我要告诉他。你叫我偷拍，你约不约？约。到阿斌家，白糖就轻松自在多了，箱子往客厅一推，助跑着把自己扔到了沙发上。没有大人真爽，我最不擅长和长辈打交道了，我老岳父岳母，怎么你了？啊？什么啊？愣了2秒，白糖反应过来，叔叔阿姨才看不上你呢，想得美呢你。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吃饭了吗你？还没，我昨天都没吃饱，肚子好饿。阿斌水灵灵的就把衣服裤子脱了，往沙发上一丢，去给我炒2个热菜，今晚我要喝2杯啊！白糖捂住眼睛，你干嘛呀？阿斌，好恶心！阿斌一脸无所谓，装啥啊装？水世界没看到过，那个能一样吗？阿斌切了一声转身，我洗完澡出来没见着吃的，追你出去，我哪里会炒菜，摘菜都费劲。也是。阿斌点点头，忘了你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点外卖吧。我没钱，这一点都没有吗？以前乱花我爹把卡停了，那你还敢跑出来？不是还有你吗？行，我点，我要吃香辣蟹，还有小龙虾，最爱的大耳瓜子吃不吃？略，新房子浴室很大，还有浴缸，阿斌很享受的躺着泡澡。听到敲门声他才起来，还是那条4角裤，不过这次多披了一件黑色金边的丝绸浴袍。到客厅，白糖还躺着没动。外卖呢？白糖下巴点了点门口，你不知道拿过来打开。我心想等你吗？不是你说要吃热的吗？你是怕沾到油吧？阿斌摇头，废都废了，还好你生在了有钱人家。点燃根烟，阿斌就躺在沙发上，拧着眉毛盯着他。你看我干嘛？白糖摸了摸脸颊，阿斌你可别想不好的事情啊。我会发飙的！啪的一声，阿斌一脚踹在他腿上，去拿！还要我伺候你呢？凶什么嘛凶！白糖揉了揉屁股蛋，不就在你家住2天吗？就这样使唤我？我不是寄人篱下，我给了房租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再不搞，快我小飞棍来了！白糖这顿吃的超开心，还陪阿斌喝了2瓶。哥，一个满足的酒嗝，他伸了伸懒腰，就要往沙发那边走。阿斌拉住他一条马尾，收拾干净，垃圾拿出去扔掉，味道很大。白糖回身撇嘴，人家吃饱了不想动。阿斌做了个解皮带的动作，你不动我动了啊，烦死你了！白糖非常不情愿的开始收拾，他觉得阿斌真是太可恶了，不是万恶的土地主嘴脸，扔掉回来，屁股刚刚落下，一双大脚就伸了过来，直接搭到他大腿上啊！白糖赶忙弹开，你干嘛啊？臭死了，给我安！不可能，那就提上你那破箱子，离开我家！白糖愤怒站起，脸都气红了，想了几秒，还是坐下，按可以，但你腿不可以搭上来，别墨迹，赶紧的！不知为何，阿斌就想整他，看他吃瘪的样子，心头有种莫名的爽感，可能是之前在他面前老是丢脸吧。该说不说，他小手摁着还蛮得劲的。阿斌悠哉悠哉的刷着抖音，不知最近是运气差，还是美颜太可怕，硬是没找到90分以上的。对了，他突然想到个问题，力气，白糖你还认识其他漂亮女主播吗？推荐给我，她审美很好。苏里夏就是例子。没有，白糖一口回绝，遗骸护食，赶紧的交出来。真没有，我就只给菲菲刷过。骗鬼呢你抖音号都快70级了，绝对有私藏。麻溜的，别逼我动粗，真的没有，其他的都刷给男主播了。阿斌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，伸出手，手机给我，我自己看。不要，谁手机里没点秘密？他怎么可能交出去？阿斌又解裤腰带，软的不吃我拿硬的，给你吃了。啊！停！白糖捂住眼睛，凉白开，你抖音搜凉白开。阿斌马上搜索出来好多个账号，他粉丝多少万？好像是5万多。多啦 A 梦头像那个，对。阿斌点进去，尼玛，一个作品都没有，怎么没视频？别整我啊！整我要整你的！他是团播主播，作品都发在公司账号。哪个团？好像是春江路77号。阿斌再搜，是个挺大的团，粉丝有30多万。划了几个视频，眼前的信息让他精神一振。姓名王小草，不是抖音那个。年龄22，前任0，综合颜值95。我尼玛，白糖果然好眼光啊！又是一个极品，前任还是0。阿斌看了一眼 IP 属地苏杭，距离东海挺远，上千公里了。不过不碍事，砸钱砸到他空降，这个不错。白糖你们认识吗？白糖摇头，给他发消息，他都没回过。他一般什么时候直播？下午和晚上都能刷到。行了，你歇着去吧。白糖挫着下巴，
狗男人，色呸，不要脸！阿斌才不管他怎么骂，美滋滋欣赏着王小草的跳舞视频。她身材比例很好，腿特长，不知是不是拉的，舞姿也超绝，甩铜矿几条街。阿斌翻了评论，有条高赞说他以前是自己的韩舞老师，上镜不好看，本人美到晕厥，就是表情管理差点意思，有点苦大仇深的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一股阴郁的气质，但都不碍事。你出颜值，我出钱，我能让你开心到飞起。第二天，阿斌醒得不算早，都快10点了。客厅转了一圈，没见着人，打开次卧门，白糖大字躺在大床上，被子一半拖在木地板，一半挂在床边。他穿的短款睡衣，银白藕臂和白嫩大腿暴露在外，这妮子睡得还挺沉，有人进来都没发现。阿斌走过去，一巴掌拍在他大腿上，白糖眼睛还没睁开，小手不停揉搓着挨打的地方，等了几秒才发现不对劲，迷迷蒙蒙眯开条缝，怎么房间里多了个人？啊的一声就惊叫出来，阿斌你干嘛？闯进我房间干什么？白糖扯过被子捂住身体，什么你的房间？阿斌一屁股坐下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在这1亩3分地，所有东西都属于我。白糖大眼睛凝着他，我是女生哎，你不知道先敲门吗？要是我正在换衣服怎么办？又不是没看过你，哎呀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把苏里夏约出来。菲菲说她白天有事，到晚上才有空。我要你有何用？关我什么事？这是我能掌控的吗？阿斌伸出手，你车钥匙给我。上次开过法拉利后，就一直念念不忘，出去溜一溜也不错。我没开车啊，我打车过来的。他害怕车子能查到定位。阿斌一把扯掉上衣，看来就剩这副身体有点利用价值了啊！不要！白糖紧紧裹住全身，你叫吧，你越叫我就越兴奋。阿斌邪笑着压境，白糖双腿乱蹬，阿斌轻松控住，多么细腻的小脚丫，指头都晶莹剔透的啊！他深深嗅了一口，我喜欢，这变态不像演的。白糖吓懵了，拿起床头柜的摆件就要砸。停！阿斌打住，这么开不起玩笑吗？这是给你私人定制的叫醒服务，谁要你这么恶心的叫醒服务？白糖还是丢了过来，但控制了力道，阿斌轻松接住。好了，快起来，教我玩漂移。阿斌对他上次的弹射甩尾和漂移刹停都印象深刻，一次10万。好啊，来啊！阿斌暴力扯开被子，我说的是学费，刚好抵了。什么抵了？你觉得你能值10万块？难道要我给你？不然呢？去死吧你！白糖可算是在教学上找回来了，凶巴巴骂了阿斌几个小时。阿斌可能是在驾驶上差点天赋，一天下来车头都控制不住。这车不行，他找借口。那我怎么飘起来的？这歌不行，你一直循环，最好的安排我都要听错了，叫你换还不换？人也不行。白糖自己奔开始怪上教练了，不练了。问问苏里夏忙完没有？白糖拨出去电话，阿斌叫他开免提。喂，糖，空有了吗？菲菲，今天我奶奶在家，我要吃完晚饭才出来。那好吧，我们在哪里集合？阿斌做口型，去接他。我们来接你吧。我们？你朋友一起的？对啊。白糖看了眼阿斌，姓罗的，他逼我给你打电话。短暂的沉默，我们去玩什么？昨天我路过一条步行街，看到一家音乐酒吧开业，我们去听听歌怎么样？你说的是那个民谣？对，就叫这个名字。苏里夏朋友圈刷到过无数次了，本就打算去，应了下来。好吧，大概8点，行，到时候见。拜拜。阿斌顿时又来了自信，这次算我约的，跟你没关系。白糖切了一声，要不要给你看看我们的聊天记录？什么聊天记录？你怎么被菲菲拒绝的？阿斌就觉得奇怪，好感度50，算朋友范畴了吧？为什么约苏里夏老是不出来？手机给我。他伸手，不要。白糖躲，阿斌直接上手抢，白糖抱在怀里死死护住，拉扯间，白糖脸羞得通红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阿斌抬手闻了闻，确实不是，想要我会直说的，不过还真没看出来，有料啊你。白糖眼睛就差喷火了。阿斌，你要再敢动手动脚，我会杀了你。那你乖乖交出来不就好了？不可能。行，阿斌退而求次，那你说说苏里夏为何屡次拒绝我？沉默不说是吧？阿斌伸出大手，握紧又张开，又来了哦，还不是因为你是个花心大萝卜？白糖妥协在淫威之下，吼道。阿斌脑门弹出来几个问号。花心我承认，但苏里夏怎么会知道？唯二的2次见面都是跟你在一起，在他面前我是单身人设好吗？好啊，你。阿斌指着他，是你在背后造我的黄谣对吧？过分了啊，白糖，咱们光明正大竞争，别耍阴招啊！什么跟什么啊？黎姿不是你女朋友吗？他还专门给我发了微信，让我转告菲菲，我本来都不想理，他非要看聊天截图，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才将就他的。尼玛的，原来问题出在这，都怪那张该死的合照。还有没事发什么朋友圈吗？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但爱2个人要藏住啊喂！阿斌顺了顺气，白糖黎姿精神方面有点问题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不算男女朋友。我侧面跟他提过，但他走不出来，我又不敢刺激他，大概能猜到。白糖点头。那次在水世界自残，我就看出来了。那你有没有帮我解释？我为什么要帮你解释？你妹的！阿斌麒麟臂控制不住了，就想给他伸过去。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被苏里夏嫌？那是你们的事情。白糖偏着脑袋看向窗外，操！阿斌一把捏在他大腿上啊！白糖惊叫，你还来？阿斌你完了！迈巴赫内2人激烈缠斗在一起。晚上8点，迈巴赫缓缓停在千山雨大门，拉开车门的瞬间，苏里夏就发觉到气氛有点不对劲。正常情况下，白糖应该会开心和自己打招呼，阿斌也不是沉默寡言的人，但2个都闷坐在位置上，谁也不吭声。怎么了这是？苏里夏凑近白糖，头发怎么这么乱？衣服也是歪的。他又好奇的朝前瞄了一眼，阿斌的情况差不多。你们该不会在车里？怎么可能？菲菲。白糖嘟着嘴，阿斌他打我。呜呜。阿斌按下车窗点燃支烟，声音带着点看淡生死的平静。白糖，要是我生育功能受到影响，我会用水泥给你封了。你们打架了？苏里夏小声问。打得这么惨烈吗？那还要不要出去玩？要。晚安。2人同声。路上，苏里夏道，听说那个民谣是2个女老板开的，我在微信看过照片，好漂亮。阿斌来了兴趣，微微侧头，真的吗？再漂亮也没你漂亮吧，李夏。当然。白糖凶巴巴，我们菲菲最好看了。苏里夏摇头，我不是妄自菲薄，我觉得她
他们都比我好看。不会吧？有照片吗？别给他看菲菲，阿斌就是一个大色狼。苏里夏笑笑，还是去看真人吧，今天开业，说不定能遇上。迈巴赫驶过那个民谣大门朝停车区而去，阿斌不经意侧头，瞥见了2道超级惊艳的背影，正想开启扫描，2人拐进转角不见了何秋氏。有读者说这个名字和某抖音网红撞了，我之前没刷到过，大家就当同名吧。何秋氏本来是不想开酒吧的，抵不住好闺蜜宋玉安不厌其烦的劝说，看吧秋秋，酒吧生意火爆吧，反正我们都喜欢去音乐酒吧小酌，自己开一个多好。对对对，你简直就是个天才。何秋氏道，不过你穿成这样合适吗？不怕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？何秋氏又侧头看了他一眼，红色渔网丝袜，短款包臀裙，细高跟，辣的不行。宋玉安自信扭臀，我身材这么好，不这样穿可惜了。酒吧那么多安保没事的，倒是你下班了还是一身 OL， 以为和你一样白天黑夜2副面孔，那叫白天把身体交给工作，晚上把灵魂还给自己，一成不变的多无聊。所以这一小段路不下有100双眼睛盯着你。宋玉安伸手在下巴上比了朵花。我享受这种感觉啊，姐就是这条街最靓的女人，但秋秋你是我最大的拖油瓶，走大门多好，走什么员工通道？何秋氏扶额摇头，我只想安安静静听听歌喝杯酒，不想被围观，所以我才信了你的协作阁楼阁包间，开放性场所要什么私密性嘛？大家出来玩就是为了图热闹。何秋氏唇瓣微扬，下午运营总监给我发了报表，7个包间已经全部订出去了，订到了2周后。这么夸张？宋玉安张大嘴巴，咱们包房的最低消费是3888啊！当时我还以为你疯了，订这么高的价，没想到和你一样人傻钱多的这么多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热闹的，所以咱们的位置不会是包房吧？我让运营总留了一间。宋玉安顿时泄气，我服了你这个老六，那我精心打扮的这一身算啥吗？何秋氏只笑笑不说话。阿斌停好车就往刚才背影消失的地方跑，遗憾的是早就没了人影，可惜我感觉那2个绝对有90分。阿斌你干嘛？大门在这边。白糖叉着腰来了，所幸他们来得早，订到了仅剩的一张卡座，点好酒水。阿斌眼睛四下打量起来，这个有80分，但前任30多个，算了，这个85分，但身边那个好像是她男朋友尼玛，这个89分，但系统提示病毒警告，惹不起。说实话，那个民谣顾客质量挺高的，帅哥也不少，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轻人，奈何符合条件的少之又少，90分的更是一个没见着，比尼玛大熊猫还稀少啊！阿斌又扫了一眼装修环境，挺新奇的，舞台对面用刚才搭起来好多个包房，还预留了阳台，站上面视野绝对好，下面的空间也没浪费，摆着几张小卡桌，都围着人。阿斌你眼睛乱瞟什么呢？跟个痴汉一样，跟你做一堆都丢人。白糖一脸嫌弃，李夏不是说2位女老板很漂亮吗？我好奇，但好像没找着，找着了你想怎么样？欣赏，难道你不想看？阿斌决定晚上好好收拾他，老实跟自己作对。我才没你那么无聊，你就装吧你。阿斌觉得他是在苏里夏面前装深情。好了，别吵了，你们2个，苏里夏当和事佬，来玩游戏吧，我们摇头子会吗？阿斌大杀四方，白糖、苏里夏车轮战都玩不过他，不来了，听会儿歌。白糖几分钟就连灌2瓶了。这时正好主持人拿着麦克风在大声介绍，下面有请上届好声音总决赛第3名，号称最忧郁烟嗓的老叔登场。熟悉的前奏伴随掌声、尖叫声响起，老叔带来了一首听完就想辞职的歌曲《蓝莲花》，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。然而还没够，接下来又是2个粉丝超100万的网红歌手登台献唱，都挺有实力的，欢呼一浪高过一浪。完事主持人抛出了开业的重磅活动，我相信来到那个民谣都是喜爱音乐的朋友，我没看错的话，台下还有咱们友商的驻场歌手，今天咱们都有机会登台献唱，由老叔和2位网红歌手担任裁判，前3名可以得到我们的超级福利。说到这里，主持人顿了顿，第1名获得那个民谣永久畅饮权，哇，全场沸腾。第2名获赠28888充值卡1张，哇。第3名获赠18888充值卡1张，哇！阿斌听完勾了勾唇，有趣，才刚得到吉他手技能奖励，表现的机会就送上门来，有逼不装，憋出内伤，唱必须唱。白糖发现了他在笑，问阿斌你要参加吗？对啊，你要不要一起？白糖也很想报名，他学的就是声乐，专业对口，但胆子太小，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开嗓。算了吧，把机会留给别人，我要是参加的话，第1名就没悬念了，当我不存在是吧？你白糖嗤笑，你5音全吗？阿斌要不要打个赌？来啊！白糖没有丝毫犹豫。你要是能拿到第1名，条件随便提；要是不能，以后见到本小姐必须叫生姐。还有给我道歉，下跪道歉半个小时。现场办职业歌手那么多，白糖不相信阿斌能拿到第1，自己上都不一定能进前3。刚刚只是吹牛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阿斌伸出小拇指，拉就拉，谁要不遵守约定，谁倒一辈子霉啊！对，还永远找不到女朋友。仪式完成，阿斌抬手招了招，边上的服务生过来，你好先生，唱歌比赛我报个名。好的先生。服务生记录好信息就去了舞台。你说第1名酒吧真给永久畅饮吗？苏里夏问。菲菲。你还真相信他能拿第1啊？要万一呢？他都有勇气报名，总不会是为了上台出丑吧？我感觉他就是自我感觉良好，想上去出风头。你没看到他进来的时候不停盯着漂亮女生看吗？万一有眼瞎的看上他呢？苏里夏不说话了。阿斌摇摇头，你把我想的也太低级了吧？白糖，我发现你就是纯黑粉。李夏不要听他的，我拿到冠军把奖品送给你。你才不要听他的，菲菲。白糖挽着苏里夏丝毫不让，这种话谁都会说，我中了彩票头奖还送给你呢。掰扯间，舞台再次有声音传来，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2位朋友报名，然后大屏幕上亮起桌号和名字，最后3分钟，想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，9点准时开始。本来有几个举手的都马上放了下去，然后议论声四起。卧槽，小提莫是抖音那个2000多万粉丝的大网红吗？我尼玛，真有可能是他，他 IP 地址就在东海，这还比个毛啊！职业选手都来了，算球，白糖已经在奸笑了，嘿嘿嘿嘿，阿斌，这下你输定了吧？阿斌看了眼大屏幕，小提莫的出场顺序是6，他是7，可以说是最尴尬的位置，但他脸上丝毫不见慌，还往包房位置瞅了一眼，信息显示小提莫在 VIP 1，还在假装淡定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哼，白糖恨意是相当之深了，他觉得
今天打架吃亏到了姥姥家，心头已经连嘲讽挖苦的说辞都准备好了，选手一个个上台，唱功都不赖，不知是音响设备好还是实力强。很快主持人就喊到了6号，下面这位参赛者非常特别，说实话我都非常惊讶。那么闲话少说，有请咱们抖音歌唱板块的明星选手小提莫登场。一阵蛙声，小提莫一身白裙，万众瞩目下踩着高跟朝舞台来了。他接过话筒，落落大方，哈喽哈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说实话挺意外的，本来只是碰巧来这边喝酒，没想到遇上了这么有趣的活动，大家都唱得很棒，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哦。伴奏响起，是可可托海的《牧羊人》，他的成名歌曲之一，声音空灵悠扬，和前面几位选手肉眼可见的差距。阿斌不怪你，小提莫太强了，我都甘拜下风，下跪道歉，给你减2分钟，我谢谢你。阿斌一个白眼，真的好好听。苏里夏食指交叉握着，感觉和演唱会没什么区别了。现场你还比个毛啊！直接颁奖得了，心疼下一个选手。给你们说，这是不是酒吧故意请来的？就是不想把永久免费送出去。不知道，但我感觉做局的可能很大。没事，第2名和第3名也很香 ，VIP 3号包房。宋玉安翘着2郎腿，包着开心果。论营销策划，还得是你呀，秋秋。你看下面好多人都在拍照录像，明天咱们酒吧肯定会跟着小提莫上抖音热搜榜的。何秋是点头。我已经让商务部在对接这方面的事情了，不光是抖音，还有其他几个平台。那咱们不就一炮而红了吗？以后天天坐在家里数钱，你以为生意那么好做？这才只是开始而已。我相信你吗？连小提莫都能请来，以后再邀请其他网红来造势呗。对了，请这种大网红会很贵吗？原来和他有过合作，算是半帮忙，但永久畅饮是真送。宋玉安嘿嘿道：“送给他能得到免费流量吗？他来喝酒，生意肯定会好。求求你真聪明。”何秋是举杯。你也不笨，安安。台上，小提莫落下最后一个音，啪啪啪啪，台下掌声久久不息，好听好听。主持人开心的在舞台上跳。下面有请3位评委打分。老叔亮起了8分号码牌，另外2个满分10分，这多少有点商业互吹的嫌疑在。最高分30分，小提莫得到了28分，恭喜！主持人回眸看了一眼大屏幕，下面有请7号选手孤勇者登场。白糖一脸送行的表情，慢走阿斌，不要有太大的压力，就当是去玩玩。苏里夏表情有点于心不忍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弃权不丢人。阿斌拍拍屁股站起，抽出支烟低头点燃，转身时烟雾升腾，还有淡淡的声音飘出。打开摄像机录好细节，接下来的几分钟会很帅。苏里夏好感度+1，当前好感度51，额度提升至150万。白糖好感度+2，当前好感度62，额度提升至300万。两女发正间，阿斌迈开步子，徐徐朝舞台而去了。我去！主持人激动大叫：7号参赛选手是个超级大帅哥耶！希望他的唱歌技巧能和颜值一样高。站上舞台，有稀稀拉拉的尖叫声传来，都是些花痴女。近看下主持人更觉得他英俊，不自觉都离得远了些。那么孤勇者你参赛的曲目是什么呢？阿斌接过话筒，声音平仄，黄家驹的喜欢你。其实他不算个外向的人，登台表演更是人生中头一回，但此刻内心却出奇的平静，有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从容感。吉他手赋予他的不仅是乐器上的造诣，还有舞台经验、临场心态。哇！主持人惊讶挑眉，这首歌可相当经典，祝你能取得好成绩。音乐老师准备。阿斌打断，我可不可以用现场的键盘手和架子鼓手？这需要很默契的配合才能发挥出效果，不然会很杂乱。之前所有选手都是放的背景音乐，包括小提莫。主持人看了眼老叔，老叔微笑点头，需要吉他吗？我的借给你。还是音乐人懂音乐人。阿斌接过，扬唇道了声谢谢。短暂的小插曲，台下已经议论纷纷了，特别是男性，恶意很大。不是他在装什么？这是民谣吧？来这玩的谁不会点吉他？妈的！显着他了，妈的长相就一眼装逼犯，敢侮辱我耳朵，我他妈喷死他！我又叫了2份果盘，等下一起扔。白糖捏着的手心已经有汗了，不是他心理素质这么好吗？我都替他紧张。苏里夏抿着唇，是有一点尴尬，希望他真的有2把刷子，不然就太社死了。阿斌心如止水，不疾不徐调好话筒，抱着吉他落座，试了下音，很准。2郎腿翘起，他侧头比了个 OK， 拨动琴弦，先进了旋律，议论声变小了。老叔默默点了点头，白糖捏着的小手也缓缓松开，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，抹去雨水，双眼无辜的仰望。第一句出来，全场寂静，静得连一丝杂音都没有，这声音太恰到好处的沙哑质感，清晰的颗粒感，丝毫不做作的颤音，稳如老狗的气息。这他妈不是唱片！即使阿斌早有预料，也被这开嗓吓了一跳。吉他手赋予的不仅是弹，还有唱。他洗澡的时候已经知道，但现场在伴奏和音效设备的加持下，本就被开发到极致的嗓音，仿佛是有了魔力般，他自己都听得入了迷。白糖好感度+2，当前好感度64，额度提升至340万。不是阿斌他这么有才，白糖声乐专业，对音乐有鉴赏能力，他确定学院的教授都达不到这个水平。苏里夏好感度+4，当前好感度55，额度提升至200万。太厉害了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舞台边，老叔眼睛熠熠生辉，那是发现宝的眼神，这是什么神级天赋？他要是去参加好声音，绝对冠军，毫无争议的冠军。另外2个网红，你信不信明天会多一个一夜爆火的账号，就像前2年的郭有才一样？尼玛，本以来我们是来撑场子的，听完才知道是来砸场子的。希望别把我和他剪辑到一起，我他妈求了。VIP 3号包房，宋玉安伸长着脖子，哇塞，好有气质啊。那个帅哥声音也好好听，秋，我感觉我恋爱了。何秋实微微拧着眉，她认出了台上的是谁，与闺蜜的花痴不同，她心思都在永久畅饮权限上面，有些惴惴不安。舞台之下，好多女生眼神已经拉丝了，男的也都闭了嘴，大家动作出奇的统一，全都举着手机录像。所有人都知道这条视频明天必上热门。阿斌沉浸在音乐中，即使第1段已经全部唱完，眼睛还是闭着。这首歌演唱只是一部分，最经典的要算间奏的吉他 solo。随着键盘声和架子鼓声停，阿斌手指开始忙碌起来。这一段载入华语史册的音符，抖音上封神的旋律，在他手指拨动间被完美的演绎了出来。黄家驹的歌也
也就前面能听，后面根本没法听。不是哥们，这也很黑，都快把我弹哭了好吗？我也是啊兄弟，因为我没有会员，今天终于是感受了一把。老叔摇头，我弹吉他的年数可能跟他岁数差不多，努力在天赋面前不值一提啊。白糖小手又抓紧了，口中一语，这不可能的吧？意思不错，怎么可能完美到如此地步？你也觉得很好听对吧？苏里夏侧过来脸，简直是神级现场 VIP。各个包房的阳台上，好多人已经站出来了，何秋世和宋玉安也在。秋秋怎么评价？非常好听哦，很少听到你用非常这个形容词哦。的确如此，我真的坠入爱河了。秋秋，小心淹死！不要拉我，让我沉沦，一曲唱罢。阿斌缓了几秒才起身，这玩意后劲还挺大，啪啪啪啪，掌声雷动，震得耳膜嗡鸣。他弟还吉他，谢了老叔，吉他很不错。老叔笑笑，他的荣幸，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？扫完码，主持人跳出来，太享受了。说实话，这是我从业多年以来听到过最顶级的现场，包括明星演唱会。那么下面有请3位评委打出你们的分数。老叔想都没想，直接举起10分号码牌，两个网红对了对眼神，双双举起9分，总分30分。孤勇者选手的得分是28分，与小提莫暂时并列第1名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哄闹过后，呼声整齐划一，黑幕，黑幕，黑幕。两个网红的确有私心，与小提莫一个圈子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肯定得给点照顾。主持人酒吧的人也不想畅饮奖励落入别人的口袋，就想迅速带过，但喊了几声8号选手，硬是没人上来。8号弃权，9号呢？9号在哪里？除了抗议，依旧无人应答。10号周先生在吗？周先生请上台演唱。有2个人跑到上面，11号弃权，12号也弃权，这还唱个毛啊！颁奖，颁奖，颁奖！又是齐声大呼喊。眼看局面控制不住，小提莫登台要来话筒。第1名是属于孤勇者先生的，我输的心服口服。哇！全场欢呼，白糖也举着双手耶耶耶，蹦得老欢了。你不记得和阿斌的赌注了吗？苏里夏一句话就让他老实下来，如果过分了，我就毁约。你们不是发誓了吗？谁反悔倒霉一辈子？谁信这些？主持人还不敢做主，抬眼朝前看了看，见2个老板点头，才公布结果。那么我宣布，那个民谣的开业头奖由孤勇者先生摘得。哦，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！现场呼声很高。阿斌接过话筒，抬眸，何总想听吗？我可以单独给你唱一首。唱喜欢你时，他莫名收到条系统提示，何秋世的好感度加了10点。刚才随主持人的眼光看去，才发现他站在2楼。何秋世很惊讶，没想到这个问题会抛给自己。他其实想听，再斟酌要怎么回答合适，毕竟这个问题问的有些暧昧。但宋玉安已经迫不及待用手肘在对他了，快答应秋秋，快答应他！何秋世无赖一笑。那就辛苦，我朋友很喜欢听你唱歌。阿斌也注意到了边上的宋玉安，那双红色渔网袜很惹眼，还有那胸怀，隔得老远都异常醒目，少说3、6滴。阿斌确定之前在车上看到的绝美背影就是他俩，没想到藏在包房。宋玉安的资料也让他惊喜，93分，前任0就是年龄稍大，26了。不过阿斌一点不介意，知心姐姐更暖人心，这完全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他马上答应下来，好的，下面这首董小姐送给你们。哇！宋玉安双手成喇叭状在尖叫，台下也呼声一片。阿斌借来吉他，回凳子坐下，琴弦拨动，全场瞬间安静。董小姐，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，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，充满故事的磁性嗓音娓娓传出，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，但朴实的声音更入人心。宋玉安已经吃了，捂着心脏，秋秋，你说他是不是知道我也姓宋，所以故意唱这首歌给我？何秋世的眼神有些厌蠢了，宋姓和这首歌有什么关系？你脑子瓦特了？原唱不就姓宋吗？废了！白糖拧着眉，这个臭阿斌，我就知道他上台是为了泡妞，真是太贱了，贱人贱人贱人！苏里夏依旧跟随音乐轻摆着脑袋，他们就是这家酒吧的老板，说不定阿斌之前就认识，没听到他刚才直接叫的何总吗？白糖冷哼，哼，反正他们有问题，他怎么不唱歌给你？糖糖，你是觉得他没唱给你吧？我才没有，听歌吧，人家女朋友都不介意，咱们介意什么？白糖又想起阿斌昨晚说的话，我和黎子没什么的，只是不忍心伤害他。你有没有替我给苏里夏解释？他还是没有解释。台上，阿斌已经唱到副歌，感情之充沛，听着伤心闻者流泪，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。董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，爱上一匹野马。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。董小姐，跟我走吧。董小姐，歌声停，吉他声停，过了好几秒，现场依旧没有一丝声音，是抽泣声打破了平静。要是哪个男的唱这首歌给我，我一定会嫁给他。明明歌词写的是男生爱而不得，为什么我会这么伤心？孤勇哥哥别再悲伤了，我愿意。而后是接连不断的打火机声，想起我初恋了，不知他现在过得好吗？不跑8个婆娘，唱不出这种感觉。小丽，我终于释然了。兄弟要一支吗？我这儿有兰州，谢谢大家。阿斌起身，鼓掌声才噼里啪啦的响起。他抬手朝包房挥了挥，往卡座走去。秋秋，我要去找他。宋玉安心中的情愫再也按耐不住了，就要下楼。何秋实拉住，瞪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人家女朋友在这。宋玉安看到了和阿斌打闹拉扯的白糖，还有旁边那个很好看的女生，还是不死心的问，万一他们是朋友呢？刚才他叫我什么？好像是何总。对了，你们认识？何秋实轻笑，所以我能不知道？人家感情很好，从大学就开始交往，别去自找没趣了。宋玉安神情瞬间就暗淡下来，何秋实有些心疼，还是硬下心拉着他走了。阿斌和白洁的事情早就在商务区传开了，现在又多了另外2个，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闺蜜入火坑？卡座上，白糖又被阿斌蹂躏了一顿，都要哭鼻子了。我不和你玩了，就知道整我。现场人多，都看着这边，阿斌基本都是在防守，但打闹哪有不碰着的，所以又惹生气了。你问李夏，到底是谁弄谁？好了好了，苏里夏拉过来白糖，女生哪里熬得过男生？你就别自找苦吃了。白糖胜负欲强的可怕，瞪着阿斌，我不怕，打不过我就咬，晚点再给你咬。阿斌悠悠道，我不，我现在就咬。口这么急吗？忍一忍，这里不合适。白糖突然明白过来什么，脸刷的就红了，起身拿起包包就走。我不理你了。苏里夏跟上，怎么了糖糖？我觉得阿斌应该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想玩了。白糖看似在犟，实则是受不了一群又一群女孩来找他要微信。那好吧，反正我们有无限畅饮卡，下次再来吧。阿斌是跑到 VIP 3号包房看了眼才追出去的。何秋世和那个性感玉姐都走了，留在这里意义不大。大家都哥们犯得着生这么大气吗？
阿斌跟上去勾肩搭背，白糖疯狂扭动，谁跟你是哥们？走开！阿斌抬起双手，好吧好吧，现在还早，换个地方玩。苏里夏没说话，白糖直接否了，不想玩了，回家。菲菲，我们下次再约。不是才9点出头啊？阿斌都醉了，好不容易约出来一次，才人前险胜了一波，好感度还没怎么刷呢，你就要把人给我弄走？你自己玩呗，菲菲我送你。白糖得意洋洋，斗胜的公鸡一样，我送你们吧，等我去取车。阿斌想把梨子的事情亲口解释一下，不然苏里夏这边开展起来太困难，连白糖这个反骨仔都60加好感度了，他才50多，银行卡已经好几天没进账了，他还想着提法拉利呢。车上，阿斌直截了当开口：“李夏，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吗？”啊！苏里夏被问懵了，他见一个爱一个，别理他。菲菲，白糖挫着银牙：“我说的是真的，其实我没有女朋友，梨子那个事情是个误会，白糖知道的，他有私心，故意不告诉你。你，白糖还以为自己的小心思被看出来了，有点慌。那刚才你送给酒吧老板那首歌怎么解释？你说何秋是啊，他是我前老板，对我很照顾，单纯表示感谢而已。”阿斌张口就来，呵，白糖冷笑：“胡鬼呢？那你怎么不送一首感恩的心去唱这么煽情的情歌？明明就是暗恋人家借机表白，因为董小姐是我的成名曲啊。你不觉得我唱的很好听？”白糖无言以对，开始去撺掇苏里夏，别信他的菲菲，他就是贪图你的美色。苏里夏拢了拢耳边的发丝，我还在上大学，毕业之前都不打算谈恋爱。阿斌没再多说，因为转机已经出现。刚刚苏里夏的好感度悄悄涨了4点到千山雨。阿斌跟着下了车。你干嘛？阿斌？白糖趴在窗口问。阿斌回头笑笑，帮你买水，在车上等我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白糖信以为真，关上车窗，摸出来手机，剪辑在酒吧录的视频。进超市，阿斌直奔生活用品区，捡了一捆麻绳，几包抽纸。结账时顺手拿了2瓶乙碱，要了个黑袋子。回车上递过去水，白糖还甜甜说了声谢谢。阿斌都忍不住要笑了。等到家了再感激我吧。你一定会很喜欢我为你准备的另一个礼物的，停好车。阿斌大摇大摆拿下来塑料袋，白糖瞄了一眼，发现是纸巾，就没再理会。到家他美美的往沙发上一躺，继续鼓捣手机。阿斌趁他不注意，悄悄锁上防盗门，然后扯着唇，嘿嘿怪笑着走过去。你干嘛？白糖抬眸瞄了一眼，顿时感觉到事情不对，马上缩到了沙发角落。阿斌暴力撕开塑料袋，纸巾掉了一地，露出下面的麻绳，他拿在手里拍了拍，气声压境。你说我干嘛？屡次坏我的好事。你不是想搅黄我和苏丽夏吗？行，你自己补上。白糖抓了个抱枕挡在身前，我和你开玩笑的，阿斌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吓我。废话少说，阿斌已经开始绑了，啥也没有。为什么啊？别这样，阿斌，真的，我害怕。白糖眼睛都起雾了。阿斌邪恶道，别害怕。说完捏起他下巴，凑近脸，啥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白糖疯狂挣扎，差点孤勇到了沙发下。阿斌一把搂起，直奔卧室。阿斌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给你道歉行吗？道歉1个小时。阿斌充耳不闻，关门反锁，一把将白糖扔到大床，啥也没有。为什么啊？羞。他贴近深深嗅了一口，香迷糊了，啥也没有。为什么啊？厨子那沁人心脾的芬芳，简直是世间最好的媚药。阿斌险些道心不稳，白糖全身都在站立，声音发抖。不要这样，阿斌，我看网上说女生不要就是要。阿斌捧起他小脚，啥也没有。为什么？阿斌忍耐已经到极限，啥也没有。为什么啊？去厕所洗了把脸，回来张开大手，狠狠抽在他屁股蛋上。你还敢不敢顶撞我了？不敢了，不干了。以后听不听话？听话，听话。阿斌玩得正起劲，楼下传来咒骂，大半夜的叫你妈呢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再他妈弄出声音，老子报警了！阿斌这才解绑，白糖恢复自由，张嘴就扑了过来。阿斌锁住他脖子，背过身又勒住他腰，还来信不信我堵住嘴打？白糖才不管，奋力挣脱开，两人又扭打在一起，啥也没有。为什么啊？白糖晚上做了一个很甜很甜又很羞羞的梦，以至于早上醒来还舍不得睁眼，夹着枕头又缠绵了好一会儿。阳光很刺眼了，他才掀开被子，拖着双腿出门。客厅转了一圈，没人，敲了敲阿斌房间，没回应，拧了一下没锁，悄悄打开探进去脑袋，床上空空如也。拿出手机，白糖拨出去电话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一直是忙音，没人接，又连着发了好多条消息，依旧石沉大海。阿斌看到了，故意的，今天有正事要忙，没工夫搭理他。迈巴赫在那个民谣停稳，拉开车门，阿斌径直走了进去。只有几个打扫清洁的大姨都说还没营业，让他晚上来。逛了一圈，终于逮着个穿正装的。你们老板呢？我有急事要找。帅哥，你是昨天唱歌的第1名那个？工作人员很惊喜，是我，快带我去见你们老板。预约了吗？帅哥，老板很忙的，你通报一下，我来应聘驻唱歌手。好的，稍等。挂断电话，工作人员兴奋跑过来，跟我来，帅哥，老板说要见你。阿斌本来很激动，但进到办公室心瞬间就凉了。何秋是、宋玉安都不在，办公桌上坐着个40多岁的大姐。你好，孤勇者。妇女笑笑，阿斌失望写在脸上。这间酒吧是你在管理吗，姐？是的，和总宋总都有本职工作。难道也是找他们？也，之前有人来过了吗？是的，妇女点头，已经送走好几波了。阿斌摸出烟蒂过去，妇女摇头，他自己点上，可不可以给我他们的联系方式？我没有权限。妇女果断拒绝。阿斌吸了2口烟，我是真想来驻唱，但待遇我想跟老板亲自谈。妇女笑笑，我一块我完全能做主。那行吧，打扰了。回到车上，阿斌径直朝商务区开，软的不行，只有去何秋氏公司堵他了。12点出头，一道绰约身姿出现在视野，开门下车，阿斌疾步追了上去。何总你好，又见面了。何秋氏闻言扭头，咦了一声，阿斌，你找我？何总知道我的名字？何秋氏嘴角微微勾起弧度，听说过你的事迹。阿斌尬笑了一下，知道多半是和白洁的绯闻。中央商务区说大不大，说小也很小，一点消息很快就传开了，特别是关于何秋氏和白洁的。阿斌这个不问世事的人，以前每天都能听到很多。何秋氏似乎是不想耽搁时间，说吧，什么事？阿斌厚着脸皮，想请你吃饭可以吗？没想到何秋氏竟点头答应了。行，就粤海楼吧。刚进餐厅，何秋氏就提前付了钱，上次阿斌偷偷给过一次，为了查看详细资料，他不是应约，是还人情。菜点的不多，2素1荤1汤。何秋氏细嚼慢咽着，没有要理人的意思。阿斌坐不住了，其实何总冒昧找你，是想问问那个民谣还需不需要驻唱歌手？何秋氏抽纸擦了擦嘴，喝了一小口汤才道。
你是为了勾搭宋玉安吧？哦，就是昨天我和站一起那个女孩，太特么聪明了，说话一针见血又不留情面。阿斌面对她总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压力。其实我也想和何总成为朋友。阿斌尴尬咧了咧嘴，何秋实没说话，理了理裙摆起身才道：我不习惯和男生交朋友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看着他越来越远的背影，阿斌连追上去的勇气都没有，真他妈没出息。他给了自己一嘴巴，为什么面对他会有种天生的自卑感呢？身上2000多万现金都提不起自信，没事，我还有无限的成长空间等着吧。何秋实甩了甩脑袋，阿斌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宋玉安身上。等下次偶遇我耽搁不起，就一个联系方式，花点钱应该能行。塞了2口饭，阿斌取了车就直奔附近的周大生。上次那条手镯他觉得很好看，应该能撬动那位大姐的嘴。5万8，刷自己的卡，阿斌狠狠的肉痛了一下。再次回到那个民谣，他直接找去了总经理办公室。怎么又是你？还是想好和我谈了？阿斌拉开凳子坐下，抬手拍的把镯子拍桌子上。妇女看了看，又抬眼看他。我们酒吧捡到的，刚买的，58克，99租金，证书还在。妇女往座椅上一靠，捏着下巴，还是想要2位老板的电话，用这个贿赂我。现在接几个骚扰电话很正常，放心，我不会暴露你的。阿斌推过去，妇女拿起看了看，又放下，然后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张卡片，还是别打电话，直接去这里找他吧，挂个号就能面谈。阿斌接过看了看，东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精神科1级咨询师宋玉安。他笑了，揣卡进兜，潇洒起身，谢了。宋玉安今天上班都没有精神，昨天喝的不多，9点出头就走了，睡得也早，比平时都早，纯粹是魂不守舍。他趴在办公桌，捡起支笔转了转，平时连轴几10圈的，这次却2秒都没坚持过。哎呀，他有些烦躁，拿起来不停按着笔帽。昨天为什么要听秋秋的呢？孤寡了26年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，竟然在面前错过，以后要遇不到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在这种事情上要有主见的阿宋玉安。有女朋友怎么了？他那么帅那么有才，没有女朋友才怪了。没有结婚我一样有机会的嘛。再说结了婚还不是可以离婚？秋秋那么厉害，做什么都追求完美，我怎么可能和他一样的标准？叮咚，听到叫号，宋玉安马上立了起来，请13号患者阿斌到心理精神科1科室就诊。阿斌才刚在候诊区落座，就听到自己名字，起身敲门，里面传来个软糯糯的声音：请进。拧开把手，阿斌笑了，办公桌上坐着的正是昨天看见那个御姐。虽然她披散着的卷发已经竖起，傲人的胸怀被白大褂遮掩，渔网袜也换成了普通牛仔裤，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。90分以上的美女都有独特的气质和内核在的，只一眼就忘不了。你好，医生，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感觉精神上好像出现了问题。阿斌假装不认识，轻轻带上了门，请坐。宋玉安刚才都以为自己思念成疾产生幻觉了，怎么可能这妖巧？正朝思暮想的时候，人就出现了。阿斌拉开凳子，开始阐述自己的情况。问题是才出现的，昨晚我和朋友去酒吧玩，遇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。医生，你别笑啊。没。宋玉安讷讷的摇头，他有预感说的好像是自己，大脑几乎停止思考了。阿斌继续，当时我很想问他要联系方式，但正好在参加酒吧的唱歌比赛，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。昨晚我满脑子都是他，夜深的时候甚至后悔到心脏抽痛和呼吸困难。医生，你说这是不是病？宋玉安能感同身受，因为现在就呼吸困难了。他强压下躁动，问了句跟专业毫不相关的：你喜欢那个女孩穿的是什么衣服？阿斌不假思索道：包臀裙，一双红色渔网袜。啊！宋玉安眼睛一翻，差点晕厥过去。阿斌赶忙起身扶住，没事吧医生？你怎么了？然后拧开本就是给他准备的水喂下去，扫描开启，宋玉安的详细资料出现在眼前，姓名宋玉安，年龄26，身高170厘米，体重53千克，前任零综合颜值93，好感度65，额度300万，隐藏奖励医师恭喜宿主将目标异性好感度提升至50。宋玉安为幸运值携带者，点数为8，我尼玛没搞错吧？阿斌心中狂喜，比黎姿还夸张，初始好感度直接65了，这简直就是福利机啊！捡到宝了！我没事。宋玉安自己就是搞心理的，内心还算强大，没有昏过去。你怎么了？见阿斌一动不动，他抬手挥了挥。喂！阿斌从内心世界回过神来，依旧维持着搀扶的姿势，只是那双漆黑眸子里的情愫浓得像是要溢出来。我好像有事了。他深情款款凝视着下方。医生，昨晚那个民谣酒吧3号包房阳台上那个女孩就是你对不对？不会有错，绝对是你。宋玉安不再慌神，大胆凝视了回去，空气都凝滞了1秒、2秒、3秒，阿斌还是没有吻下去。医院毕竟是严肃地方，咽了口唾沫，他掏出来手机，微信给我，下班请你吃饭。宋玉安点开2维码，笑起来浅浅的酒窝很好看。我的病好了，那我去外面等你。阿斌指了指门外。宋玉安贴心道：我6点才下班，还有几个小时，你忙你的去吧，到时候我来找你。真是个好女人。阿斌笑容很暖。好，到时间我来接你。回到车上，阿斌回拨过去白糖的电话，找我什么事？听筒里的声音有点小小的不爽。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消息也不回，你是我谁啊？我必须要接，赶紧说事。哼，一声冷哼。那你现在在哪儿？外面。不是，你查岗啊？你有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？我是好心收留你，不是你的佣人。但是我饿了吗？早晨中午都没有吃的，钱又全都给你了，冰箱里面那么多菜，你不知道自己做？谁会做这些？阿斌叹了口气。我微信给你转20万，想吃什么自己点，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白糖生怕他挂，叫住。又怎么了？你回来，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。阿斌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，不是通着电话吗？有屁就放，这件事情必须要当面说。阿斌呵了一声，咋的？你想开了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勉强可以回来。哎呀，真的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阿斌想了想，现在反正没事，行。你要是骗我，后果自负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快点洗干净，等我开门进屋。就见白糖窝在沙发上啃冰棍，走过去坐下。阿斌抢过来咬了一口，不是会找吃的吗？我记得冷冻室第2格还有水饺吧？搬家那天和白洁去采购了很多吃的，天天都在外面，基本没怎么动。挺好吃的。阿斌往厨房望了一眼，碗还在那没洗。你最好是有重要的事情。起身转了转，麻绳还在。阿斌拿手里绷了绷，不然你就看着吧。白糖伸出舌头，略，根本不怕，然后拿出手机，我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赚钱计划，你说重要吗？啥？阿斌眼睛眯起，依旧一个标点符号，不信。白糖坐进过来，点开抖音，又点进主页。
你看我多少万粉丝了？阿斌瞄了一眼，78.8万，挺不错啊。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只有2000多个粉丝吗？对啊，白糖点头，还是我刷了好多钱才涨的。我再给你变个魔术。白糖退出主页，随便刷了几个视频，再点进去，粉丝量从78.8跳到了78.9，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涨，到晚上我估计就会突破100万。阿斌突然发现不对，怎么主页有那么多作品？拿过来手机。你之前不是没作品吗？难道是发我唱歌视频涨的？对啊，你很受欢迎，几千条私信全是要联系方式、处对象的，其中还有很多男的。阿斌随便点进去一个，是他埋头 solo， 喜欢你，间奏那一段，不是那个民谣，大几十张桌子，当天在场人数没有500也有300，大家都录了。难道所有人都能涨粉？还这么夸张？我有那么大的魅力？白糖抢过来，手机滑到第一条作品，因为我就是阿斌本人啊！你看，尼玛又是朋友圈那张同款合照，他在中间，头靠着苏里夏，手搭在白糖肩上。你特么冒充我？起初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小心思其实是想让别人误以为阿斌有女朋友，少些妖艳贱货来勾搭。早上闲着没事，把视频发出去后，所有人都误以为他是本人，粉丝哐哐的涨，评论区10多万条评论，一半都是艾特朋友告诉正主在这儿。但事情都发展成这样了，7个视频已经累计超5000万播放量了，前半个小时还收到转转和瓜子的消息，说一条广告10万，斌哥赚钱的大好机会啊！谁都不会嫌钱多，阿斌更是。当今社会，辛辛苦苦办厂210号员工，一年到头不一定有100万网红赚得多，这的确是条生财的路子。唯一的弊端就是红了容易被人当猴子围观，但尼玛视频都发出去了，加上其他人发的，播放量绝对过亿了，已经无法再低调。再说以后装逼的回数肯定还多，避免不了的。犹豫间，白糖道：“斌哥不需要麻烦，你来运营账号，你什么都不需要管，等着分红就成。”阿斌左手比9，右手比1，那行，我们9-1开，我9，你1，这是正当赚来的钱，不会违规，当然多多益善。白糖肯定不干，愣着他，资本家都没有你这样剥削的吧？这个主意是我提出来的，账号也是我做起来的，最起码也得64开，82。阿斌退了一步，73。白糖进一步，成交。阿斌抬起右手，白糖啪的击过来，合作愉快。呼，白糖长舒一口气，美美躺在沙发上，再也不用看老爹的脸色了。现在我想干嘛就干嘛。哼，阿斌凑近嘿嘿道：“你以为那么简单，白白就拿我3成走，当我慈善家啊？”白糖警惕抱胸。你想干嘛？干嘛？当然是潜规则喽！赶紧过来，线上甄检！我才不要！白糖手脚并用，又踢又打，闹了一阵。阿斌回卧室锁上门，跟95分的大美妞拉拉扯扯，真的会控制不住。他能想象到被男的力挺有多难以接受，所以一直克制着想法。白糖性格古灵精怪的，一起玩欢乐很多，别到时候变成仇人，躺倒床上。阿斌打开抖音，点到关注的人，春江路77号正在直播，点进去，王小草站在屏幕右侧，正和人 PK。团播阿斌看过，限定时间内一般是2-2分钟，谁的礼物值多，谁就留下来继续跳。左边礼物值已经13000多，右边血条都被压得看不到了。阿斌扫描了一眼左边的女孩，83分，跟王小草完全没得比。但团播的特效非常夸张，以至于看起来差别并不大。但阿斌知道，这对其他主播来说是增益，对王小草来说绝对起反作用。白洁、白糖都是95分，现实嘎嘎板正，身材、颜值几乎挑不出毛病。但屏幕上的王小草过于苍白，妆容也太厚，脸蛋一半都是腮红。也有懂欣赏的老哥正在卖力拉票。200开，顶住啊兄弟们！好不容易等到他上场，别又一轮游啊！我们这边都是些穷哥们，但我会怪你们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无人扶我青云志，那是别人没本事，太拉了弟弟们，给我家厕所拉满了。观音大使错了，无人扶我青云志，我乃助我上山巅。看我的！观音大使送出火箭 X1，观音大使送出私人飞机 X1，王小草的礼物值瞬间压了过去，比分变成14000加比13000加，弹幕全是牛逼，也有劝的，收手吧阿祖，你干不过对面的，咱乃不容易，糊涂啊弟弟，你乃征信都黑了。你就这样回报他的？观音大使，奶奶是黑户，坐不了高铁，坐不了飞机，但能坐我的1-300。弹幕又开始捧杀，66666666666，高明啊兄弟，完美解决了老年人找不到人聊天的问题。万一被追债的气死了，还能再讹一笔。小时候奶奶带，长大了还是奶奶带，还是你懂闭环啊兄弟。阿斌看得欢乐，突然手机传来一阵怪叫，哇哇哇！感谢我风中追风大哥送来的梦幻城堡，感谢我风中追风大哥送来的云中秘境，感谢我风中追风大哥。目光上移，左边女孩的礼物值强势反超，瞬间涨到40000加，最后10秒，大哥们来上来上！主持人卖力叫着，王小草粉丝一片哀嚎，还是不行吗？还能做到吗？观音大哥，观音大使，燃尽了兄弟们！王小草已经很满意了，14000多礼物值就是1400多块，平台扣走一半，工会再分走剩下的一半，也能有300-400块，2分钟而已，比以前在舞蹈社当老师赚得多了。543，主持人卖力叫着，大哥们守塔守塔！王小草没抱希望，他线下不维护大哥，上票的很少，这一场已经特别突出了，正准备弯腰致谢，主持人声音更高亢了2分，都沙哑了。哇塞哇塞，感谢我孤勇者大哥送来的豪华游轮、抖音飞艇、为爱起航、摩天大厦、嘉年华。阿斌乱点了一通，最后3秒，王小草血条暴涨，以10万加的礼物值霸道碾压了过去。主持人有点懵逼，这不正常啊！王小草虽然散票多，但没真大哥啊，顶多也就打个几千票，1万票顶死了，播了上百场都是如此。他甚至都怀疑是有人送错了，以至于善意提醒了一句：再次谢谢孤勇者大哥的强势守塔。直播间的各位观众老爷，喜欢哪位主播可以点击左上角指定送礼哦。王小草的反应和主持人差不多，他自己都不相信有人会愿意花1万多帮忙守塔。看了一眼大屏，支持者 ID 叫孤勇者52级，他轻轻弯了一下腰，以示感谢。阿斌马上收到好感度提示，王小草好感度加15，当前好感度15，额度提升至5万。阿斌这才打开扫描，查看他的详细资料：姓名王小草，年龄22，身高168，体重49千克，前任0，综合颜值95，好感度15，额度5万，隐藏奖励舞者。妈的！
没啥用啊，这奖励我一大老爷们跳什么舞？虽说已经知道系统奖励的技能有多变态，但这属实有点鸡肋。他甚至想不到任何使用场景，心头唉了一声，希望幸运值够多吧，这玩意才是重中之重。主持人的声音将他拉回神。很可惜，我们淼淼17连胜断了，但10连胜有一次复活机会。抖音1号有吗？或者众筹4架私人飞机，让淼淼继续战斗。话音刚落，一发火箭就腾空而起。感谢我平西王罗永浩大哥送来的抖音1号。战歌起，2分钟计时重新开始，两个女孩跟随节奏继续舞动起来。弹幕：我似曾听闻过孤勇者大哥的名号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风采无双。关注给你点上了歌。孤勇者大哥干翻对面那个平西王，刚才几件大礼物就是他送的，一定要守护好我们。200开，对，孤勇者大哥跟对面硬刚到底。阿斌敲字，别道德绑架我，我想送就送，不想送就不送。刚刚已经自掏腰包贴了1万块了，结果王小草的好感度才涨了15点，如果额度超出5万，他会立马停手。这一轮对面的攻势很猛，刚开始就1万多礼物值压了过来，王小草这边只有00星星几十分。阿斌一点不急，现在拼得多砸出去很多钻石，等最后10秒再来梭哈。王小草倒看得很开，认真做着每一个动作，他一直都是这样随缘，也不相信会再有奇迹发生。最后10秒，来上。主持人又开始日常喊票，阿斌慢悠悠点燃支烟，打开礼物栏，一滑到底，在嘉年华上连戳了几下，屏幕上特效只开了1个，但送礼提示却在滚屏。孤勇者送出嘉年华 X1， 孤勇者送出嘉年华 X2， 孤勇者送出嘉年华 X10， 那边也没停着，各种礼物五花八门，但血条却是被越压越低。倒计时结束，王小草30万加，对面8万加碾压胜利。感谢孤勇者大哥送来的10个嘉年华，谢谢大哥。那么很遗憾，淼淼复活失败，有请下一位。王小草长腿一跨到了左边，头上的17连胜也变成2连胜，他现在成了擂主。阿斌这边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，王小草好感度加10，当前好感度25，额度提升至20万。第3把王小草胜，第4把王小草胜，第5把王小草胜，阿斌一路打到了56连胜。直到主持人做直播总结，感谢各位大哥的捧场，特别感谢孤勇者大哥的强势守护。今日得分200开，第1淼淼，第2胜一场积1分。本周总榜淼淼第1积128分，奶白第2积89分，200开第3积61分，恭喜200开后来居上，获得春江路月度赛资格。接下来是主播感谢，其他人都念了一堆，王小草就简单2个字，谢谢。阿斌也不是喜欢搞形式主义的人，没当回事，只是下来私信王小草要微信，半天没有回应。怎么的？他从靠背上立起来，看哥们有经济实力，把哥们当翘嘴叼了，想让我帮你打月度赛。阿斌之前没少看其他团的月度赛，那礼物真的是满天飞，没100万钱3都进不了。王小草的好感度才30，额度30万，已所剩无几，真让阿斌贴他打死都不愿意。到时候看吧，你10项的好感度就猛猛的涨，我都砸给你，不然爷就不伺候了。阿斌并不是真要放弃，90分以上的女孩太难寻，他想的是线上不行就转线下，现在能唱能弹的，自身条件也不差，说不定效果会更好。看了看时间，差不多快6点，该去接送于安了。打开房门，白糖就从客厅蹦了过来，要出去吗？斌哥，去哪里？是不是去吃好吃的？我要跟你一起。阿斌一把推开他胸口，走开走开。你跟我是要出去谈正事，你跟着干嘛？哼！白糖跺脚，绝对是出去泡妞。我要告诉菲菲，随便你。阿斌懒得理他，带我吗？带我吗？白糖又扭上来，我都在家里待1天了，无聊死了。阿斌不为所动，我没绑着你，你自己有脚想去哪就去哪。我没。白糖想说没钱，想起微信才收了20万。哼！我在东海都没朋友，阿斌你居然扔我一个在家里，太狠心了。我再也不。话还没说完，防盗门就砰的关上了。车上，阿斌愉快的哼着曲，赚返现赚幸运值的人生大计，怎么可能带着个拖油瓶？宋于安的好感度爆炸好涨，他有自信。在今天就刷到70点，等了几分钟，远远就看见他从医院大门出来，还是那套很素的装扮，像是个邻家姐姐，与昨天的火辣性感判若两人。开门下车，阿斌微笑着挥手，宋于安见着了，欢快的往这边跑。我还说回家换身衣服，再给你打电话呢。他凑得很近，昂着脸，2个酒窝很好看。阿斌背着的左手亮出来，上面是路过花店买的一束玫瑰，就这样就很漂亮啊，小花花送给你，谢谢。哇，我好喜欢。宋于安开心接过，笑得比花还灿烂。宋于安好感度加2，当前好感度67，额度提升至340万。阿斌太欣慰了，现在收到束花就开心成这样的女孩不多见了，情绪价格还给的这么足，他忍不住伸手捏了捏她的脸。你要喜欢我，以后天天给你买。宋于安很善解人意，摇头，不用那么麻烦，你有这个心意就已经够了。阿斌顺势牵起他手，走吧，上车。本想往副驾驶带，宋于安却往反方向走。我的车在那边，斌哥。他在挂号信息上看到了阿斌的名字，今天下午抄了满满一本子。阿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是一辆白色奔驰 Coupe， 好像还是 S 级。你还是个小富婆。宋于安点脑袋，以后我可以养你哦，还是做我的吧。阿斌把他塞进副驾驶，上车绑好安全带，调整了一下情绪，才侧头用深邃的眸子凝着他，故意压低着声音。我没有吃软饭的习惯。阿斌没想到这逼气十足的一招竟然无用，宋于安好感度非但不涨，反而笑得很尴尬。其实你不用这样的，斌哥。犹豫了2秒，宋于安还是决定直说，我知道你的经济条件，我不会觉得有什么。我怎么了？阿斌听得有些懵。你以前不是在秋秋就是和秋氏公司工作吗？我不在乎物质条件，你不要有心理压力。阿斌，你是听谁说的？秋秋啊，他从来不骗人的，这次例外了啊。阿斌摇摇头，以前的确和他同在中央商务区工作，但不在一个公司。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也是出来体验生活的啊。那他还和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你和你女朋友交往了很多年，感情很好。阿斌大概能猜到怎么回事了。宋于安好感度应该是昨晚在酒吧涨的，两人估计聊到了自己和秋氏看情况不对撒的善意的谎言。当时他们为何突然走了，也说得通了。那我说我现在是单身，你相信吗？
我相信你，兵哥。那昨晚和你打闹那个女孩，你说白糖啊？我俩很纯粹的朋友，平时嘻嘻哈哈习惯了。哦，宋于安半信半疑，主要是他太相信何秋氏了。要不我把他叫来？不用。宋于安也不想二人世界被打扰，我们去吃饭吧，兵哥。我知道一家台州菜特别好吃。行，你给我指路。饭间，宋于安聊了很多自己的事情，何秋氏也顺便提了两句。阿斌才知道他俩都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一个在沧江省东海市，属于沧江省，拥有几十家私人医院，一个家族办公室掌管着数家上市企业。阿斌多半是在听，太高深的东西他也插不上话。斌哥，你家是干什么的呢？宋于安见他好像不怎么感兴趣，主动把话题往他身上引。我啊，三代务农。哎呀，你别开玩笑了。阿斌笑笑，不方便讲。宋于安很知趣，没有深究。那好吧，那你吃饱了吗？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想去哪里我都陪你。宋于安眨巴着大眼睛思考了一会儿，要不我们还是去那个民谣吧，我还想听你唱歌。好啊。车上，宋于安纠结了一会儿，还是开口，斌哥，你想叫你那个朋友出来吗？人总是贪心的，之前他连阿斌已婚都不介意，关系近了又想确定清楚。阿斌正烦着呢，白糖已经打了10个电话，发了100多条消息，追问他在哪里。也好，两边都有交代了。他点头，可以啊，我微信问一下他。与此同时，渝州到东海的高速公路上，王俊南驾驶着最新款兰博基尼大牛180码在狂奔，他已经茶不思饭不想几天了，迫不及待想见到白糖。看来白叔叔是同意我们在一起的，不然定位破解出来后不会让我过来。白糖啊白糖，我这几天做梦都是你的影子，为了你我把好几个女人都删了，你居然连好友申请都不通过，太令我伤心了。不过没事，你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你，因为你是我亲爱的老婆，我一定会把你娶进王家的大门。刚下车，白糖就蹦蹦跳跳过来了，真慢阿斌，我都等你10多分钟了。阿斌正想拉着他说两句，副驾门打开，宋于安站在原地看着他们。他是谁啊，斌哥哥？白糖声音微加，表情呆呆的往阿斌身边靠了一点，还伸手来挽他。你嫂子。阿斌甩开，别给我整幺蛾子啊，不然送你回去。白糖微微嘟嘴，然后来到宋于安身边，扬起天真的笑，姐姐好，姐姐你真漂亮。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白糖什么时候这么傻白甜了？宋于安不了解，又温柔又和善。妹妹你也很漂亮哦，好像一个精致的瓷娃娃。他一点没设防，而且对眼前这个颜值和何秋氏几乎不相上下的女孩很有好感。白糖开心一笑，挽住她胳膊，那我们走吧姐姐。本来是没位置的，酒吧门口排着长龙，宋于安是老板，强行留了一桌，卡坐在中间区域。3人进来的时候回头率爆表，还有不少人认出了阿斌，都在惊喜的打招呼。落座，白糖主动接过酒水单，姐姐你要喝什么？都可以哦，白糖妹妹。马提尼可以吗？今天见到姐姐非常高兴，我们多喝一点可以吗？宋于安侧过脸暖暖一笑，可以的白糖妹妹，那我们先要5杯。这个酒精度不高。宋于安点头，点好扫完码，白糖起身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你和阿斌先聊姐姐。好的好的。白糖跟着服务生去了调酒台，他往凳子上一坐，眼多对了几分气势，与刚刚的傻白甜气质判若两人。调酒的过来，有何吩咐女士？调酒师背手在后，微微鞠了一躬，把单子给他。好的。服务生递上5杯马提尼，酒精度数能调多高调多高，我乐意喝点烈酒，但味道不能太冲，能做到吧？没问题，女士。调酒师转着洋酒瓶耍了一个花招，多糖就行。然后另外5杯莫吉托，酒精度数能调多低调多低，我朋友酒量不好。No problem， 绝对感受不到一丁点酒精味道。收款码亮出来，调酒师骚包递出手机，白糖扫了500，记清楚了，千万别出差错。放心，女士，专业调酒20年。白糖转身，调酒师雷了一声，方便加个微信吗，女士？我想送你一杯我的拿手特调玛格丽特，你这几杯调好了再说，交给我。调酒师耍帅的打了个响指，白糖看都没看，去了旁边的厕所。他洗了洗手，故意没擦，回卡座当着宋于安的面扯了2张纸巾擦拭。宋姐姐，你们酒吧的卫生间香喷喷的呢，一点怪味没有。因为我们要求每2小时必须彻底清理一次，香氛也用的进口品牌。宋姐姐真棒，你的酒吧一定可以大红大紫的。借妹妹吉言，2人姊妹情深，聊得很开心。阿斌都被晾在了一边。不多时，服务生端着调酒过来了。宋于安认的马提尼直接把5杯放在了自己这边。白糖举杯，于安姐姐，我对你有种一见如故的亲切感。第一次喝酒，这杯我先干了。说完就一口闷，满口的清柠味道，清甜。话都到这里了，宋于安哪会推辞，也是一饮而尽。可嗨，他抹了抹嘴，调酒师怎么回事？这酒味道怎么不对？白糖只慌乱了一瞬，马上道：我刚才去厕所，特地和调酒师说了一声多加糖，不好意思，于安姐姐，我不知道你不喜欢甜的。看白糖满脸愧疚的样子，宋于安哪里生得起气，还主动安慰：没事的，糖也可以喝。白糖可怜巴巴的端起第2杯，这杯给姐姐赔罪，我不该自作主张的。别！宋于安慢了一步，白糖已经干了，然后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一脸期盼的看着他。宋于安被僵住了，他不是不想赔，只是刚才那杯下肚胃里还在翻江倒海，实在是有点喝不下了。白糖就这样盯着，眼睛都快起雾了。姐姐是不是不想原谅我？对不起，我一直都很笨，没有糖。宋于安端起杯子，深吸口气，干了第2杯。嗨，咳嗽更剧烈了。白糖赶紧的过来纸巾，还帮忙拍背。没事吧，于安姐姐？没。宋于安接过擦了擦嘴角，怎么感觉比以往喝的烈？要不你喝我的吧，姐姐。白糖推过去自己的莫吉托，不用。宋于安推回来，我们慢点喝就行。可是我还想和姐姐喝第3杯。爸爸喝酒总是这样，碰一杯点头之交，2杯是泛泛情谊，连续3杯就是挚友亲朋。我很认可姐姐，我干了。看着一饮而尽的白糖，宋于安头都大了。话到这份上，还是不喝吗？其实姐姐不喝也没关系的，我不会怪你。我知道这次是我没做好，但我下次一定会加倍注意，我会努力让姐姐喜欢上我的。